九州大陆灵气鼎盛，各族势力崛起，西方魔法师、东方修仙者，甚至是妖族，全都汇聚在九州大陆争夺资源。故此，大周国特设人才市场，发掘更多有天赋的人入宗成为修仙者。少侠啊，来我合欢宗，有美女助教亲自指导修炼呢。我要加入，我先来的，别插队啊！我，这是我的哇，炼气3层，极品双连根，自带天字号神器，还是重本大学毕业生，如此卓绝天赋，不出10年必定渡劫呀！哪里，您过奖了。这启风谷据说是什么影视大宗门，像我这种天才，他们肯定不合格。前辈，我可是大周五道口修仙技术学院毕业的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？哎呀，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够格的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！欺人太甚！就你这资质也想入宗门修仙，还到处发简历，在这丢人现眼。除了七宗联盟，其他宗门收人不限资质天赋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更何况我这样的资质，在修仙史上也有成功渡劫的前辈，你们少瞧不起人。还挺倔，不过我看你倒有几分姿色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来做我的贴身秘书，我就帮你入天机阁。混蛋！你放开！你放手！老子看上你是抬举你，别不识好歹。哪里来的小白脸，敢对我们天机阁的人动手？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滚！哇，好厉害！在下施玲玲，谢过恩人。哦，举手之劳。啊！你居然是废灵根？是。太好了，跟我回启风谷当我家小师妹吧。学5修2，包吃包住，还有5血1金，待遇丰厚哦。居然要个废灵根，这宗门怕不是个骗子吧？废灵根又如何？无非是教的人无能罢了。放心，入我启风谷，我定让你成为世间绝顶般的存在。玲玲愿意拜入启风谷门下。时间不等人，我这就带你回国。终于骗到一个不。师傅云游在外，办事那些俗礼就见免了。我先带你认认人。这就是启风谷吗？这也太潦草了吧！二师弟，快出来见见我给咱们启风谷挑的小师妹。这就是咱们启风谷的2师兄束小成。滤镜和现实差距这么大的吗？那是兔头吗？兔头先放放，这是我刚收的小师妹施玲玲。新来的，是不是？不用了。哦，那我再去拿2个过来。听人说话喂！你2师兄可是启风谷最强的人，性子嘛是有些古怪，但人不错。以后你就跟着他混哈。最强，可2师兄浑身上下一丝灵气都没有，分明就是个凡。哎呀，小师妹啊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说，会出大事儿的。快躲开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敢打老夫的孙子，滚出来！忘记了，阴阳离子被小成打发去炼丹了，要不然这群蝇营狗苟哪儿能进来呀？是天机阁的人，大师兄怎么办？墨花，祈求老爷，就是那小白脸子打的我。这小子的境界，我居然查探不出，莫非在我之上？还是先试他一番为好。敢欺辱天机阁的弟子，老夫今天就给你们些教训！是谁？谁在偷袭老夫？是你踢翻的炉子？凡人，区区一个凡人，竟然能伤到老夫！
这不可能！你瞧不起凡人？快！金钟老爷，区一个元婴也敢瞧不起凡人，就算你是渡劫起，我也照样打给你看。二师兄小剧场。束小成，一个幸运的开穿者，被师傅李长生带回启风谷后，开始了梦寐以求的修仙龙傲天之旅。终于轮到我当龙王的一天了。奈何梦想很美好，现实太骨感。一没血脉，二没天赋，还没有系统金手指。更要命的是，他连灵根都没有啊！无法修行的束小成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师兄弟们一个个踏入修仙者的行列，而他只能和狗玩。可是某天，狗也叛变了，不再是肉体凡胎，而束小成依旧是个凡人。哇，二师兄这么强的吗？都说了，他是启风谷最强的，记得吸取教训啊，千万不要瞧不起凡人。一个凡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力气？可恶！老夫从未受过如此羞辱！混账东西！老夫方才不过一时大意，才让你这小小之辈有机可乘。天机苍狼式！这苍狼式可是天机阁内门至高法术，二师兄小心啊！安了，你二师兄什么场面没见过？老夫今日便让你瞧瞧元婴与你这肉体凡胎的区别。狼，我看分明就是一只只会乱叫的疯狗。怎么会？打狗棍法最后一式。孙长老是什么来着？凡人如何能破修仙者的术法？哦，天下如狗。二师兄只是一个凡人都能这么强，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。小师妹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在他面前提吗？二师弟冷静啊，小师妹入门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孩子小还不懂事啊。去把鸽子喂了。吓死了！喂，新来的，凡人照样可以变得很强，不要瞧不起凡人。是，我没有瞧不起凡人，我只是希望能变得像你一样厉害。小师妹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歌棚。好啊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修仙界不都是用通讯符和同传纸联络吗？为什么启风谷还在用信鸽？你二师兄他用不了通讯符。王清月，你背后说人坏话，别以为我听不到啊！总之，信鸽那边要是有书信的话，直接拿给你二师兄就好。大师兄，你流血了。喂，区区致命伤，我都习惯了。你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开始吧。用力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果然还是只有你最懂我。不是我懂你，只是因为我和你一样都不能修仙。看破别说破呀。根据数据样本分析，修仙要遭遇至少9981次雷劫，7749次碎骨重铸，以及上百次的天火焚烧。用这样的痛苦来换一次得到成仙的机会，我的计算程序认为是不值的。你现在的生活非常平静安逸，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因为我想飞升成仙，长生不死，吃一辈子麻辣兔头，行了吧？可恶，凭什么他们可以修仙，就我不行？二师兄，有你的信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这就走。且慢，这么美好的躯体，何不与我们同修，共享极乐？没想到二师兄还有这种癖好。你给我住脑啊喂！他叫618，也叫柳丫爸，是你的五师姐，不对，师兄也不对啊。哎，师兄师姐都行，你就当他是修炼了特殊功法才会变成这副模样，不是什么妖魔鬼怪。我在大周国那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五师兄这样的，
难道是传说中的南蛮国的秘术？你就当是吧。刚才我在给二师兄进行推拿疗法，这可以帮人疏通经脉，活络筋骨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我可以吗？这是我师兄修炼的技能吗？好新奇啊！原来还有这种修炼方式。对了，二师兄别忘了看戏。怎么又是这个老六啊？每次送信过来都没好事儿。近日偶得上古典籍，内有重塑灵根之法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正好我这边的4项如意阵仪式需要点人手，还望二师兄不辞辛劳，助我燃眉之急。又来这一招，我信你个鬼啊！这是你六师兄白来的信，他在监察院6处工作。监察院，那不是大周国专门监督管理修仙和药物的组织吗？大师兄没骗我，七风谷果然卧虎藏龙，我一定要向师兄师姐们好好学习。你以后见了老六躲远点，跟他牵扯准没好事。有那时间搭理他，还不如好好修炼呢。那就请二师兄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指导我修炼呀！二师兄虽然是个，但你轻轻松松就打败了元婴期修士，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强的人，你一定是有特殊的修炼方法吧？二师兄虽然是个，但你轻轻松松就打败了元婴期修士，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强的人，你一定是有特殊的修炼方法吧？没啊。我是废灵根，不能用正常的方式去修炼，但是如果有二师兄来指导，我一定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修炼之路，变得像你一样强。求师兄传授我变强之道。都说了没有了。根据数据统计，二师兄在指导他人突破这方面颇有建树。真的？瞎说啥呢？数据显示，三师兄被舒小成指点后，从筑基到了反虚境界；四师兄靠着舒小成的指导，从炼气晋升到化神；大师兄更是一路被舒小成指点到了渡劫期，就连天赋最差的九师弟，也在舒小成的帮助下到了筑基期巅峰。这些都是实际样本数据，完全可以当做参考。二师兄，求求你快点指点我开始修炼吧！我要是指导完了，连你也飞升了，那整个师门岂不是又只剩我一个不能修道的孤寡老人了？先糊弄过去好了。修炼先要明心，你修炼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因为是废灵根，从小被其他人看不起，也总是被他们欺负。那些天机阁的败类，之前也嘲笑过我的体质，所以我要变强，我要证明自己并不弱。你变强到底是想要证明自己，还是想要报复那些曾经霸凌过你的人？我连自己本心都看不清楚，就算你是极品天阶灵根又如何？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，终归是个软弱无能的废物罢了。一个废物有什么指导的必要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废物，不是。不是吧？稍稍激两句，血压就开始暴涨了。就是想报复他们，怎样？血压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周身气血流转加速，气血已经通过7处重要穴道，还有3处尚未通过，但经脉堵塞。是我软弱无能，可在这个修仙为尊的世道，身为废灵根的我又能如何反抗？哼！能不能修炼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的灵力在暴涨，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暖流滋润着五脏六腑，经脉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通畅过。舒小成，恭喜你，你指点人的速度又创新高。一不小心用力过猛了，我只是想给他疏通经络，没想着帮他突破呀。我居然突破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帮你按摩的时候扫描过了，你的经脉天生淤堵，导致周身真气不畅。舒小成肯定也发现了这点，
做一些言语激怒你，令你释放淤堵之气，然后刺激丹田，帮你疏通丹田经络，令你真气畅通。对不起，我还以为行，你……再说就矫情了。你要记住，我们起风谷的规矩就是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像今天这样打回去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那二师兄，你能不能再指导我？玩去！真好啊，小师妹这么快就突破了。是啊，真好啊。好什么呀？凭什么？怎么一拳就给他打到炼气5层了？为什么还是只有我不能修仙啊？血肉不弱，要不你试试机械飞升？地震了！都怪你！我就说要加3份黄金，加多了不好，你非要加5份，现在爆炸了吧？二师叔搞了一堆珍稀药材让我们炼丹，现在全炸没了，他肯定会把我们吊起来连打3天3夜都不停歇的。怪你。这是在炼丹还是做火药啊？哎，是谁来着？昨天好像见过。是师傅昨天新骗上来的小师叔。骗是什么鬼？你们就是大师兄的徒弟阴阳离子啊？我是施玲玲，你们是在炼丹吗？是啊，但是失败了。要是二师叔知道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要不你试试？我？你在口出什么狂言？只剩最后一份材料了，要是再失败了，我们真的死定了。所以才让他来啊。哦，对哦，新手保护期，哎，交给你了。那我试试吧。我去，我炼丹从来没有见过金光。成了。这就成功了？这是我第一次炼丹啊！原来炼丹这么简单。惨啦！最后一份药材都炼坏了，这次是真的死定了。他练的。怎么搞的？你们又把我炼丹房给炸了？怪他。你练的？是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二师叔你要找麻烦就找他吧。我只是想帮忙。我去，居然是天阶皮质丹！你人品不错嘛。这和人品有什么关系？别人都认为炼丹靠的是经验或者控火，实际上炼丹就和修炼升级一样，修仙育民心，靠的就是一个良好的品质。不过，这妹子才炼气5层就能炼出天阶行气丹，老五那个黑暗料理之王都炼不出这么纯粹的天阶丹药啊！这次真的捡到宝了，我的超级炼气丹肯定有着落了。按照这个丹方再炼一份丹药。哦，好的。薯粉2两，甘霖1两，天南星3份。最后炼出来的是这啥玩意儿啊？厉害啊！连茅台咖啡这种现代产物都能酿造出来，看来他真的是炼丹奇才。既然如此，那是该好好调教调教他了。小师妹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，师兄？来帮师兄练大宝贝儿啊！希望人没事。自从被树小城发现炼丹的天赋后，施玲玲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压榨。加油，我练，炼丹要用力，师兄飞升全靠你了。二师兄，我真的练不动了。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师妹在这儿啊，快跟我去修行。累死我了。师妹别偷懒啊！师兄的超级炼气丹就靠你喽！变态啊！我不累，超级炼气丹快出现！
司老二，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，我这老六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哦。宁静祥和的日子要结束了。小师妹来启风谷1周了，不容易呀。她这段时间虽然进步很缓慢，但也比之前纯废灵跟17强了不少。哎，对了，她炼的丹药效果不错，可以帮人聚气凝神，甚至是突破境界。哎，20弟，你吃过没？啊，我是问你吃过饭没？妈呀，差点忘了，那些丹药就对20弟和小师妹本人无效了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早呀！早啊！哦，二师兄，老六的信啊，直接烧了吧。可这信是六师兄寄给我的。寄给你？这死老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，六师兄诚邀我参加4项如意阵，那是什么？4项如意阵是用来镇压强大妖邪的法阵，由于法阵内部错综复杂，不定期法阵内会冒出来各种小妖怪，因此监察院时常举办一些仪式活动，招募有志之士主动来对法阵进行清除和维护。不过，虽然我用书信告知过师弟们启风谷新增了个小师妹，可4项如意阵如此重要，六师弟怎么会让你去啊？六师兄说我是启风谷的希望，只有我才能撑起启风谷的门面。小妹妹谨防电信诈骗啊！老大快给师爷上一课。来了，白来，启风谷六师兄，史上最狂官2代，自大周建立以来，家中世代为官。白家根基深厚，白来身为家中独子，在大周更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存在。今日本公子高兴，赏黄金1两。后来闲得无聊，就跑去霍霍监察院，成为6处处长，每天忙着处理各种行政案件，还不忘了关心师兄弟们。哎呀，好久没见师兄弟们了，哎，要不然回去一趟吧，顺便给他们带点好东西。他不知道从何处淘来的法宝和药材，以好东西为名投喂给师兄弟们，借此研究其特性，曾经导致数小城中毒，阴阳离子骑着扫帚飞，还有我长出蛇精腿等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。如今他已经被我们拉入了黑名单。这么恐怖的吗？话说老六的家是不是这个方向来着？我给他隔空投送点礼物，省得他诈骗未成年少女。快住手！你这礼物送出去啊，就该给白来吃席了啊！得，那下次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机械飞升。把信给我。那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我能去吗？小师妹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觉得六师弟吧，可以。哎，你怎么？这里有一本剑谱，你这几日好好研习，晚些时候我会替你重新锻造一把宝剑。出门在外，总得有件趁手的武器。谢谢二师兄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将启风谷发扬光大。去玩吧。小程啊，你还是很贴心的嘛。就你话多。待会儿你写封信给老八送过去，看看老六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万一老六这一次没骗我呢？他真找到法子让我修炼。大师兄，五师兄，我一定会给启风谷争光的。好，这是你二师兄让我转交给你的宝剑，他特意叮嘱此剑威力巨大，不可轻易使用。哇，二师兄真是有心了。那我走了。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哦。我的计算结果显示，以施玲玲现在的能力，她在4项如意阵仪式上只会是最早被淘汰的那批，不可能拔得头筹。放心吧，那家伙带着大枪跟着呢。嘿，到头来还不是放心不下，死鸭子嘴硬。4项如意阵还没开始，来的路上梅花鹿被妖兽袭击成重伤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要是长老知道我们把他的坐骑弄成这样，他肯定会重重罚我们的。你们快看那个人！哎，骑狗的，这哪门哪派啊？哎呦，这狗还会说人话了，真是出了奇了！啊，会说话的狗？你能不能下来？我是狗，不是马。铜头铁骨豆腐妖，懂不懂啊？你不是天天叫嚣自己的道成仙了吗？那应该是仙风道骨无坚不摧，
当做其正合适。你，这狗能说人话，想必已经得到那一单可有大用。嘿嘿嘿，既如此，那便好办了。哼，我最起码会飞，不像某人，至今连御剑飞行都做不。在狗叫什么啊？会飞了不起是吧？别转！这位兄台，你的狗不错呀，可否卖我？我们乃望月阁弟子，见兄台这狗颇有灵性，倒不如将这狗卖给我们，让这狗与我等一同修炼升仙。哼，原来是自己的坐骑受了重伤，想拿他的内丹来补救啊！去，这么冠冕堂皇，说的我差点都信了。喂，你看破不说破呀！我们可是7大宗门之一望月阁的弟子，取你的狗一条狗命又如何？你敢不从？你们的坐骑受了伤，凭什么拿我狗的命来给他疗伤？狗是我的，我说不卖就是不卖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月锁风。躲是没用的，我这阵法中的雷电可是连筑基期的修士都难以抵挡的。这魔法攻击真烦。大强，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什么？大强旋风踢！哎呀，这狗会用回旋踢，这是正常狗能干出的事吗？我先去抓了他主子，区区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就如同踩死一只蝼蚁般。找死！别找他干嘛呀？瞧不起凡人，让他尝尝物理攻击带来的痛。我们走。我不是人，但这是真的狗。要是再让我遇到那个孙子，我一定要让他和他身边的那条狗付出代价。哎呦，哪里来的乞丐？哟，是望月阁的道友啊！你们这身行头，我还以为是遭了灾的流民乞丐呢。你这就没眼光了。望月阁的道友肯定是要引领大中国修士的穿搭风潮。你看脸上那狗爪子花店多别致啊！咱们同属七宗联盟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们望月阁！有人吵起来了。滚吧，一群乞丐！就凭你们这群废物，也想参加4项如意战？还是早点回你们望月阁找妈妈哭吧！你们别太过分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被逐出山庄的废物吗？没想到在这里碰上，真晦气。第一，我不是被逐出山庄，而是自愿离开的。第二，遇到你这种败类，我确实觉得晦气。若你真有能力，明月山庄又怎会不留你？山庄大度，不忍伤你自尊心，才让你请辞的。你可别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遇到你，我们才觉得晦气呢。一个只知道嘤的废物，快看，他又要哭了。你们别太过分了。各位道友请注意，4项如意阵仪式的报名时间只剩下半个时辰，想要报名的各位请抓紧时间。女侠，感谢你为我们兄弟出头，但仪式要开始了，回头我们再登门拜谢。我可不是为了你们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走吧，报名要紧。你一个被逐出宗门的废灵根，无门无派，有什么资格参加4项如意阵仪式？去了怕是也会被赶出来哟。我师承启风谷，有门有派，就不劳你这晦气玩意儿操心了。你启风谷没听说过呀？哪个犄角旮旯的野鸡门派？现在什么人都能参加监察院的活动了？干他！等等，野鸡门派叫废灵根，还真是物以类聚呀！哈哈哈哈！就是，能收留这废物的门派，能是什么好地方？哈哈哈哈！那启风谷估计就是个垃圾聚集地吧？不许侮辱我师门！你屡次3番羞辱我，该打！羞辱启风谷，更该打！哎呦！女侠看起来柔弱，
没想到这么强啊！不过这腿法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丫头不是个废灵干吗？怎么忽然这么强？我只是下意识的试了下二师兄那一招，没想到威力这么大。二师兄说的对，谁欺负我，我就打回去。还击的感觉真的好爽啊！干得漂亮！啊，我刚是不是听到了大黄的声音？混账东西，居然敢打我们，找死！还想挨打？你真的把我惹恼了，今天我就拿你来祭我的魂火！各位道友请注意，4项如意阵仪式的报名时间即将结束，还想参加的道友请抓紧时间来报名，预报从速，过时不候，直接来，不用排队啦！别挡路！沈超他，别挡路！一报名要紧。干得不错。都这时候了，突然说不用排队，这个监察院真是跟白来一样不靠谱啊！老六虽然不靠谱，但正经事上从不乱来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，逼他不得不加快速度。我找老六有点事，大强，你去跟着申连连。哦，你不跟着吗？我看那几个明月山庄的人都很小心眼儿，他们很有可能去报复小师妹啊！孩子大了，该断奶了。哼，断奶了还让我这得道老狗跟着。哼！4项如意阵仪式正式开始，考核方式采用积分制，积分最高者可获得监察院6处提供的神秘大奖1份，以及进入监察院就业的资格名额。消灭妖物、异兽、魔怪等都可获得积分。嘿嘿，我一定要拿到第1名，给启风谷争光，也给自己争口气。啊！丑死了！这种程度就吓晕了，要不是我恰好路过，你怕是已经被妖怪吃了。老六搞这个仪式，分明就是白嫖傻的来降妖封魔，给他白打工，偏偏傻的还挺多。这种小法阵不会只有一个，附近应该还有。找到了，这里也有。果然，由这样的小法阵组成阵眼，再由各大阵眼整合成4大阵门，最后组合而成的才是完整的4项如意阵。这种法阵错综复杂，环环相扣，所以有极强的镇压效果，一般是用来封印妖王、凶兽等大恐怖之物的。白来那么着急，难道是封印出了什么问题？我非得找到施玲玲那个废物不可！明月山庄那几个人，那个废物竟敢如此羞辱我！等我找到他，一定要把这耻辱加以1000百倍的还给他！师兄，你放心，来的路上我听到监察院6处的执事提过，迷踪武林中心有一片沼泽地，那里是妖气最浓郁的地方，蛰伏了很多难缠的大妖。哼，就算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那边的大妖也足够对付他。师兄这个祸水东引的办法真不错呀！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找那个废物，把他引到沼泽地。施玲玲啊，他那边还有大强跟着呢，倒是不用担心。当务之急还是得再调查调查这个阵法。什么人？献祭，伟大的献祭仪式，伟大的君王啊！我要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您，只要您能得偿所愿。啊，哥们儿，你没事儿吧？为王的诞生献上祝福。不好，他这是中了术法。浪子回头拳！我已经封住了你的经脉，好好睡一觉吧。不过这个状态可不像是普通术法影响，难道是妖？老八的回信，我倒是要看老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不好！收完这一支，应该就能进入到前5了。谁干的？废物就是废物，杀个小妖都这么费劲儿，
就凭你也想拔他头筹，真是做梦！一口一个废物，除了嘴嗨，还有什么能耐？今日我便用二师兄亲手锻造的宝剑，好好教训你！这废物不会真得了什么绝世宝剑吧？看剑！怎么是个糖葫芦？果然是垃圾宗门练的垃圾玩意儿！笑什么笑？就算是糖葫芦，也照样打你！你个废物竟敢瞧不起我们！尝尝我这万年玄铁打造的流星！糖葫芦剑法之，今天一定修仙！我的锤子呀！他这剑到底是什么做的？怎么什么都能劈开呀？我管他什么做的，按计划行事。石玲玲，那个废物，有本事就追过来，干掉我们啊！别跑！这孩子倒是挺像树小成的脾气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真不错。哼，看来不用我出手了。给我站住！师兄，这废物的武器太猛了，我们根本挡不住啊！大爷的，说好了用这边的大妖对付他呢，这儿怎么一个妖怪都没有啊？别跑！大妖来了！废物，你玩死呀！可恶！大强，一只癞蛤蟆也敢在本尊面前叫嚣！对不起，大佬，我错了。大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陈不放心，让我跟着你。真的吗？我下山时他都没来送我，我还以为他不在意呢。怎么又来一个妖怪？而且这妖怪和石玲玲关系好像不一般。一个石玲玲就够呛了，再来个大妖，不行，打不过呀！别慌，你看那儿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应该是用来镇压大妖的灵阵，灵力充沛，专克大妖。倘若我们能从中借出些许灵力，灭掉这2只大妖，我们明月山庄就是此次灭妖的头筹，还能顺便解决掉石玲玲那个废物。就按师兄说的办。乾坤剑法，明月交辉。处长，好像是沼泽那边传来的响动，一定是有人动了中期阵法。处长，属下这就带人。不必了，法阵不毁，如何除妖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好强的灵气，不对，是好重的妖气。是他们在搞事情，快阻止他们！好深奥的法阵，我感觉身体里有源源不绝的力量。住手！小心！不好，这家伙被附身了。这妖气太重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……处长，已经控制住了。6处办事儿，闲人退散。怎么是老六这个玩意儿啊？他就是六师兄。去，把他捆好了，押送回去。是。哟，大强，好久不见啊！哼，谁想见你？六师兄好。这就是二师兄带着的小师妹啊！听说二师兄对小师妹很关照，想必这趟出行，二师兄也一定跟来了吧？为什么一直强调二师兄？小陈，快出来！这么大人了，别玩躲猫猫了。这趟是我自己出来的，二师兄不在。啊！我都这么记他了，他居然都没来啊！可是师兄你邀请的明明是我啊！哎呀，事关家国生死啊！这老二到底死哪儿去了？怎么还没到啊？
老子不会法术，连个分心符都用不了，气死我了！要不是那死老六，我根本不会来这鬼地方。包你个头啊！等会儿就把你毛拔了，祭奠老六。二师兄小剧场，鉴定一下网络热门妖怪。这是筑基期大妖，这是通灵境大妖。这个呢？这是因为调修连续加班9天，怨气足够养活10个邪剑仙的社畜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请二师兄来4象如意阵仪式坐镇的，毕竟这里封印的是南域妖王。妖王，这玩意儿的实力都堪比渡劫期了，但他没回信儿，我就知道他不愿意来，所以我邀请新入门的小师妹过来，想用激将法逼束小城现身。原来你不是看我有天赋才邀请我的，不过好像激过头了，他彻底生气不来了。所以其实我只是你们 play 中的一环吗？连刚入门的小师妹都利用，真不要脸。情况特殊嘛，不过就算现在束小城没来，我也已经做好了2手准备。刚出世的妖王本体虚弱，所以他必定会找人附身，被附身者并不会继承妖王的实力。只要趁此机会把宿主控制住，妖王就逃脱不了了。之后再用符箓抑制妖王的妖气，处理好妖王后，也不会对这小子产生什么影响。所以仪式开始前，我命人给好几个打探情报的家伙提供了沼泽的位置，就等着有心术不正的那个人来当容器。打不过妖王，我还打不过这群菜鸡吗？真老六啊你！六师兄好算计啊！这叫计谋，学着点儿。什么情况？都给我死！糟糕，翻车了！一群废物，这都挡不住。处长，你说的轻巧，这可是妖王啊！刚才是妖王分出一道妖魂，假装附身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他等本体肉身修复好了才出世，也不知道赶不赶得上这个月的医保报销。不过，妖王这么大个儿，炸成烟花，应该也挺壮观的吧？有贤者也好，我拿你来滋养本王的妖魂。不好意思，丑剧了哈。你的这些攻击对我来说根本就是隔靴搔痒，毫无意义。小笨蛋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家攻击还没个2段模式啊？停了吗？你小子有点东西啊！哼，我只是元婴期，又不是束小城。你们觉得我有可能单杀渡劫期的妖王吗？愣着干啥？快跑啊！六师兄，等等，别过来！小小元婴，倒还有些自知之明。这是又一个妖王吗？恐怕这才是他的本体真面目。这下玩脱了！把你们的灵气全都奉献给本王吧！我那嚣张狂妄、至死精明的一生，不会就要这样结束了吧？好险！六师兄，刚才是你挡下的攻击吗？我没，那个水球是小师妹的隐藏能力。六师兄，你快看！想指示吗？是像这样吗？什么东西？二师兄，
哇，你可终于来了！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。啊，还挺好用的。何人挡我？找死！什么？你做错了2件事：第一，不准动起风谷唯一的小师妹；第二，白来只能被我打死。原来二师兄一直在背后跟着我，默默保护我。唉，我就知道有萌萌哒的小师妹在，老二不可能不来。疯子啊，嗨，你说重铸灵根的那个呀？我出门太着急了，忘带了。好吧，原来不是因为我。嘿，你先把这妖王解决了，我等会儿带你回监察院拿。好，那我等会儿再来。别呀，老二，你最识大体了。可恶！你小子竟敢偷袭本王！本王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他又来了！我去，老二，你惹得你要解决啊！都给我死！房子在这儿。本妖王也要让你尝尝聚气背后被人袭击的。不是吧？二师兄一拳就把妖王打飞了。唉，基操而已，你还多习惯。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却能3番2次伤我，是我小瞧你了。打个架，废话这么多。修为如此之高的修行者，体内的灵气正好为我所用。打架能不能有点创意？动不动就封灵力，无聊。不知，这可是千年噬灵阵，不仅会封住你的灵力，更会吞噬你的灵力，让你痛不欲生。哦，下雨了，要收衣服了。六师兄，我们真的不用上去帮忙吗？那妖王要抽取灵力，可是树小城他……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办！你的所有灵力都将成为本王的养料，祝本王大平久！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不对，你破开了我的千年噬灵阵！我刚刚就在发愁不能近身，你倒是主动送上门了。不对，你身上怎么没有任何灵气波动？你居然是个凡！这个凡人怎么会有如此实力？该死，一定是本王力量尚未恢复，才会落得如此大辱。等我养好伤回来再……这该死的凡人，本王日后再找你算账。你又来！起风谷秘法第一式，天狗降魔。你真魂被打碎了！这不可能！本王竟然被一个凡人打败了！本王不甘心啊！瞧不起凡人，现在就捏爆你！住手！这内丹得留着。我留它干什么？你看看方子就懂了。妖王内丹是重要材料，要是毁了，你的灵根就真没救了。啊，想重塑灵根，必须先聚气，再炼骨，后塑魂，最后铸灵。首先需要用妖王内丹、凝神泉、七叶灵芝和龙爪花炼制成聚气丹，然后找灵气最盛的地方服下聚气丹，聚气即灵，让体内灵气充沛，再使用天宝宗的化骨啸日诀更改自身筋骨，这样才能接受塑魂炉的锻造。塑魂炉可以由内而外的改造修行者的魂灵，让其体质能够诞生灵根，从不可能变为可能。等一切基础都做好了，就可以使用终极神器太白尺，为修行者铸造灵根，登峰造极，有点道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跋山涉水苦苦求来的方子，不用太感动。所以我说过，
你只能被我打死。没错。六师兄好惨，别打脸！但他也挺活该的。你大爷！确实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些年来，师傅和师兄们都尝试给你直接造一条灵根出来，但每次都失败了，是因为方法不对。只要做足了准备工作，那制造全新的灵根应该就万无一失了吧？你这玩意儿保真？这方子藏在监察院的绝密藏书阁，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借出来的，绝对保真。你有这么好心？大家都是师兄弟一场，怎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？大家都知道，你最大的心愿就是重塑灵根去修仙。二师兄所愿就是我之所愿，启风谷上下之所愿，甚至监察院所愿。而且这承载着师父对你的谆谆教诲。哎，停，别念了。你需要的药材、法器之类的，我都探查好了。我过2日就启程，帮你把那些东西都寻回来。我怎么能确定你是真的帮我，而不是整我，拿我当试验品？信不信随你啊，反正二师兄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嘛，万一成了呢？不要麻烦了，我自己去找。唉，整个大周国只有7宗联盟的望月阁才有龙爪花。哇，你可千万别去招惹7宗联盟啊，他们实力高深莫测，连我们监察院都轻易得罪不起啊。你说完了，我早就招惹过他们了。唉，我勒个乖乖哟，总算打发走了。处长，你又骗人了。什么叫又啊？我看老二挺闲的，就想借他之手去敲打一下7宗联盟。我回来拿东西，那个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给舒小成的那个方子是真的，但我也不知道那些材料在哪儿。放心啦，六师兄，我不是背后乱嚼舌根的人。六师兄之前也算舍命救过我们，这秘密我就替你保守好了。这是什么贴心小棉袄？还是师妹好啊？不过，要是六师兄死性不改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不小心说出来了。啊，歪了！这孩子彻底让舒小成养歪了。舒小成，你罪大恶极呀！到了，前边就是望月阁的花田了。老六难得靠谱一次，指的小路真是又快又准。我说，咱们之前可是把望月阁的那俩傻缺痛揍了一顿，人家要是不想给怎么办啊？望月阁有一整片龙爪花田，他们要是不愿意，我偷偷摘一朵，估计也不会被发现。可是二师兄，这种地方一定会有很多高手看护吧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所谓兵法。我的花呢？我那么大一片龙爪花呢？家族法规不可更改。爹，你今天还是得按规矩行事。哥，你又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，规矩是死的，难道人也是吗？爹，我作为一家之主，总得为你着想。是不是我花300万元时买回来的茶杯？把龙爪花给我交出来！那么大一片残骸，你看不到吗？龙爪花都被我爹给收了，我的悲剧啊！你们手里没有？没了。种子呢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种出来！只有我爹会种龙爪花，我们还没学会。造孽啊！300万元时啊！二师兄撑住啊！不对，你是谁？竟敢擅闯我望月阁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放肆！我乃你父亲挚友的爱徒，启风谷代掌门束小成，是我师父他老人家特意让我过来看望令尊的，你们却要把我赶出去，难道这就是你们望月阁的待客之道吗？瞎话张嘴就来，都快赶上老六了。爹的挚友启风谷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你师父是哪位啊？
张伯、刘大爷，还是李叔？没错，我师傅就是姓李，他老人家的行事风格你们也懂，没听说过我很正常。哦，李叔话少，也确实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。得罪了，既然是李叔的徒弟，那确实是贵客了。快请上座。上座就不必了，我师傅有事急需龙爪花，你们赶紧带我去剑令村重种龙爪花。这个，父亲病重，怕是不好见客。既然你是父亲好友的爱徒，见一下也无妨。不过，我得先和内门长老知会一声。这么顺利？家父精神失常，烧了花田后就一病不起，昏迷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多。没事，还能记得怎么种花就行。你个小贱胚子，偷偷摸摸的，肯定没干什么好事。吵吵闹闹的，干什么呢？少阁主恕罪，都怪这小贱胚子冲进了冲霄楼，坏了祖宗规矩。少阁主，我真的只是不小心进去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。哦，脱去兽场卫郎吗？不要啊！请少阁主定夺。祝福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你一言不合就把人拉去卫郎，太迂腐了。刚才不是大哥口口声声说要按照规矩行事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？什么规矩比一条人命还重要？这是从望月阁建立之初就有的规矩，没有例外。哦，那冲霄楼是什么地方？这么森严？贵客有所不知，冲霄楼乃是我宋家的风水宝地，在满月之夜踏上楼顶，可以集月华之力聚气修炼。因为这是罕见至纯的气力，正好配合本阁内功进行修炼，所以冲霄楼从来不准外人进入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是祝福的成人礼。成人礼的仪式之一，就是要去冲霄楼进行修炼。若有人闯入冲霄楼，破坏了仪式，自是不能轻饶。二师兄，他也太可怜了。你看我师父和你爹也是老朋友，能不能……好说，那就看在启风谷的面子上破个例，这次我就不追究了。爹，李叔的徒弟来看您了。不是吧？他好像真的快不行了。唉，抱歉啊，我父亲实在是病重，连祝福的成人礼都没法主持。不行，得亲自把脉确定。爹，按理应该等您好转了再亲自主持，但事到如今，已经不能再耽误了。儿子不孝，只好代替您为祝福行礼了。老阁主一定会尽快好转的，我师父还等着您一起喝酒去呢。叔兄，如今父亲的情况，叔兄你也见到了，龙爪花，我等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没事，只是我来一趟也不容易，不如让我等在这里住几天，就当旅游散心了。贵客前来，我岂有不招待之理？叔兄尽管住。那就多谢温暖兄了。二师兄，龙爪花都没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留在望月阁啊？万一他们有私藏呢？而且刚才他们不是说过，那冲霄楼能聚气吗？咱们今晚就夜探冲霄楼。二师兄，偷闯别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这可不是偷闯，而是以身正道，亲自验证那冲霄楼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。你再瞎编。找到了，哥，就是他们。怎么是你？好巧啊，他们两个是四象如意阵仪式上的。谁来着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这目中无人的狂徒，居然敢忘了我们兄弟俩！你记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，揍过，手感挺熟的。你记住人都是靠手感吗？哥，你没事吧？唤醒了他的记忆，练头不算什么。抱歉，是我们冲动了。我叫没对象，他叫没有钱。你救了我们的小妹没想好，我们只是想当面道谢。你们望月阁所有人取名都得搞谐音梗吗？要道谢找他吧，
和我没关系。要不是找龙爪花，我才懒得管闲事呢。你也是来找龙爪花的？花田都被老阁主烧了，是真的一株都无了？也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别人？有啊，花田刚烧那会儿，有人来问过，然后他就去追查那个南蛮人了。什么南蛮人？之前阁里来了一批仆役院工，其中有一个脸上还有南蛮那边的刺青。老阁主病倒以后，这南蛮人就消失了，非常可疑。南蛮南越国的人擅长御蛊、炼毒、制药，和妖族关系甚好。如果是他把老阁主搞得精神失常，好像也合情合理。望月阁得罪过南越国吗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盯上我望月阁的功法秘籍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二少爷，刚刚饶你一命，你现在又和外人嚼老阁主的舌根，不想活了？二少爷息怒，我们不是……真巧啊，二少爷，刚刚是我找他们打听怎么进冲霄楼呢，正好你刚说，要不你来指路呗？一个是少阁主，一个只是二少爷，哼，有意思。进冲霄楼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难道忘了我们今天说过，禁止宋氏血脉以外的人进入，违者格杀勿论是吧？可现在不就有个例外了吗？他破的例，凭什么我破不得？放肆！宋温暖把你当贵客，我可不会，我根本没听父亲说过什么老李。这家伙混进望月阁，还张口叫龙爪花，根本就是没安好心。徒手剑，怎么可能？夜深了，睡觉。可是二少爷，他居然说打就打，咱要不要喊人啊？还能立个功。可他太强了，咱们也惹不起啊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啊，好霸道！妈妈，我好像恋爱了。走，让他冲霄楼。可是师兄，你刚刚把望月阁的二少爷给打嘞，望月阁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吧？这俩兄弟的关系才不会好到哪里去呢，说不定宋温暖还要感谢我们帮忙教育弟弟。距离宋祝福的成人礼开始还有半个时辰，咱们速战速决。望月阁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的二少爷被揍晕了吗？这里居然一个守卫都没有哎！哇，这里也没人啊！啊，风景真好看。这月亮似乎唤醒了本尊的一些原始冲动，比如天狗吃月，不是，是对月狼嚎。举起！哇，你要不歇会儿吧？不要狗叫！二师兄，那后面有人的手！闪开！老阁主，有人来了。你们，哟，醒得还挺快啊！好家伙，这4个长老一模一样，可是剑魔偷懒呢。无耻恶徒！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你们，可你们竟然打伤我弟弟，闯我冲霄阁，甚至觊觎冲霄楼的功法秘籍，杀了我父亲，简直是罪大恶极！你指责我之前，要不先把你爹的尸骨收敛起来？我看他死挺久了，怪冷的。啊，二师兄，你别再火上浇油了，赶紧解释啊！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人家直接认定咱们是凶手了，多说无益。来人，把这几个大胆狂徒抓起来，关进大牢！可恶，要不直接打吧？咱们启风谷的规矩，能动手就少说话。就是干他！啥时候有这规矩了？别乱动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就没受过这种委屈。一定是那个宋祝福干的，他把自己的老爹咔嚓了，栽赃咱们。不一定哦，我看那个宋温暖也很有问题，他刚才就认定是我们干的，好像他会提前预知一样。尸体都被咱们找到了，他这么想也正常，肯定是宋祝福。可是宋祝福的手被二师兄打断了，打碎柜子的那道契机应该不是他。二师兄，你说呢？觉得呢？二师兄这是真困了吧？不，
我觉得他就是欠。来人了，快出来！时间紧迫，动作快点，别被人发现。你是来放人的？错，我是来劫狱的。你把我们关起来，现在又要劫狱？是啊，你学川剧的吗，变脸大师？你们误会了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其实刚才我是在演戏，因为我怀疑是宋祝福杀了父亲，但我空有推测没有证据，所以无法当面指责他。而且他在望月阁里很有威信，阁中上下都听他的吩咐，连2大长老都站在他那边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很有威信，就他？望月阁看似平静，实则各方势力暗潮涌动，诡谲凶险，这是你们这些外人看不出来的。宋祝福野心很大，他一直想继承阁主之位，但我是长子，父亲注定要把位置传给我，所以我猜他一定是心生怨恨，这才杀了父亲吧。好耳熟的剧情，隋炀帝弑父杀兄是吧？所以我不能轻易和宋祝福翻脸，刚才也只能顺势而为，假意栽赃你们。叔兄，请你们帮我制服宋祝福，告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。什么？叔兄，你不是一直在找龙爪花吗？其实我这里还私藏了一种，只要你帮我，我帮你教育弟弟。你们果然是一伙的，今天我就要除掉你们这群恶棍，为我父亲报仇。哟，人来齐了，那就开始了。开始什么？叔兄，别说了，直接动手啊！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最后一株龙爪花在我这儿呢。放心放心，大弟弟，我很在行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咱们得先猜个谜。你们猜猜，这老阁主究竟死了多少天了呢？父亲白天还好好的，不是被你……白天我去看望老阁主的时候，就感觉不对劲了。病床上那个虽然是人形模样，但毫无生气。于是我猜测，是有人用术法将人偶变成老阁主的模样，以此来混淆视听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二师兄要给老阁主一个大拥抱，但是被宋温暖给制止了。难道是？不是的，我只是希望父亲能好好休息，也不想把父亲的病气过给了叔兄，所以才不让叔兄碰父亲的，不是我。温暖兄别慌，听我说完嘛。我曾在冲霄楼上也观察过老阁主的尸体，他的手腕内侧有大面积的划伤，隐约能从伤口处看出有3颗星星。南蛮南越国特产一种毒草，名叫7星连珠。中了这种毒的人死后，每天手腕上都会出现1颗星星，总共7个，因此而得名。就老阁主的情况来看，他离世已经3天了。听说之前望月阁里恰好来了一个南越国的人，你们查一下这个人是谁带回来的，凶手估计就8、9不离10了。我可从未去过什么南越国，可是把这个南越国人带回来的管家正是你的手下，阁内杂役全都登记在册，你抵赖不了。这南越国的人在老阁主病倒之后就消失不见了，不是畏罪潜逃，就是被人藏起来，防止暴露。我猜他原本是想毒杀老阁主，但老阁主内力深厚，抵挡了毒素，没有当场死亡，只是突然发疯，随后烧了龙爪花田。等等，就是说龙爪花田被烧的和你有关是吧？你听我解释，就有私人恩怨了。最后一只龙爪花还在我手里呢。宋温暖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狠毒，杀我不成就转对父亲下手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们可是亲兄弟，我怎么会杀你呢？阁主之位，打起来！你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剧场开始了。只要成为阁主，就能获得冲霄楼幻境里的传承一飞冲天。这些年，你用各种卑鄙手段铲除异己，望月阁里死在你手上的人不计其数，就连我，身为你的亲弟弟，也险些遭你毒手。若不是有长老庇护，我早就死了。那他老老实实等你爹敲辫子不就行了吗？他可是长子啊。师兄，你注意一下措辞啊。本来是这样没错，但父亲似乎看出宋温暖心术不正，所以他老人家这些年来有意栽培我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继承阁主之位的人应该是我，而非宋温暖。一个次子凭什么继承阁主之位？父亲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有意栽培你！要不是那几个长老一直护着你，我早就杀你几百次了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所以今天的成人礼，
是宋温暖害你的唯一机会。可惜，不对，应该说幸好被我搅黄了。宋温暖为了阁主之位弑父，但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，只会让他彻底与那个位置无缘。所以他一边营造阁主还活着的假象，一边寻找替罪羊。但宋祝福身边一直有长老护着，按照望月阁的规矩和传统，成人礼之日，宋祝福只能一个人进入顶楼。正解，可惜宋祝福被我揍了，而我刚好擅闯望月阁，搅乱了成人礼，间接救了宋祝福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也省得我再装了。今日你们谁都别想离开望月阁！宋温暖，你个卑鄙小人！祝福，先等等看。师兄，咱们要不要去帮忙啊？这兄弟俩积怨太深，如果今天宋祝福不能打赢他哥，那他这辈子都要被压一头。忘了我怎么教你的了？可是宋祝福今天刚被你揍了，而且还被偷袭受了伤，这肯定打不过吧？放心，大不了我再把孙温暖也揍一顿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。邀月掌会让你得逞的。对，纵使你没受伤，境界也在我之下，还想徒手借父亲秘传我的邀月掌？完蛋了！那师兄，咱们要不赶紧帮帮宋祝福？邀月掌！二少爷居然赢了少阁主，而且二少爷刚刚使的掌法和少阁主的好像。你以为只有你会邀月掌？父亲早就传授于我了，只是没想到，我居然将邀月掌炼化到了银月的境界。我打宋祝福的时候怎么又没收住力啊？原来师兄说的完蛋了是这个意思。难道说我功法的提升和你们有关？我二师兄很强的，他之前一拳就让我到炼气5层了。这是你们启风谷独特的修炼方式吗？虽然听上去很离谱，但我不仅伤势康复，修为也真的提升了。那能不能再打我一顿，直接让我飞升羽化成仙？我自己都没成仙，你倒是会蹬鼻子上脸啊！师兄，正事要紧，宋温暖可是毁了大片的龙爪花呢，咱们还有私人恩怨没解决呢。按照你原本的计划，一手操办了这次的成人礼，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老阁主的尸体提前藏在冲霄楼，只等宋祝福过去后，他再带人恰好出现，碰巧发现尸体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把老阁主的死栽赃给宋祝福了。哦，但你们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。等一下，所以你连这一层都想到了吗？拜托，这种宫斗剧情稍微想想就能推测出个大概了。那你干嘛还要留下来趟浑水？还不是因为带着你们两个废物不好跑路啊，只能按兵不动了。这还不死心，想留下来试试冲霄楼能不能聚气吧？你居然愿意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，成为宋温暖的替罪羊。别自作多情，本来这冲霄楼我就是非进不可，捞你只是顺带。果然，而就是我这顺带一捞，宋温暖便调整了计划，打着节约的旗号，用龙爪花来拉拢我对付宋祝福。可我束小城是为了区区龙爪花就违背道义的人吗？树兄，我是温暖兄，晕车吗？不，我就知道。这个距离差不多甩开了。哎，醒，龙爪花呢？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别废话，按照之前说好的，我救你，你把龙爪花给我。事到如今，你以为我还会同你合作吗？你分明就是和宋祝福沆瀣一气。你在教我做事？那个花被我藏起来了，您跟我来。二师兄真的会为了龙爪花帮助宋温暖吗？不然呢？他来这一趟的目的是找花，又不是来解决家族纠纷的。树兄，不，树小成大人，您稍作等候，我去把龙爪花拿出来啊。那龙爪花何其珍贵，我便把它藏在了暗格里，好生保管。
叔兄，你快打开看看，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吗？切，我还以为你有多聪明，没想到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老子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爪花，现在你已经中了南蛮特制的曼罗毒，运气必死无疑。找死！不可能，你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？老六的补品吃多了，早就免疫了。不过宋温暖这一次好像真的把二师兄惹毛了。我束小城只能被一个人骗，而那个人我不能杀，所以你必死！可恶，桑乔，你还不动手？怎么忽然这么多毒蛇啊？这些可不是简单的毒蛇，似乎还有阵法的加持。那个隐匿的南蛮人终于敢现身了。桑乔，杀了他们！哼，二师兄，我们也来帮忙。不对，这蛊虫，一群蠢货，在我这鬼毒阵里，蛊虫是不死的，而且他们会无限再生。你们越打，他们反而越多。那从源头解决，把失阵的人宰了就行了。宰我？你过得来吗？不是，太好了，这下没人拦路，终于可以去冲霄楼获得。桑乔，这次跑不了了。这群检察院的跟屁虫怎么回来了？哼，就凭你也想抓我？下辈子吧！上钩了。不好，那个凡，有本事把话说完呐！二师兄啊，你还是那么强啊！谢谢你的药啊，这鬼毒阵真是烦死了。哇哦，师傅哥哥们也太厉害了吧！更帅的在那儿呢。这可是七师兄特制驱虫药，我出来之前专门向他讨要的，效果当然好。二师兄，这位是……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启风谷景胜的良心，你的八师兄杜玉书，现在在监察院5处任职。5处俗称猎人，专门对外侦办各种与妖族相关案件。你好啊，小师妹。监察院，那不就是白来师兄的？哇，八师兄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他这是老毛病了，只要听到老六的名字就会犯胃病呕吐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次见面就在小师妹面前，失态了。六师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孽啊？习惯就好。叔兄，我就知道，你果然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。你们再来晚一会儿，都可以吃早饭了。我们赶来的路上，正好遇到监察院的大人亲临望月阁办案，听说他们也是来追捕那个南蛮人的，还与叔兄你熟识，所以我瞬间就懂了。啊？你懂什么了？懂你的计策呀！你一定是故意打我，借此骗取宋温暖的信任，同他周旋，再同外面的各位大人里应外合，把宋温暖和那个南蛮人一网打尽。你想多了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老八会出现，我只是想拿了龙爪花以后顺便揍宋温暖一顿再走人。话说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习惯就好。我正在查一个案子，桑乔是重要嫌犯。前几天我一路追查而来，正好掺和上望月阁的事件。因为听说二师兄你需要龙爪花，当时我还想着顺路讨要一朵，结果他们说龙爪花都被烧了。前段时间打听龙爪花的是你啊，那你怎么没有留在望月阁呢？别提了，桑乔用错误的线索混淆视听，导致我们以为他早就出逃了。幸好迷途知返，还遇上宋祝福他们，听说了二师兄你的事迹，这大概就是缘分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小子天天跑外界，要不你替我问问，这大周国啊，不，这整个九州大陆还有哪有龙爪花呢？二师兄，别这样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以权谋私是不可取的。糟了，都大人，宋家长子突然变成这样了。蠢货，
你不是自称一眼就看穿了老阁主的真相吗？怎么这次没识破我的傀儡术？切！没了龙爪花，可我还有聚气大计啊！大强，去冲上楼！今夜我树小城必创造契机，一夜飞升！这法阵，阁主之位是我的了。你再跑啊！跑？蠢货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经把阵法启动了。片刻后，望月幻境开启，我就能获得望月阁的强大传承了。你的资质比宋祝福差多了，老阁主也不关照你，凭你还想开启法阵？我看根本就是放狠话吓唬人的吧？你懂什么？你可知我父亲为何烧毁龙爪花田？因为那是开启法阵的祭品。这家伙果然私藏了，小程，快去揍他！玄机不是龙爪花，而是他的血。你那南蛮人应该帮了你不少吧？他确实是一枚优秀的棋子，若不是他帮忙破解了家族典籍上的符文，我也不可能得到这个用血开启幻境的办法。来了，幻境要开启了，传承是我的了！望月幻境，先祖的传承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！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嘛，宋兄。放手！区区凡人竟敢耽误我的大计！你再说一遍，走你！哦，看来没危险。好，警报解除。加油啊！包他！二师兄，树兄当心，那是望月幻境！二师兄，可恶！树兄一定是以身犯险去追捕宋温暖了，都怪我们来得太迟。二师兄有那么正面吗？等他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是。该死！等我出去以后，一定要把那个家伙给……喂，小鬼！你怎么也进来了？真当我傻看不见你利用傀儡逃跑啊？我不过是在等你启动法阵，借你家的传承，寻找聚气之法。就凭你，还想夺我宋家传承？做梦！一月斩！你这邪门歪教的招数挺多呀，学歪了吧？妖月！这套招数我都看腻了。啊！可我何人在此搅扰我清静？能进入此幻境的，皆是我望月阁的传承人。那么今日来的，想必也是。太爷爷，是我呀，我是温暖呀，可终于见到你了，太爷爷。干嘛用色眯眯的眼神看我？哎呀，如此这般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不愧是我宋家后人啊！太爷爷，你认错了，我才是望月阁的传承人，我是宋温暖啊！别乱认亲戚啊，我可不想当孙子。就是，您看他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是混杂东西？看这少年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显然他才是我宋家后人，哪像你，臭得老夫心惊胆战！啊，来，让老夫看看你机缘如何。说了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若是机缘到了，便能获得我宋家传承，聚气一飞冲天。知道了，太爷爷，您老赶紧开始吧。混账老糊涂，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我宋家血脉，我才是真正的宋家后人，更是如今的望月阁之主。是我用宋家血脉开启了法阵。你既然是望月阁之主，那就应该能用正常方法进入幻境，为何还要以血起阵？就是，我们宋家才没有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。我这是……你走吧，用邪术进来的人，从今往后与我宋家传承再无半点关系。
我现在要好好陪我的小太孙。就是，别影响我太爷爷办正事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进来了，传承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呀，好太孙，让太爷爷来摸摸脉。好激动，要修仙了，要长生了。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啊？这老头子在蒙我吗？太爷爷，我这机缘怎么样？太孙，你这机缘可不一般呐！你拥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实不相瞒，我是蓝星穿越过来的。本来还以为自己能开金手指当龙傲天呢，结果不是蓝星，而是一个充满雾气的世界。雾？没错，灰蒙蒙一片，混沌未开，就像是笼罩了一层雾气。难道他说的是雾霾？太爷爷，我来自哪儿，拥有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传承。人若是不知自己从何处来，要往何处去，又如何能破道阻，通天道呢？我来自蓝星台川修仙界，想修仙长生不死，这些我都知道啊！你们这些世外高人就不能把话说清楚吗？好太孙，时机到了，有些事自然就该知晓了。比如现在，你且看他，传承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。他咋了？这孩子机缘未到，却想要强占传承，因此道心不稳，走火入魔了。这就是你现在该经历的机缘。溜了，拜拜！啊！喂，我陈老二，你就这么把麻烦丢给我了？你好歹把传承给我再走啊！可恶！你这无耻恶徒，抢了我的传承，我要你偿命！我之前还没抢呢，不过现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抢了。给我死！孩子，迷途要知返啊！七风谷拳法第2式，人格修正拳。顺子，过。我照。不错，这2下子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啊！哼，回来了，我的机缘呢？你把该立的磨难历练了，我自然要来送你机缘传承呀！好太孙，你可要接好了！你这次要是骗我，我送你去见你太爷爷。灵气，修仙，在哪儿呢？莫急，给他点运转的时间。记得把灵力运转至右拳。难道这就是灵力？这么说，我可以修炼，可以长生不死了。此乃仙法望舒七伤拳，拳法威力巨大，还有益于修行，可事半功倍。太爷爷，您是我的神！喜欢就好。顺便提醒一下，这套功法只能在这个幻境里使用。喂，因为我这套拳法跟不上时代，退环境了嘛，所以你拿出去也没用。没关系，我不出去，就在这里修炼到飞升，正好可以陪着太爷爷聊天。有道理啊！太爷爷，事不宜迟，继续帮我修炼吧。好嘞，你太爷爷我呀，现在就送你出去！老头，你耍我！不是太爷爷不留你，是这秘境到期了，你得去续个费。好想找个姓宋的，干他一顿！二师兄，你出来了。情况不对，这绝对是你了！
宋文暖这蠢货果然搞砸。也罢，最后还得靠我收拾残局。这些天我在望月阁里埋了不少蛊虫，只要吹动竹哨，就可以将它们一起引爆。到时整个望月阁都将炸成碎片，而我会靠特制的蚕茧蛊全身而退。揍个人都不痛快。好吵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蛊虫呢？进入望月阁时，我就发现了这里埋了很多蛊虫，以防万一，我已经带人将那些东西全部清理掉。如今，你不管使用什么妖法，都不会有效。我自知资质平凡，没有二师兄那么强大的实力，只能用后天的努力和细心去弥补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让二师兄没有后顾之忧。停！说的这么伟光正，总感觉衬托的我像个带恶人。你也知道啊，卫灵根出身的我，也要向八师兄学习，用后天的努力和细心去弥补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让二师兄没有后顾之忧。好了，你人也抓着了，我花也没了，这地方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走了。叔叔这就要走了吧？你又要搞灭呀！如今父亲已逝，望月阁易主，需要有人一扫阁中整科宿疾，带领望月阁重回正轨。那个人不就是你吗？你爹死了，你哥疯了，你就是现任阁主啊！相比父亲，我还差得很远。要是龙爪花还有，我能进入幻境获得传承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可如今我什么都没有，如何服众？恳求叔兄留我望月阁，当我望月阁的长老，助我重振望月阁。哇，二师兄要当长老了！你边去，别影响我聚气的步伐啊！你身为阁主，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应该要面对的磨难。更何况你以后要遇到的麻烦事儿多了去了，比如有人不服你，直接造反；有人表面听话，背地里各种捣乱下绊子。还有别的宗门看你好欺负，趁机过来闹事儿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再说下去他都要人生无望，直接去世了。贵客舒小成大人在吗？哎，没想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来找舒小成大人道谢。之前不是道过谢了，怎么还来？二师兄真是个木头，人家这是看上你了，找机会见你呢。看这架势，大概是想以身相许。听说舒大人在找这个，幸好特意送来。龙爪花！啊！龙爪花！这个人，你报对了，你这龙爪花是哪儿来的？我之前捡到一株枯萎的花，因为我修炼的功法是让植物生长，所以我把花带回去，想着泡水里应该还有救。结果花活了以后，我才认出来这是龙爪花。我怕其他人误以为我是私摘龙爪花，担心受罚，就偷偷藏起来养着了。结果偶然听说你们需要这个，我就……你这是做了好事，怎么会罚你呢？我感谢你还来不及。这是望月阁的花，快交给我这个做阁主的，让我来开启幻境。等等，这花是他给我的报恩，不能给你。树兄这般神通广大，要这个干嘛？我这边比较重要，先给我。为了我的修炼飞升大业，我都等了10好几年了，先给我。树兄，这里是望月阁，我这个少阁主说话还是比较管用的。上任超过3分钟了吗？更何况你之前还要把人家小姑娘拖下去喂狼呢，你好意思找她要花吗？我那是试探你们的品性，所以后来我才那么信任你们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因为我更急。真没出息，我都不那么吵架。这两人真是幼稚。你既然能救活1朵龙爪花，能让龙爪花田都恢复吗？不行，我的能力太弱了，没办法恢复那么大的花田。八师兄，总不能让他俩一直这样打下去吧？是啊，再不阻止的话，宋祝福也要被你二师兄打死。二师兄，这里好歹是人家的地盘，你就算抢，拿也得找个理由服众吧。我抢就抢了，难道还需要理由吗？哎呀，我这趟是出来公干，
二师兄为我的前途着想一下吧，我还得努力升官，帮你对抗六师兄呢。真麻烦。我是不会把话让给你的。其实，你太爷爷在幻剑里面说过这样一番话。太爷爷，他说了什么？他对我说，等出来后，要对宋家真正的家主说，为民自身，何叹机缘。啊，我不明白。你当然不明白，因为你总想着依靠幻剑传承、家族功法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。想想看，父亲治理望月阁，靠的是从幻剑里学来的东西吗？你太爷爷道法高强，难道是摆烂摆出来的吗？更遑论你们宋家先祖，他连传承都没有，是凭借他自身的努力才开创了这一大宗门呢。俗话说得好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后边不会了。我是说，这特殊的经历，或许就是你冥冥之中注定的机缘。树兄说的没错，但是这和太爷爷说的那句话有什么关系吗？太爷爷是希望你不要总想着依靠外力，而要靠你自身去创造奇迹。等你对自身有了正确的了解，属于你的机缘就会真正到来。可是，如果我没有成功呢？当你有了目标后，你要做的不是怀疑自身，而是认定它，并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。这样，等你回头望向自己走过的道路时，看到一路的繁花似锦，才不会后悔。为民自身，何谈机缘？原来如此，原来这才是幻境之中最大的传承。太爷爷，您的良苦用心，我都懂了。树兄，这龙爪花你就拿去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还是你这边更急一些。拿着吧，我现在不需要它了。太爷爷说的没错，我不能太依赖幻境传承。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带领望月阁重回正轨，甚至要做的比父亲更好。好兄弟这么想就对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终于到手了，这下离我聚气大业又进一步了。真有你的呀！随便编了几句话，把人骗住了。可我觉得二师兄有些话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也会更加坚定我的目标。看样子小师妹听进去了呀，不错不错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你们懂什么啊？我这叫话聊。大强，借你尾巴放点东西啊，别给我搞丢了。大强的尾巴是什么储物空间吗？对了，树兄，我感觉自己的修为还需提升，可否请你再帮我个忙，助我突破一下境界？好说好说，反正也就是揍你一顿，就当是报答你的龙爪花了。大夫说宋祝福骨折了，躺3个月就好，倒是没性命危险。二师兄，我还要把桑乔押送回去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那你在路上可把人看好了，我总觉得那个桑乔不像是会坐以待毙的性子。谢二师兄指点，我会小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既然龙爪花已经到手，那二师兄该去找七叶灵芝了吧？哦，听这口气，你有线索？算是吧。你们可以去缥缈宗找找七叶灵芝的下落。缥缈宗？极乐世界。二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再指导我一下？啊？指导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吧？怎么上赶着让别人揍我？我这不是想变得更强吗？这段时间咱们一直在赶路，我虽然在研究二师兄给的那本剑谱，但修炼之路上还有些不理解的地方，需要二师兄提点。更何况我们接下来要去的那个缥缈宗恐怖如斯，连二师兄你都害怕，我当然不能拖后腿，要变得更强才能成为你的帮手。我哪里怕了？别嘴硬了。之前老八建议你去缥缈宗的时候，你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就是，我那不是害怕，我这是洁身自好。是个男人。完了！我原本只是出宗打酱油，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有力的肉身。若是把你带回去献给宗主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你这妖女，放开我师兄！
小妹妹，拜拜喽！二师兄被传走了。别急，以束小城的实力，他们伤不了他的。还是晚了一步吗？兄弟，你哪位啊？在下沈清歌，敢问这位道友是？我是启风谷的师玲玲，这是大强，是二师兄的狗。你二师兄就是刚才被掳走的那人吗？这下糟了，我们得赶紧去缥缈宗解救他。你也要去缥缈宗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与缥缈宗有些过节，刚才也是一路追捕那妖女而来，未曾想到半路行凶，是我大意了。这缥缈宗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提起来你们一个个都如临大敌的？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缥缈宗可是恶名在外啊！这个宗门全是女性，擅长魅惑人心一类的邪术，而且他们的修道方式只有双修。就比如说你师兄被抓走后，肯定会被宽衣解带，然后扔到床上。对，我们家玲玲还小。总之缥缈宗很邪门，他们抓了男人双修后，还会把他们做成鼎炉，榨取其精血灵魄，甚至人肉献祭，可谓是邪恶至极。不对吧？缥缈宗好歹也是七宗联盟之一啊，他们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吗？我也是听说的。切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结果是造谣。就是，不信谣不传谣。哎，等等，就算这情报有真有假，你们师兄被拐走也是真的吧？你们难道不着急吗？算了，我感觉倒霉的应该是缥缈宗。嘿嘿，确实，咱们慢点溜达过去吧，说不定到了地方以后，束小城已经完事儿了。不行啊，就算你师兄实力很强，在缥缈宗也会翻车的。我刚才说过，他们会摄人心魄一类的术法，到时候那些妖女随便夺了你师兄的魂，让他言听计从，一切就都晚了。摄魂吗？也不知道师兄撑不撑得住。也不一定非要摄魂，万一他们说可以修仙，束小城就自动跳陷阱了。糟了，那确实有点危险。是吧？所以快和我一起去缥缈宗吧。等下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？实不相瞒，我飞行服用完了，跑过去怪累的。我看这位灵兽好像可以骑。上来，大强，靠你了，救人要紧。我是得道妖兽，不是坐骑啊！来都来了，也就是成个亲嘛。时辰到，恭迎宗主。我等了这一天很久，终于你是我的了。能快点吗？太快不好。那你轻点儿。二师兄，慢点！二师兄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女人，你们来干啥呀？你身边居然还跟了个女人！完了！他还打断了我最重要的仪式，我要杀了他！别发癫！她是我们启风国的小师妹，还有，因为你对小师妹和我的狗出手，所以你这仪式我不同意，断就断了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完了！束小城，你怎么敢打他的？这下他肯定要发飙了。是啊，完了。我怎么可以只打一下？妾身最喜欢你打我了，多打几下嘛，束小城大人。大强，你干啥？我看不见了。我错了。脏的成年人世界。我猜的没错，你们这些缥缈宗妖女果然要进行邪恶的献祭仪式。幸亏我们及时来了，不然这位启风谷的束兄肯定早就被你们……你放什么屁呢？这是我和束小城大人的成亲仪式，我没邀请你们，滚！啥？成亲？啊，我是不是要说二师兄新婚快乐啊？快了个锤子！没看到我被背在船上了吗？快救我呀！多年你可真是让妾身好等啊！今日同到今日，怎么必须洞房？都说了我没想成亲呢。二师兄，人家好歹是个女孩子，你这样是不是太……再大力点！如此惊人的力量，
妾身真是欲罢不能，不愧是树下城大人。讲道理也不行，打也不是，烦死了！喏，干啥？多伤耳朵吧，感觉这里每句话都少儿不宜。侍卫道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啥，就是我以前救过她，从那以后她就跟疯了似的想嫁给我，然后她属性有点奇怪，那种病娇还抖 M， 你懂吧？所以她看到有异性跟我走在一起就冒火，而且我越打她，她反而越兴奋，我真是没招了。冰窖、抖 M 都是啥啊？话说你有点眼熟啊。宗主你怎么来了？不可胡闹！我好不容易才盼到树小城大人来看望我，有些激动而已。这几天是宗内大事的重要日子，您身为宗主，怎能因为一些外人丢了体统，有失仪态？是。你谁啊？无礼！应当是老身问你们才是。你们是何人？敢擅闯我缥缈宗闹事？算了，懒得解释。我猜你们缥缈宗也算是出名了。我叫沈清歌，是天宝宗的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原来是天宝宗的少主啊！道友认得我？我不认得你也会认得你们天宝宗的化骨啸日诀啊！太好了，等拿到七叶灵芝炼丹后，顺便找你要个化骨啸日诀，把事情一块办了，省心。这就是缘分呐。七叶灵芝，你是为了这个来的？是啊，我本来想找你正经谈谈，但是半路上出了点意外。他想找我谈谈，他心里有我。我们今天就可以成亲，3年抱粮，一胎18宝了。总觉得一股恶寒。这可是缥缈宗的秘宝，岂能拱手送人？一个破灵芝而已，我送你便是。宗主，老师说过，您不可任性。师父，我好歹也是宗主吧，这点权利总该有的吧？反正那玩意儿放着也没用，还不如送给舒小城大人，让他了却心愿，也好表明我的一片真心。好，那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别反悔啊！哎呀，你可真是猴急呀！灵芝肯定会给你的，不过要等明天。真的？不过我需要舒小城大人满足我3个愿望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想好，等明天想好了再说。等等，取钱好熟悉，你想干啥？不可望月阁那些破事儿吧？这个嘛，妾身想要什么，舒小城大人不是最清楚了吗？救命啊！为了灵芝，你就现身吧。你这无情无义的狗东西！小师妹，师兄，为了修仙，就要有所觉悟，也要有牺牲精神，这是您教我的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明天我给你灵芝，你实现我3个愿望，不可以反悔哦。为了举起大业，我忍。哎呀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会吧，我再找个黄道吉日成亲。不成体统啊！慢着，你们缥缈宗诱拐其他宗门的弟子，将其炼作鼎炉，甚至拿去献祭，如此恶行，该当何罪？今日沈某就是来替天行道，向你们缥缈宗讨要一个说法。就凭你，若是我说今天你走不出缥缈宗的大门呢？沈某可不怕你的威胁。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走不出去，但是可以像狗一样爬出去。妖女看剑！这是把剑扔了。可恶，我怎么动不了？像狗一样爬出去。你们能考虑一下狗的感受吗？你爬的有点不标准啊！我还想找沈清哥借东西呢，这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人开口了。摄魂可是我们缥缈宗的独门绝技，无论境界多高的人
在强大的摄魂术面前也是不堪一击。但是前身的摄魂的舒小成大人根本不起任何作用，这是何等强大、何等惊人的定力啊！孩子在外面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请您狠狠惩罚妾身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小孩子不要听。哦，对了，还有2个，老规矩，你们给他们安排上房，好好招待这2位贵客。是。哇，上房，这是沾了师兄的光啊！我怎么觉得没这么简单？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吗？这上房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。看来那个宗主把你当情敌，正吃醋呢，所以故意给咱们下马威。哼，那我就苦练功法，成为比二师兄还要强大的人，这样他就不能随意欺负二师兄和我们了。孩子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好耳熟的惨叫啊！我也听到了，这声音好像是大师兄，快去救人！声音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。只能暴力拆除了。大师兄怎么会在这里？不知道啊，究竟是什么恐怖的生物能把渡劫期的老大给绑来啊？管他是谁，我们都要把大师兄救出来。二师兄说过，我们齐风谷要整整齐齐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大强，这地方怎么这么别致啊？没想到我会带玲玲来这种少儿不宜的地方。大强，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有人在叫，但又好像在笑。听我的，别看也别听，这缥缈宗没救了！太恐怖了吧！大强，我想回家。我也想，可老大还等着我们。大师兄的声音就是从这门后传来的，里面有很强大的灵力波动，连大师兄都应付不来的危险，会是什么？事已至此，听了。老大！不对，风清月的气味消失了。什么？大师兄！要为大师兄报仇！哎，小师妹，我还没死呢，差点交代在这里。他们都只是晕过去了，这些红的是胭脂水粉。好浓的香膏味儿，把你的气味都遮住了，难怪我闻不到。小师妹，你们怎么来缥缈宗了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对小成还真是艳福不浅啊！大师兄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阴阳离子下山采买，但他们迟迟未归，我有些担心，就出了门，不想一时疏忽中了缥缈宗弟子的摄魂，被他拐至此处。这摄魂可真强啊，连渡劫期的大师兄都挡不住。哼，这些女人怎么晕过去了？他们意图谋害我，你懂的，我就……我们来之前听到了大师兄的惨叫，这里是发生过什么危险状况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……大师兄你别怕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缥缈宗的人欺负。欺负啥呀？这些人都是他打晕的。哎，这家伙有轻微恐女症，看见成熟型的人类女性就腿软了，所以刚刚才惨叫的。这样啊？别老戳我老底。可是师兄面对我和五师姐很正常啊。哦，你还小，618嘛，不算人，他当然也不怕。他们想和我双修合道，一个个如狼似虎的，我实在应付不过来，情急之下就闭着眼睛把他们都打晕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，我还以为让沈清哥说中了，这缥缈宗真的有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呢。其实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。啊！我进入缥缈宗的时候，虽然心情紧张，但还是注意到这宗门内有某种邪气，尤其是那个宗主迎迎月，他身上的邪气最大。难道他真的用活人献祭，或是做炉鼎？不好，二师兄有危险！你先别激动，我想小城暂时安全。
而且这邪气也只是在他经脉内流转，并非深入灵根，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修仙者所选择的术法是和自己的灵根绑定共鸣的，灵根产生灵气作为修炼术法的基础，术法也会和灵气灵根相互影响。像你二师兄这种没有灵根的，半点灵气也无，所以不能修炼术法。哦。如果莹莹月真的修炼邪术，那这股邪气应该由他体内的灵根诞生，与其精魂灵魄共生，但如今只是萦绕在他浅层的经脉之中。意思是这邪术和他有关，但他不是主谋。没错，我本来想用神识扫描一遍，但这里有一个能量强大的结界阻挡了我的搜寻，而且这结界怪异得很，我找不到源头，甚至隐约感到某种强大的威压。还能有比你渡劫期更强大？如果只是普通的灵气也就罢了，但缥缈宗内的像是某种怨气。总之，这缥缈宗邪门得很，依我看啊，这里的水很深呐。既然大家都想不明白其中要点，要不我们去找二师兄商量对策？不行啊，他被银银月缠着，我们总不能当面对质吧？不打紧，等我安排阴阳离子暗中潜入。可是大师兄，阴阳离子不是丢了吗？忘了。你俩干啥呢？师叔救命啊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啊！死掉了。你俩的求生欲可以中和一下吗？哎呀，舒小成大人，这两个是妾身做下弟子抓到的，白白嫩嫩的，一看就很适合当系统。我看他俩是阴阳狗修炼成型，等我们成亲以后，拿他俩炼丹吧。不要啊！原汤化原石，不要在这种时候说冷笑话。算了，这俩玩意儿看着折寿，放了吧。都听你的。终于得救了！带我去吃饭。你刚刚不是还打算直接死掉吗？妾身先去换套衣服，舒小成大人要好好等人家哦。你俩听好，我有任务交给你们，你们在缥缈宗搜寻一下，要是找到七叶灵芝，就直接拿走，这样我也就不用现身了。你怎么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啊？报酬呢？回来，我拿你俩炼丹。舒小成大人，妾身已经想好3个愿望了。不是吧，这么快？我连安全措施都还没有做好呢。好了，我打好了，你来吧，咱们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公平合理。哎呀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还怕妾身吃了你不成？怎么样，妾身的新衣裳好看吗？还行，不过不是你说要我完成你3个愿望吗？那愿望是什么？咱快点的。哎呀，太快不好，愿望就是要慢慢的实现，才会记忆深刻。再高点！就这样。我听说恋人之间打秋千都很浪漫的，今天试了试，果然很开心。打住，咱俩不是恋人，只是很单纯的交易关系。哎呀，你可真是，我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哄哄我吗？那是另外的价钱。你啊，走吧。我的第2个愿望是和你一起去山顶赏月。哦，那你能开个传送法阵吗？你知道的，我用不了法术。人家就想要背背抱抱去高高嘛。我知道了，我背你上去。真不愧是妾身看中的男人，背着我还能爬到宗内最高的山顶，果然是好强大的体魄。小时候师傅都在比这还高的山上修炼，我1天4趟给他送饭，很快的，也不累。你这个身体素质，真的只是个吗？不说那个了，你看，今天刚好是寅突月，我们来的真巧呢。要是再早几天，可能会碰上峨眉月或者上弦月；再晚几天的话，就是满月。世人都爱满月，我倒是更喜欢和我名字相同的寅月。你对月亮还挺有讲究的呀。
我只知道15的月亮16圆。因为做宗主很无聊啊，所以我经常一个人看月亮出神。其实人生又何尝不像天上的月亮，盈缺亏满，却远不似皓月这般自由，能独立于夜空之上。打住啊！这大半夜的不要往一圆。人生没有什么是吃一顿兔头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就2顿。想吃我请你，就当是买3送1大优惠。哎呀，没关系的。第3个愿望我其实还没想好，等明天仪式结束之后再说吧。仪式？什么仪式？是我们缥缈宗祖传的祭祀，每隔100年一次，很重要，也很盛大。那你这个宗主肯定是祭祀的主角吧？你不需要去提前准备吗？师父作为祭司会一手操办，我听他的吩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明天仪式结束，我的愿望应该就想好了，到时候我也会把7叶灵芝给你的。哦，也行。笨蛋，睡得那么香，就不怕我害你吗？我的第3个愿望，果然还是浮云缥缈，去往无遥。天地为炉，日月作稿。九霄缥缈，在地徒劳。好歹是人家100年一次的重大祭祀，你就不能尊重点？更何况这宗主和你都已经这样那样过了。别瞎说，我俩啥关系都没有。一般祭祀不都是要祭品吗？他们怎么什么都没拿？谁知道呢？可能一会儿才端上来吧。群金去矣，随风华烛，离场。难道这些鬼火就是祭品？不能啊，这够谁才压份儿？宗主莹莹月听令。是。宗主莹莹月，现当投入缥缈湖，以迎神女降临。妾身听命，愿以无灼灼之华，换笔交珠奇光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莹莹月好像有点伤心的样子？啊，没有吧？他这表情不挺平静的吗？哎呀，你不懂啦，女孩子的直觉。啊，舒小成大人，我算是看懂了，什么祭祀，根本就是害人呢！无礼后辈，老身看在宗主的面子上，对你百般忍让，没想到你反而变本加厉，如今又要毁坏缥缈宗最重要的祭祀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放开宗主！借我用一下。妾身没有准备好啊！糟了，可恶！不愧是宗主看上的男人，力气好大！混账！来人，杀了他！舒小成大人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们只是正常的祭祀仪式啊！误会不了。莹莹月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魂灯里的是蕴含灵力的灵火吧？啊，是，这种灵火可以修炼提取，也可以被修行者吸收入经脉，是很纯净的灵力能源。啊！无力有人脸！这玩意儿会追着灵力跑，就这么一点灵火进去都会引发这样的骚动，要是个大活人丢进去呢？怎么会？如果莹莹月真的投湖，那她岂不是会被湖水吞噬殆尽，连魂魄都烟消云散，成这湖水的一部分？蠢货，你懂什么？祭祀就当如此。这湖水是缥缈宗开宗神女的化身，化为湖水的一部分，代表着与神女合二为一，这是无上的光荣。100年一次的祭祀从来都是正常举行，唯独你这外来人坏了规矩，历代宗主都是这么做的，莹莹月也该如此。既然大祭司这么虔诚，那为啥你不进去，化成神女的一部分，不是很光荣的吗？朕没空和你胡闹，宗主容你，我可不容。今日就拿你也来做祭品。什么人？是我。
来的正好。报酬。大白天的，别逼我扇你啊！沈清哥，你怎么？你算了，你师傅问题更大，现在没空跟你计较。这俩人怎么了？纵欲过度吗？不对，我在书上看过，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被人取了心头血。正是如此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有各宗门弟子失踪，今日可算让我们找到证据了。这些人都是被你们缥缈宗迷惑囚禁的，而后又被你们日复一日的取他们的心头血，直到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如此恶行，若是上报给监察院，别说是把你们从七宗联盟除名，只怕监察院都会派人来剿灭你们这妖宗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座下弟子虽然有时候奔放了点儿，但他们是不会作恶的。你看这几个人大气不敢出的样子，你这师傅在宗内权势不小啊，估计是有人背着你做了害人的勾当吧？是谁违背门规，做出这种害人的勾当？我缥缈宗一向光明磊落，有此恶行者，当杀无赦！接受现实吧，我看这幕后主使应该就是魁姬。可是师傅他与人为善，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第一，你师傅在宗内权势很大，他让其他弟子去害人，谁敢不从啊？第二嘛，我纯粹看他不爽。黄口小儿倒是会胡言乱语。师傅，他说的其实也不无道理。取心头血可以炼作血魂珠，这种功法在宗内是禁止的，只有您知道该怎么使用。若是您有心教授，其他弟子也能学会。师傅，虽然您很严厉，但我知道您一向是温厚善良的。这真的和您有关吗？还是说只是误会？还有啥误会啊？等这俩人醒了问问不就得了？打一顿就行了。哎，大哥，冷静冷静。宗主，别再问了，大祭司这也是为您好啊，这都是为了缥缈宗的未来啊。宗主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你们多嘴！师傅，这一切居然真的是您。如果不是吃了这些血魂珠，你以为你的功法能有如此大成？师傅，您说什么？这些血魂珠与我缥缈宗心法契合度极高，大量服用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强灵根灵力，不然你以为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功法有如此大成？原来你每天给我喝的汤药里都放了这种东西，难怪近几年来我的修为提升如此之快。老登，揠苗助长没有好结果的。老身容忍你们这群外来人很久了，该处置了。当心，那是师傅的摄魂术。哦，本尊是狼神，要是月。天宝宗在我的领导下成为天下第一大宗门了。他这摄魂术虽然对我没用，但是我感觉有股好强的精神污染，就像是看见几百个老七在跳科目3那么难受。祝小成是吧？你的事迹我早就有所耳闻，听说再强的人都不能伤你分毫，但老身这套摄魂可不同于一般。这套摄魂术并非单纯的迷惑或是控制，而是将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勾出来，让你们成为欲念的傀儡，不能自已，只能被我摆布。这样确实有点难办了，人都是有欲望的呀。哈哈哈！你还算有点本事，能撑这么久。但若是这样，你又当如何呢？小成，快过来吧，为师已经替你寻到了修仙的办法。这，师傅，真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你快过来吧，师傅现在就带你去仙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错，就这样沉沦吧。什么？就这还想骗我？我师傅每天都在被中老年妇女逼婚，哪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出现？居然能破我的摄魂，更留不得你了。这老登好强的精神污染！陆小成大人，撑住！
你这逆徒！感觉全身都轻松了很多，谢谢你啊。师傅的摄魂术太强，我只能暂时抵抗。你快趁现在！老身还没出全力，你就挡不住了。莹莹月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拿命来吧！这些东西好难缠，根本不能近身。风清月，你还没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刚才把那些被囚禁的修士送走，费了点时间。先干了这老登，回头再和你算账。哼，垂死挣扎罢了。锁神龙，这是什么时候布下的？他分神了！二师叔，快上啊！揍他！这年头的敌人全都是一拳 KO， 真没劲儿。这人的摄魂术确实霸道，如果不是阴阳离子偷偷结阵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只怕我也要被这摄魂术给干扰了。下次来早点儿。好，但你轻点，我不想飞升。啊，我刚才怎么了？我好像做了个梦。师傅，寿小城大人又一次救了我，不是救了整个缥缈宗。小城大人，妾身只有你了。别误会，事情解决了，给我七叶灵芝，我赶时间。好，我马上给你拿七叶灵芝。好耶，马上就可以炼丹聚气了。师兄，音乐失落的要跳湖了。你别想不开啊！七叶灵芝自然生长出的只有6叶，唯独用我们缥缈宗的秘宝神女泪灌溉它，才能长出第7叶。你知道神女泪是怎么来的吗？唯有阴煞命格的孤女投入缥缈湖，才能提炼出湖水与孤女凝结而成的神女泪，用其灌溉七叶灵芝，才能使它长出第7叶。当下，大不了我先不要了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就知道小城大人是在乎我的，但我的命运是注定要投入缥缈湖献祭的，所以我只是想在临死前，像寻常人那样，和心上人打秋千，赏月亮。不要！我都说了，再想想别的办法，你急什么？恕小城大人，我的第3个愿望其实已经想好了，我希望你能看着我，眼里只有我，哪怕只有一瞬，也抵过万年。这丫头片子，把自己爹妈都克死了，真会！离他远点儿！听说他是阴煞命格，会克死身边的人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傅，而你是缥缈宗的未来宗主，我会辅佐你修炼和治理宗门，但你要记住你身上的使命。七叶灵芝是我缥缈宗的秘宝，每隔100年才能通过祭祀仪式灌溉生长，历代宗主皆是为了神女泪献身，你也不例外。弟子谨记教诲。这汤药对你的修炼大有裨益，能让你的命格达到至阴至煞，提炼出最纯净的神女泪。是，宗主的功法愈发精进了，好可怕呀！嘘，我都不敢和他对视啊，生怕他一个不顺心弄死我。那可是宗主啊，我们离远点吧。一群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真不要脸。多管闲事，这群下三滥的小混混根本伤不了我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导我，出门在外要保护好女孩子。哼，我可不是寻常女子，我是缥缈宗宗主。哦，你家在缥缈宗啊？那要我送你回去吗？你不怕我？我可是天煞孤星，父母都被我克死，接近我可没什么好下场。你一信，走不走？啊，你可不要后悔。混蛋！我可不想因为我的修行就随便牺牲别人的生命啊！二师兄，别过去，那湖水有问题，你下去逼死无疑。凌莹月这个傻瓜，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牺牲自己，真是愚蠢透顶！我拦住他，你们快去救人！呀！区区反虚期，
过渡劫期一巴掌就能。哦，这位年轻的修士也想来挑战妾身的摄魂术吗？大师兄，撑住啊！一群蠢货，不过还算有点修为，直接杀了倒是可惜，不如全变成我的顶炉吧！盈盈月也投入缥缈湖了，既然如此，该开始提炼神女泪了。临死前能看到树小城大人满眼都是我的样子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啊，树小城大人！笨蛋！我渡了碧水诀给你，这下你能在水里呼吸和说话了。谢谢啊。这湖水臭得很，咱们别在这儿待了，回去吧。我知道你是想救我出去，但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你走吧，不用管我。不走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经此一别，你我不复相见。唉，恋爱脑是病，得治啊。就算你把我救回去，又能怎样呢？忘记这家伙是抖 M 了，比一般人耐造，醒这么快，那也得先救了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我盈盈月为献祭而生，我的命运早已注定。我看不了。你不是很想要七叶灵芝吗？只有把我献祭，才能提炼神女泪，让七叶灵芝生长。就当我报恩了。盈盈月，我不知道你说出这番话，是真的放弃希望了，还是这些东西让你这么说的？我只知道，今天除非我死，否则谁也别想拦我。这里太危险，你别管我。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救一个求死的人呢？因为命中注定，就摆烂放弃，凭什么？我想修仙，但没有灵根。师父给我造了180条，都失败了。我几乎把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，也是无功而返。旁人来看，我早就该放弃了，可我就是不服。上天不让我修仙，我偏要。没有灵根，我就自己造一条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命运不可违抗，还是我树小城升天半子。陈圆月，要是敢放弃，就算是打到阎王殿，也要把你的魂魄给找出来。放弃吧，一切都是徒劳，什么都改变不了的。就算你带我出去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你走后，我还是要独自面对一切。为了缥缈宗，我最终还是要献祭。你知不知道，给人希望以后再让人绝望，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？你错了，希望之所以被称之为希望，是因为不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，它也像顽强的野草一样，会破土而出，肆意成长。绝望并不是希望的终点，它只是对命运的无奈妥协。但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才是希望存在的意义。而且，如果你真的已经打算放弃的话，为什么没有松开我的手呢？我别怕，我来帮你。清醒点了吗？这如火一般的热情，真是让妾身欲罢不能。看来是好了，该开始热身运动了。这下有的忙了。没完没了了！树小城大人，情况不太对劲，这缥缈湖里根本没有湖水，而是女子的怨魂聚集而成的。我用摄魂术能看到，这些女子有的是前代缥缈宗宗主，有的是心怀怨恨死去的女子，而她们的灵魂被师父收集而来，投入湖中。因为她们执念未了，又被困在这里不能转世投胎，所以怨气滔天。落入湖中的人，要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，
要么被他们啃食殆尽，从此魂飞魄散。师傅，那老邓不是说这湖水是迎接神女的吗？对，师傅说这湖水是开宗神女的化身，怎么全都是怨魂呢？不管其中有什么猫腻，你师傅肯定清楚。出去以后找他问个清楚就行了。你们休想碰他！收下程大人。就这还想偷袭我？没门儿！倒是来了个趁手的东西。杨圆圆，你会打乒乓球吗？啊！献丑了！我们华夏人的乒乓球技术，那可真是世界最强。看来那2人已经被吃掉了，神女类终归还是我的。二师兄，你没事啊？哟，老邓，你还有2副面孔啊！热身运动结束，现在正式开打了。看来今天不杀了你，我缥缈宗就永无宁日了。我呸！你这老邓连亲自养大的徒弟都能拿去献祭，就别装作欣喜宗门的样子了。我看营营院乃至整个缥缈宗都是被你利用的吧？那又如何？没错，他们全都是工具，是为了让我青春永驻，何该去死的工具！杀了他们！就这，长得就是一拳被 KO 的货色。舒小成，我知道你肉搏很强，可这是我用摄魂术抽取的怨气凝结而成的魂体，不管是灵力仙法还是实体攻击，都不能伤到他分毫。你就乖乖当死吧！老邓，你不讲武德！这就是之前大师兄说的那个怨气。你们先走，我拦住他。我们启风谷可没有临阵脱逃的习惯。舒小成大人，其实师傅的魂体并非无懈可击，还是有应对方法的。你有办法？对，我也可以用摄魂术抽取他人的怨气，炼成魂体用来对抗师傅。但我从来没尝试过，而且师傅这魂体的怨气太强了，恐怕其他人都不是对手。事已至此，没有其他办法，拿我试试吧。你俩能不能考虑一下狗的感受啊？快动手啊！舒小成大人，我开始了。等魂体成型后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动作操控它。道理我都懂，但这到底是算宝可梦对战，还是开高啊？摄魂现！服了！原来是替身攻击，轮到我无敌的舒小成反击了！呀！就凭你，我这魂体的怨气纯度可是很高的，不是你个毛头小子能对抗。什么？就破绽，给我打！别瞧不起人！我10几年不能修仙的怨气，纯度也很高啊！想不到二师兄的体质还能这么有。是啊，论怨气，那可真没人比得过他。这次肯定能赢。蠢货！我能搅动整个缥缈湖的怨魂，你一个人的怨气，怎敌得过这万千生灵？杀了他！看来你也知道自己害了那么多人，却还如此执迷不悟。能为我的容颜永驻现身，他们应当感到自豪。本来看在你是营营月师傅的份上，还打算对你手下留情的，看来是没这个必要。你是打不过吧？第一次用这种战斗模式，还真是不太习惯，看来必须要速战速决了。师傅的摄魂术太强了，又有整个缥缈湖做供给，我们很难赢啊！我知道，若是想要打败魁姬，还得用更强大的怨念。营营月，你先帮我撑一下。所有996、007的上班族和早八学生党，把你们的怨气借给我吧！
好，给你就是了。不由自主的就举手了。好奇怪，像是感受到了某种召唤。很好，这份集合了所有人的怨念，你就收下吧。不可能！我不会输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都说累了。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啊！这就是那个魂体碎了的样子吗？葵姬，等我境界大成，就来娶你。等你闭关归来，我怕是已经老了。不会的，就算你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婆婆，我也要娶你。我已经老了，沈云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沈云，他早已出关，不在此地修炼了。沈云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那我偏要容颜永驻。我潜伏在缥缈宗那么久，把每一任宗主都献祭出去，收获七叶灵芝，靠它保持年轻容颜。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啊！难怪颜月月这么恋爱脑，原来是一脉相传啊！为了保持年轻貌美费尽心思，但是为了不暴露自己，却要以老年容貌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何其讽刺啊！你们懂什么？沈云因我年老而负我，那我就想办法让自己容颜永驻。我要让他知道他错了，错得彻底。你错了，我师祖他从未负过你，我师祖没有负你。你，沈云是我师祖，他曾说过，缥缈宗里有一桩未了的尘事，如果有朝一日能来缥缈宗，就替他将前尘往事化解。这也正是沈某来到缥缈宗的原因。不对吧？你不是说你有别的事才追查缥缈宗的妖女吗？怎么现在变成帮你师祖跑腿了？哎，有吗？这么说来确实可疑啊！你要真是替你师祖来办事儿的，怎么上来就这么不客气呢？肯定是有所隐瞒。沈某光明磊落，何来隐瞒？只是因为缥缈宗的人实在歹毒，居然欺骗我的感情，我一时气不过才上门讨要说法。哎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情我愿的事情何来欺骗？其实我是女扮男装。早看出来了，你这扮相，狗都能看出来。哈！你居然是女人！缥缈宗有个白面小生，长得挺好看，我还怪喜欢的。可是后来才知道，她也是女扮男装，我道心破碎了。没事儿，我们老家有句话叫百合无限好，只是生不了。只是你师祖和魁之的二三事儿还没讲完呢。师祖说，他老人家当年渡劫的时候没挺过天雷，被家人接走养伤。等他苏醒过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想去找意中人解释清楚。等他去了才发现，意中人已经堕入魔道。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害的，于是心灰意冷，再也不敢见他了。你撒谎！沈云人呢？我要那个负心汉亲自来见我。师祖他已经驾鹤西去了。什么？师祖临死前说，有些事一错就是一辈子。我想他也很后悔吧。好心酸的爱情故事，可惜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啊！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啊！拉倒吧！首先，魁姬为了一己之私害了很多人；其次，那个师祖遇到问题只会逃避，相当不负责任。这俩人的故事纯属一本恋爱脑病例，没什么好磕的。沈云，你不在了，你居然不在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让你们所有人都为沈云陪葬！葵姬，你来了！我就知道恋爱脑得整陪葬这一出，幸亏我早有防备。在这里受罪！我不想死，谁来救救我？
师傅他也是阴煞命格，神女类终归还是提炼成功的。师傅用缥缈湖害死那么多人，如今又因这些怨魂而死，都是命数。如今一切都结束了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妾身也很想跟着束小成大人走，但如今缥缈宗更需要我。太好了，你这恋爱脑终于治好了。束小成大人平息了缥缈宗的内乱，此番恩情无以为报，妾身只能略备薄礼送给您了。储物戒吗？这玩意儿需要灵力激活，我用不了。这是老款式，喊口诀就行了，不需要灵力。送的太合适了。妾身还有宗门内务要处理，恕不远送。好，等我修仙大业完成，我也会回来看望你的。嘿嘿，我也能用储物戒了。二师兄，你好慢啊！方千月走了。大师兄说要带着阴阳离子回去看家，不然五师姐会把厨房烧了的。那不管他了，快来看我的储物戒。炫耀啥？这玩意儿你能用吗？哼，我当然能，不信试试看吧。乾坤无极，开！寿小成大人，这次您帮忙平息了缥缈宗的内乱，妾身更离不开您了，所以妾身决定追随您师大之友，将永远不分开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叔兄，我快到了，不用再送了。咱们这一趟也算是缘分，我送送你，别客气。可是你都已经把我送到家门口了。哎呀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你不如借我用一下凝神拳跟化骨啸日诀吧。你要借化骨啸日诀，恐怕不行，那东西平常放在宝库里的，除了我爹以外，很少有人能进去。哎，你可是天宝宗少主，带我们进去不成问题吧？众所周知，我天宝宗鸿蒙宝库蕴藏着无数天灵地宝，我怎么能随意带外人去宝库？哎呀，天宝宗少主女扮男装，还被缥缈宗的人骗了感情，这事儿说出去好像不太好听呢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们俩把这事儿传播一下吧，切记一定要断章取义，添油加醋，绝对不能贴近现实哦。保证完成任务啊！好好好，我带你们去行了吧？嘿嘿嘿，少主果然通情达理啊！但是我只能带你进去一小会儿，那个秘籍你不能看哦。把这个八卦小报四处分发一下。要不要顺便买个大周热搜啊？行行行，我借给你看，你收手吧。哎呀，沈少主真是有菩萨心肠啊！你不是少主吗？你为啥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呀？哎，一言难尽，我带你们从密门进去。这密门可是只有宗主和宗门继承人才知道的，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啊！沈兄放心，但我拿到化骨啸日诀，咱们之间一笔勾销，我什么都不会记得的。哇，居然这么多宝物啊！不愧是存有无数天灵地宝的天宝宗，太震撼了！天宝宗的特色就是法器灵物多嘛，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拿来。还有，我们宗门别的没有，就是东西多。想要的话，我送你们几箱就是了。别整这么偷偷摸摸的，丢人。几箱？有钱真好，可以随便凡尔赛。那这就是你要的化骨啸日诀，这就直接给我了？你不会拿个假的骗我吧？缥缈宗一事，恕兄也算对我有恩，我总不能欺骗恩人吧？更何况只是卷功法而已，又没什么密不外传的理由。那你之前还拦着我们？我那是不方便带你们来鸿蒙宝库。前阵子我爹忽然加强了对宝库的管制，除了他本人以外，任何人不得进入，就连我也不例外。这次我偷偷带你们进来，你们千万别闹出大动静，看好了功法就走，明白吗？你们干嘛呀？炼丹呢！那好不容易把材料凑齐了，我得赶紧进行我的巨气大业。那个架子上有凝神拳，都说了不要闹出大动静，你们还在这里炼丹，是生怕其他人不知道吗？放心，我把大强弄出去看门去了。这位少主啊，
你也不想你被缥缈宗骗感情的事儿被别人知道吧？哼！鸿蒙宝库存放了天宝宗的所有秘宝，这里就是灵气的盛中之盛，我的聚气大业一定要在这里完成。人心不古啊！不愧是天宝宗的宝物啊！这炼丹炉比咱们启风谷的小破炉子快多了。这就是聚气丹吗？终于，我的灵根重塑计划要迈出第一步了。好，这就是有灵气的感觉吗？灵气真的环绕了，二师兄聚气集灵成功了。这玩意儿这么管用？果然和以前一样，身上有点灵气就要散了。不过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，化骨啸日诀。有灵气才能让化骨啸日诀发挥功效，可惜以前的方子能让我拥有的灵气非常少，根本支撑不到其他功法见效。这次的灵气源源不断，时间足够了，这聚气丹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用化骨啸日诀炼骨后，我的身体就能改造成留住这些灵气的状态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成功了！师兄当心啊！化骨啸日诀虽然能更改筋骨，但这个过程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啊！可我没啥感觉啊。糟了，难道是树兄的凡人之躯承受不住炼骨的重压，所以整个人爆了？瞎说啥呢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凡人该有的吗？不过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变化，真的成功了吗？我家祖传的点魂笛啊！要不我们把阴阳离子赔给你？刚刚那风扇是我用出来的，我的老天爷，我这次是真的有特效了呀！虽然这只是术法，还不是仙法，但成效了，我终于也有远程魔法攻击了！再试一次。何人擅闯鸿蒙宝库？爹，大强怎么没有通风报信？修狗。秦哥，你回来不找我通报一声，反而带着外人擅闯宝库，在这里闹事。爹，我知错了吗？我的宝贝女儿怎么回事？怎么回家第一时间不是来找我呀？为父的心好痛。爹，当着外人的面，请您自重。这沈宗主和我想的不一样啊。确实。爹爹真的很受伤。爹，我这次出去实在是，一言难尽啊。这么说来，你也算得上是亲哥的救命恩人。恩人谈不上，就是碰巧了。不过你们在天宝宗胡闹，总得对我这个宗主有所交代。我就知道，固定剧情了。说吧，有啥需要我帮忙的？我看你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，不如这样吧，我把宝贝女儿嫁给你，你意下如何？我师父说过，修仙之人应当断情绝爱，女人只会耽误我修仙的速度。话别说那么满嘛，老夫就这一个女儿，若是她出嫁，我定会将整个鸿蒙宝库当作嫁妆。怎么样，心动了吧？但是我拒绝。我舒小成最喜欢做的事之一，就是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说不。那你把价值30亿原石的点魂笛赔我吧。岳父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这样就对了嘛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安排在这几天吧。二师兄怎么最近总被催婚啊？春天到了呗。爹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秦哥，爹正打算给你和束小成定亲呢。爹，我跟他认识没多久，怎么能随便定亲啊？感情这种东西慢慢培养就行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爹得看着你嫁人才安心。您别胡闹了，我跟树兄只是萍水相逢，这件事我不会答应。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太高兴呛着了。好了，那这件事
就这么说定了，我马上命人去办。爹，我就说有固定剧情吧。看沈宗主的身体状况，这天宝宗我们还得多住2天才行。二师兄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啦？这沈清哥送了我豪华巨气大礼包，我这人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。我爹真讨厌，他也太乱来了。别气别气，就算要成亲，也要等我继任天宝宗，成为天下第一大宗门以后才行。男人只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。这一方面你跟师兄还挺像的，不过你家里人对你真好啊。好是好，就是我爹有时候太烦人了。不过亲情就是这么回事吧。好了，我带你去玩，让我爹和树兄他们自己谈事情去吧。亲情吗？好。人已经支走了，沈宗主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。你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？贤婿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老夫身体健康的很，哪有什么？刚才你咳血了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那么着急让沈清哥嫁人，恐怕也是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，想为他找一良人托付吧。贤婿说笑了，这只是你的臆测。我这口闻得到你身上的死气，要不我把沈清哥叫回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这家伙又在坑蒙拐骗。老夫确实要不久于人世，但不是因为重病，而是因为这个已经蔓延到心脏了，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。妈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它非毒非蛊，更不是某种咒。我只知道，它的蚕食我的生命力，总有一天，它会将我掏空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得了什么怪病，这玩意儿我实在是没有见过。要不我用留影石拍下来，传给监察院，让他们查查。不必了，老夫也算是有点人脉，但不论是谁都没见过这种东西，自然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若是连我这藏宝至多的天宝宗都找不出抑制它的东西，那整个九州大陆恐怕是都没法子了。我若是死了，这偌大的天宝宗只能交给亲哥继承，但他自身还不够强大，又有其他宗门对鸿蒙宝库虎视眈眈。若是老夫暴毙的消息传出去，只怕不轨之徒会想尽一切办法抢夺鸿蒙宝库。我不希望亲哥面临这样的危险，所以我要给他找个强大又信得过的夫婿。所以你找我？不是，咱俩刚认识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你救过亲哥，证明你品性不错，能独自一人从缥缈宗闯出来，也证明你能力强大。亲哥托付给你，我很放心。我说宗主啊，咱别立这种 flag 了，行吗？要不我想个办法把你身上这玩意儿解了，就当报恩。我说过，此事根本无解。宗主，不好了，鸿蒙宝库又闹鬼了！怎么回事？这都是本月第几次了？哟，贤婿，介绍下，这是我的老管家张伯。从我接管宗门开始，他就跟在我身边做事，忠心耿耿。姓张啊？你看我干啥？穿越世界里的管家不都是统称福伯吗？宗主，方才有几名弟子找我禀报，在打扫鸿蒙宝库时遇到猛鬼害人，仓皇逃出才保住小命。鬼？我们之前去鸿蒙宝库的时候很正常，没看到有鬼啊。对了，之前还有人说看到有鬼影在鸿蒙宝库外围鬼鬼祟祟，宝库内部还有烟飘出来。这事儿确实是我们干的。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恶鬼，接连在我天宝宗闹事，我这就去。宗主，您先待着吧，我既然做了天宝宗的女婿，总得替您分忧摆平事情吧。女婿？啥时候的事情？来，张伯，把闹鬼的事情和我详细说说呗。好。那是个很平静的夜晚，几名弟子奉命去打扫鸿蒙宝库，结果第二天早晨，只在里面看到了他们冰凉的尸体，他们全身血液不翼而飞，惨呐！吸血鬼？不对，这里不是吸魂背景。于是宗主就派人加强了对鸿蒙宝库的看守，可是次日又在宝库里发现了弟子尸首，不，准确来说是只剩骨架，因为他们的血肉都消失了。这么凶残，这已经不是闹鬼这么简单了吧？宗主大怒，是要查出真相，但不管怎么查都没有头绪。此后一直有弟子失踪，死状不同，有的失去血肉，
有的则是被抽了灵魂。不过，自从上次闹鬼之后，宝库消停了很长一阵子，但宗主还是加强了对宝库的看管，生怕再有意外。本来以为已经无事了，谁想今日又有闹鬼。原来这就是沈清歌他爹研究完人间宝库的原因人都瘦了。这位小兄弟，我听说今天有人擅闯鸿蒙宝库，你说会不会就是他们干的？好，今天闯进去的人就是我。你别过来！你怕个屁呀！我今天刚来，怎么可能和这件事有关呢？而且，我这次来不仅不是闹事，还要帮你查明这件事的真相。真的吗？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好心？我关心岳父大人不行吗？再问你个事儿，你觉得闹鬼这件事儿和宗主身上那个奇怪的玩意儿有关系吗？你怎么知道宗主的？果然你也知道啊。是啊，老奴毕竟侍奉宗主这么多年了，有些事他也只愿意同我说说。真的吗？那你快告诉我，宗主第一次发现那个玩意儿的时候，是不是和鸿蒙宝库闹鬼的时间接近？好像宗主第一次在身上发现那个东西是半年前，第二天宝库就开始闹鬼了。这件事儿只有我和宗主知晓，顾爷，您可千万不能外传呐，以免有人居心叵测。哎，放心放心，老宗主说过此事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这福伯，呸，张伯有鬼啊！张伯，不好了，宝库又闹鬼了！什么？青天白日，如何闹鬼？依本姑爷看，这分明就是有人在搞鬼。张伯，你随我一探究竟。姑爷，哪来的？刚定的，你们先退下。是。真是造孽呀！一股子骚味。姑爷，你看那儿，那里有鬼呀！哪儿来的鬼？分明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喂，配合的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！别逼我揍你啊！哟，果然还是要威胁才出来。姑爷，小心呐！猴王小子，拿命来！威胁你的是姑爷，为啥要打我啊？姑爷，快跑！风震！就这点本事了？正好，刚有了特效，就拿你来练练手。快来！啊，好爽！果然还得是有法术技能才爽。你这术法倒是真有意思，只对器物有效，对活物是半点伤害都没有。这堆东西的价值超过6000万的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来了个厉害点的，结果是这么一个跳梁小丑。姑奶奶，我还有事，今天就不陪你们玩了。这凡人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不管了，去死吧！特效不能用是吗？正好狐狸和狗都是犬科。圣人怎么忽然这么大的力气？给，别怕！糟糕，此人的力量远在我之上，不能硬拼，还是得暂时撤退。想去哪儿啊？瞧不起凡人还想竖着走？1、2、3、4、5，哟，你有9条尾巴啊！青丘狐族每修炼1000年才长1条尾巴，这都9000年的道行了呀！九尾狐，怪不得他在宝库闹事而毫无踪迹呢。要不是今天正好撞上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么个玩意儿。那你怎么轻易就把他抓住了？因为我很强，对吧？渡劫期的。你很强，抓住了我又能怎样？那姓沈的被我下了青丘的密毒，此毒无解。姑奶奶，我马上就要修成圣仙，吃他几个手下补充点精气，怎么了？他居然在鸿蒙宝库设阵想抓我，那姑奶奶就让他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你这畜生！没事儿，我们也可以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，
而且又没有解药，严刑拷打一番就出来了，对吧，张伯？姑爷说的是，我先把这畜生关起来，严刑拷打，直到他交出解药为止。只是此事不宜对外声张，所以……放心放心，今天的事只有咱们俩知道。9000年道行的狐狸就这么被张伯押走了，张伯不一般呢，白狐却让我摸到几根赤狐毛，有点意思了。你在这儿啊？二师兄，沈清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为了避免你接受不了，我会委婉点说的。叔兄有话直说便是。你爹没了。二师兄，你别胡闹了，沈宗主还好好的呢。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懂了吧？父亲他竟然……难怪鸿蒙宝库加强警戒，难怪他急着让我嫁人，看来他是在交代后事。不行，我要找父亲问个清楚。让他们父女俩好好聊聊吧，咱俩还有大事要办呢。这鸿蒙宝库里有某种藏匿型的结界，但你也知道为兄体质特殊，所以还需要你们来帮忙破阵。原来是没灵力，所以无法破阵。你也有求我的这天啊！赶紧干活！大强负责破阵，玲玲在旁边帮忙稳固灵气运转。开始吧。二师兄就是这样求人办事。你让我破我就破呀！你们要啥？打我一顿，让我筑基。不把我当坐骑？没问题。要是没做到怎么办？那我这辈子再也无法修仙。八师兄送的见面礼真好用。可以开干了。有修为的狗就是不一样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惊扰本座！原来是为了藏匿你这小东西才设下的结界。那就赐你们一死吧！不好，这也有毒。虽然这锋刃不能攻击活物，但炊烟还是挺有用的。有点意思。二师兄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某种物质成精。放你大爷的屁！本座乃是气灵，别把我和那些低等妖精相提并论。气灵往往都是法器受日月精华浸染后诞生出的法器的自我意识，自有一套修炼法则，而且向来温和无害。这玩意儿怎么看着不对劲啊？关你屁事！我还没见过会说话的狗呢。怎么，续航不够啊？嘿嘿，一群蠢货！本座刚才只是为了结网，并非真的攻击。可恶，这玩意儿转不断。这小丫头的灵力太少了，不过那只狗的灵力很不错。这段时间在鸿蒙宝库只是吃宝物，很少尝到这么纯净的灵力了。怎么这个人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？关你屁事！停停停！我死！变身！重生！除非本命法器被毁，否则气灵无法被消灭。好虚，我一滴灵力都没有了。那怎么办？这里宝物太多了，实在不知道哪个是他的本体。本座是集天地灵气自行诞生，根本就没有本命法器那种东西。我这么说，只有把你封印这条路了。蠢货！就凭你们还想封印本座，怕是连我的身都进不了吧？尤其你，还是个半点灵力都没有的凡人。很好，又有小可爱来找打了。来，玲玲，玩过三维弹珠吗？那个麒麟吃了你的灵力，但灵力完全同化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那部分灵力目前还是属于你的。是。那然后呢？所以，你可以操纵自己的灵力运转，进而带动气灵本身，就相当于操纵它了。可是我不行，我的灵力太少。正因为少，所以你并没有被吃掉太多灵力，导致你体内还有足够的灵力可以和气灵产生共鸣。你可是我舒小城的师妹，是启风谷最骄傲的小弟子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
帮我收复器灵，非你莫属。对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石玲玲了，我一定能帮上忙。万道剑阵！就是这样，快让器灵朝我们这边过来。假皮，啾！怎么回事？本座怎么不受控制？哎呀，怎么有东西不长眼直接飞上来了呢？师兄，这个灵力不太稳定，好像有点失控了。没事儿，你就随便让它飞，越混乱越好。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啊！本座还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。等我吃了宝物，就把你们统统杀死！晚了，没这机会了。你这凡人用的武器也是凡物啊，半点灵力都没有，还想伤害我？哦，谁说我要伤你了？这是……你以为我刚刚是瞎打呀？你被我做的诡计正好形成了这种封印器灵的阵法。至于灵力嘛，你身上灵力不少，经过的痕迹当然有灵力残留，用来激活阵法绰绰有余。小师妹，开阵！太上无极，应变乾坤，启程！不要！成了！别看不起凡人啊，混蛋！混账东西，快放本座出去，不然等本座自己出来，绝不轻饶你！你要真有那个本事出来，我杀了你！不会这样子让我放你出去，乖乖当我的热兵器吧！该死的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给吃了！这凡人居然有如此强大的能量！喂，小子，本座改主意了。以后我可以当你的主管器灵，但你要对本座好点儿，多找点宝物、妖兽之类的给本座吃。啊？凭啥？就凭本座是靠吃来变强的。你给我吃的东西越多，品质越好，我就能变得越强。你的武器也能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，这不是一箭双雕吗？也就是说，可以放特效远程攻击，对活物也有效。啥特效远程？听不懂，反正比你那个锋刃强多了。那听起来你好像还是有点用处的。行，先留着吧。本来打算把你烧了的。师兄，这个器灵是不是在洪门宝库害了好多人来着？喂，不是我吃的，天地良心，我只吃宝物，不吃人。真的？那些人死状这么惨烈，真不是你干的？我都这样了，撒谎有什么好处？再说了，就算要吃人，我也只是吸收灵气，就跟那个狗一样，才不会搞出什么惨状呢。吃人一事倒是不难调查，我找个人，不，找个狐狸问问，就知道麒麟说的是真是假了。喂，我说小子，以后本座跟你混也算是缔结契约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取个名字，别总是气灵气灵的喊我。还得给你取名字啊？那叫你冷吃吧。好名字，冷代表本座冷酷无情的作风，吃代表本座像是魑魅一样强大神秘。别瞎想啊，我就是正好想吃冷吃兔了，所以取了个谐音。行了，闹鬼的事情解决了，沈宗主也该康复了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这股力量，我感觉全身好轻松啊！哎呦，这丫头和我一战以后，居然顺势悟道提升，成功突破到了筑基，真是未来可期呀！又来？不是，我说凭啥呀？我也打架了呀，怎么我没升级啊？哎呀，这凭啥呀？父亲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为什么您不肯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我？我有能力领导天宝宗，也有能力救您，您为什么就是不相信？秦哥，父亲是为了你的未来考虑。少主，宗主也是为您好。沈宗主，我来了，您身体还好吧？鸿蒙宝库的事情解决了，他的身体应该好了吧？哎，我的好女婿啊，你怎么全都给我抖出去了呀？弄得一个个的都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冷吃不是已经被我收了吗？为什么沈宗主的怪病还在？二师兄，你想什么呢？树兄，您快帮我劝劝父亲。哎呀，自古常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不可违抗，那这婚事还是定了吧？
依我看，明天就是个好日子，明天直接拜堂成亲吧，快点儿，我等不及了。姑爷，您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你怎么也陪着我父亲胡闹？谁不知道天宝宗财富万千，珍宝数不胜数，能当这里的上门女婿，我可是求之不得啊！尤其是鸿蒙宝库，嘿嘿，等我入赘以后，就好好整改。我以为你帮我是出于侠义心肠，原来你只是贪图我家基业，你们都是骗子！少主，您冷静点儿。二师兄，你真要嫁？这个头恶！我看张伯才是觊觎天宝宗基业的那个。我把水搅浑以后，他肯定得急，急了才能露出马脚。大强，你闻闻，给我指个路，然后你和玲玲去保护沈清哥，尤其当心张伯，听到没有？遵命。西边好像有同样的味道。贤婿，你过来，咱们好好商量婚事。那啥，岳父，我有急事先走一步了啊。都忙点好呀，忙点好。很悠闲呢，看来这锁妖台果然困不住你。你这狐惑术骗得了别人，但骗不了我。白色九尾狐道行高深，你却被我轻易捉住，只能证明你是假冒的。这狐狸毛是我从张伯袖子上撸下来的，你要真是白狐一脉，怎么会让我摸到赤狐毛？很显然，张伯和你是一伙的。之前明明你离我更近，却绕远去攻击张伯，就是为了撇清他的嫌疑，让我以为他是清白的。不听，凡人念经。更何况你俩口供都没对好。张伯说先是沈宗主生病，然后宝库才闹鬼，可你话里的意思是你先在宝库吃人闹鬼，惊扰了沈宗主后才给他下毒，先后顺序都搞错了。可见张伯是在情急之下临时拽了你来演戏。你俩的目的应该是把我支开，从而掩护宝库里真正隐藏的器灵吧。不过很可惜，他已经被我收服了。谁找本座？你再怎么负隅顽抗都没有用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没事的话你可以滚了，别唠唠叨叨的吵我睡觉。你真不打算告诉我沈宗主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以及张伯的阴谋？没事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到时候把你送去监察院，我那六师弟白来手段多，剥皮还是下油锅，总有法子让你开口的。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都招了吧。没想到他是你师弟。你要问什么？别问吧。我们青丘狐族唯独不能拒绝白来。喂，你认识老六啊？老六什么时候这么管用了？我和他不熟，我叫世威，是青丘狐族的赤狐一脉，白来与青丘。塔叔，我不好奇，讲这期的重点。张伯不是人。他欺负你了？那确实挺不是人的。唉，你是不是傻啊？他不是人，是跟我一样的青丘狐族，而且是六尾白狐，狐惑术比我厉害多了。张伯的妻儿都被沈宗主害死了，他潜入天宝宗是想复仇。以前我还没开悟的时候，也算得到张伯的指点，所以今日就来帮他一个小忙。那不对呀，沈宗主说张伯在这里待了几十年，忠心耿耿。他想复仇的话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动手？在挑黄道吉日吗？我们青丘狐族的狐惑术可以捏造幻象，植入虚假记忆。张伯是半年前才来的，看来他的假记忆把你们都骗了。原以为张伯能拿出冷池这种器灵，应当是有后手。我本来还想把水搅浑，让他主动露出马脚。哼，现在知道他是什么物种，倒是好办了。随你。嚯，这锁妖台也是假的，看不出来啊。这是用幻术蒙骗你们这群呆子的。反正张伯只是让我待在这里，免得引起他人怀疑。既然你是白来的师兄，我也不愿伤你，这浑水我不趟了。等一下，张伯给沈宗主身上放的到底是什么？他的目的呢？这我哪里知道，他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不好多问。我只知道半年前他遇到一个神秘人，从那以后，张伯就决定入天宝宗复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禁锢符文，对人族无效，是专门来捕杀狐族的。看来张伯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让你活着出去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星丘狐族，张伯为什么要害我？灭口呗。
估计是怕你出什么意外，打乱他的计划。老狐狸，我出去以后第一个就杀了你！啊，这是专门对付赤狐的3倍真火！不要！重申！去，把它吃了！就是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要不你让我把这4尾赤狐也吃了？闭嘴！你是老大还是我是老大？我带你从北门走吧，那边守卫不多，你能安全脱身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们人族对青丘狐不是向来赶尽杀绝的吗？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快走快走，别耽误我干大事儿。张伯，你让开！我不信偌大一个鸿蒙宝库，还没有能救我父亲的东西。少主啊，你就冷静点吧，你还嫌家里不够乱呢。青哥，你就相信我二师兄吧，没有什么是他一拳解决不了的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如果有，就再补2拳。哟，都在啊，真是让我一通好整。姑爷，您来了，您快劝劝少主吧，他……哎呦！玲玲，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吗？姑爷，你打我干啥呀？挨我一拳还能说话？哼，你这活里皮挺抗揍啊！别装了，你祖宗18代的物种我都查到了，现原形吧你！少主，救命啊！树兄，你打我家管家干啥？他可不是什么管家，而是一个擅长狐祸术的6尾白狐。顺便说一下，你家宝库闹鬼和你爹的怪病，都是他害的。姑爷，你说啥呢？老奴听不懂啊！你的器灵已经被我收了，再抵赖也没用了。我劝你还是乖乖交代沈宗主的事情，不然我今天就把你的皮扒了做围脖。你居然把器灵收了，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商伯，听说你爹害死了他的妻儿，所以他来报仇了，你有印象吗？可是我爹对妖族向来和平，没听说他跟青丘狐有什么过节。他当然不会记得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当年他渡雷劫时，我的家眷就在附近，惨遭天雷波及而死。这份血债，我要天宝宗整个宗门来偿还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脑干缺失吗？你妻儿被雷劈死了，又不是沈宗主干的，你找他复仇干啥？他若不是有意，为何会把渡劫之地选在我青丘族境内？你们人类对青丘狐族早有杀意，少端着假惺惺的态度不承认了，你们整个天宝宗都要付出代价！伏魔退散。爹，事情真相竟是如此，怪我当年只顾着寻找渡劫的最佳地点，却忘了那里盘踞着青丘狐族。你对我有怨恨，想报复，我随时奉陪，但你别连累天宝宗上下，我定不轻饶。爹，你怎么了？沈宗主，这份被鬼兽啃噬的滋味如何呀？它会一点点啃噬你的血肉，却又不会让你轻易死去。直到你被啃食殆尽前，你都要忍受这份千刀万剐般的痛苦。鬼兽，那种非妖非鬼，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的物种。正是，半年前有人给了我1枚器灵和1只鬼兽，让我用鬼兽吞噬仇人血肉筋骨，用器灵抢占天宝宗的珍宝法器。等这2样东西养成，天宝宗必定家破人亡。我等了半年，如今虽然器灵被你抢走，但鬼兽总归是快要养成了。天宝宗，哈哈哈哈！我会亲眼看着你们的末日。要么把除掉鬼兽的方法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；要么我把你揍的就剩个内丹，给沈宗主驱邪。你自己选吧。
狂妄小儿，去死吧！玲玲，鸿蒙宝库里有法器魂灵，可以杀死鬼兽救我父亲。拜托你跟大强和我一起布阵，为我护法。9天明灵，听吾号令，开！鬼兽还不受死！怎么回事？神清哥，你果然用了魂灵，你做得好啊！整个天宝宗都将毁在你手上。不对劲，舒小成，你快躲！好。老狐狸，你个杀千刀的王八蛋！那根本不是鬼兽，而是如假包换的器灵啊！当年那神秘人给我的并非鬼兽，而是一只完整的异变器灵和一道血符。我以心头精血做记，用血符将器灵分为2半，一半在鸿蒙宝库吞噬天地精华，另一半则依附在仇人身上吸食他的精力。唯有如此滋养，才能让2半器灵合二为一时产生强大的力量，毁灭整个天宝宗。难怪天宝宗这半年多根本查不出宗主中毒的原因。老狐狸，你可真是好算计啊！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。这么说，那些天宝宗弟子并非被鬼所害，而是被你吃了补充心头血了吧？是又如何？他们既然是天宝宗的弟子，那也是死有余辜。让这2只器灵重新合二为一的办法，就是敲响魂铃，而魂铃是对付鬼兽的。所以，我故意谎称这是鬼兽，就是要沈清哥亲手用魂灵让器灵完成最后的合体。我要让仇人死在他最疼爱的女儿手上，让沈清哥亲手毁了整个天宝宗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是我害了父亲，是我害了天宝宗，是我毁了一切。这老狐狸真是疯了！二师兄，那东西在吞噬天宝宗的灵力。这器灵已经开始吞天噬地，你们阻止不了了。我被吸收之后，会和器灵融合在一起，亲眼见证你们的没落。这辈子很少遇到比老刘更让我不爽的。这老狐狸和他造出来的东西算一个。玲玲，你和大强护着天宝宗，我就把这玩意儿干翻。给野死！没长眼睛吗？这才是实招！果然，这家伙和冷池是一个属性的，但恰好因为我没有灵根，所以这家伙的攻击对我无效。就你专门吸蓝条是吧？哼！父亲气息尚存，还有救，但是那个器灵，它一直在吞噬所有人的灵力。我能感觉到我体内的灵力越来越少。就算树兄能和他打得有来有回，可若是不想办法消灭他，他会一直吞噬灵力，直到我们所有人一位灵力枯竭而死。该死！这玩意儿根本就是个黑洞啊！能被攻击，但是不死，而且一直在吸别人的蓝条。想要封印器灵，就得动用灵力做法结阵。我虽然之前有过灵力，但全拿来断骨了。其他人的灵力又不够，不能结阵。喂，舒小成，你听得到本座的声音吗？冷池，你不是被这玩意儿给吞噬了吗？本座在鸿蒙宝库里和那些宝物待得太久，受其影响产生了自我意识，所以即便和那部分本体合二为一，我的意识也还在。那你能不能控制你的另一部分？不行，它虽然是个没有意识的混沌之物，但力量远超过我。这家伙满脑子只有吞噬，除非把它封印，不然等他把诸天万界都吞噬了也不会停止的。幸好那老狐狸之前控制着我打伤了你，我才得以带着你的血与本体融合，这恰好是破局的关键。只要你以血为引，我们2个内外夹击就能将器灵封印。但是封印器灵需要合适的容器，可惜我在鸿蒙宝库待了这么久，
居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法器能封印本座现在的本体。别废话了，直接说重点。唯一合适的就是你的竹棍。你这竹棍看起来虽然是凡物，但之前居然能封印本座，我想它也一定能封印现在的本体。这是我师父随手削的竹子，没开光也没有炼制过，你确定它能承受那么大的重压？所以得先把你的竹棍炼制成法器才行。你说的简单，炼制法器最快也要3天，等炼好了，朱天万劫早就完球了。哎，等会儿用妖兽的内丹做祭，能迅速将凡物炼制成法器。不是，大强，把内丹交出来！不给！你敢轻举妄动，我就弄你的小师妹！大强，你敢动手，我就把二师兄掐死！是该这么威胁的吗？危难关头你牺牲一下怎么了？反正你已经得到内丹没了，可以再炼的。说的轻巧，你怎么不牺牲？你比我都高，我看你当妖兽绰绰有余。可是二师兄的体质注定没内丹，毁灭吧！烦了！大敌当前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胡闹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刺猬妖狐的内丹够用了吧？还不快炼制法器！你啊！本座找到他的薄弱之处了，苏小成，你感受到没有？靶子都给我画好了，真贴心呐！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给我破！错了，你搞错地方了。没错。二师兄，你成功了！总觉得有哪不对劲。喂，舒小成，本座又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不是已经把你本体封印了吗？你怎么还在啊？嘿，我之前不是和你结契认主了吗？认主的器灵能与宿主血脉相连，生死相随。那半个本体只是一团混沌，所以在弥留之际，我反过来把它吞噬，成功保留了自我意识，继续藏身在你的竹棍里啦。那我的武器岂不是也有吞噬天地的能力了？爽啊！很遗憾，由于那部分能力是靠血符激活发展的，而你刚才封印的举动把血符的力量抵消了，所以现在本座虽然还有吞噬的特性，但已经没那么强了。不过本座能边吃边储存，以后可以存点灵力给你释放那什么远程攻击，嘿嘿。那不就相当于账号还在，但是装备全清空了，得重新刷新吗？大爷的，这穿越时间有没有 GM 啊？我要投诉！舒小成，你可以啊，是条汉子。二师兄，我以后要更加努力修炼，追上你的步伐。师兄，你是天宝宗的恩人。奇怪，示威呢，得跟他好好道谢才行。小公主说的没错，或许爱上人族就是我们青丘湖的宿命吧。哇，这些真的随我们挑吗？你们对天宝宗有恩，就算把整个鸿蒙宝库送给你们做答谢，也是应当的。哎，整座宝库倒是不必，不过你让我们随便挑的话，那就不客气了。本座正好需要这些。还不错，吃几个。怎么回事？本座居然消化不了这些法器。虚不受补，看来你现在承受不了太强的法器领悟，只能一点点来了。等着，我给你挑点合适的。可恶，本来想把宝库都吃光的。让我看看，这几个可以拿去吃，这几个大概用得上。还有这些，这个世界怎么会出现智能手机呢？我也问过沈清哥他们了，连沈宗主都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好像手机是突然出现在鸿蒙宝库里的一样。这个世界的科技树虽然点得乱七八糟，但也绝对没点在这方面。难道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别的穿越者？问你话呢，你发什么呆呢？你刚刚说话了？我什么都没听到啊！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嗨，没啥。舒小成，那个，我们有笔账没算呢。算账？是什么账？不是说不用赔的吗？如今尘埃落定，那件事还没结果呢。他说的哪件啊？
我在天宝宗大战气冷打坏的太多地方，不会要全赔吧？人笑得这么阴险，肯定是这样。反正你也赔不起，赖账就是了。古人云，确实。不是，你作为天使不是应该阻止我的吗？为什么附和他呀？我的良心已经没了吗？这件事，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。罢了，陈清哥，你放心，我舒小成再怎么说也是9世男儿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真的？啊，好兴奋啊！果然是想让我赔钱。但是我现在忙于重塑灵根，所以能不能等我修炼大业完成了，我再回来补偿你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的。那我走了，后会有期。沈清哥真通情达理，是个做大事的人。聚气炼骨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塑魂。有塑魂炉的地方是哪儿来着？是明月山庄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这一路景色不错，反正咱们也不着急，不如慢慢走，就当是郊游了。你觉得呢，玲玲？我之前你不是一直争分夺秒，恨不得赶紧完成自己的修仙大业吗？怎么今天转性子了？你懂什么啊？我这叫张弛有度，劳逸结合。有鬼啊！留下来。等一下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把吃的留下来吧，求求了。来，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9师兄燕青。二师兄，谢谢你的饭。和小师妹第一次见面就差点饿晕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他是筑基巅峰期，特点是有一口好牙，体积……以前力气和饭量一样大。好开心，终于有小师妹了，我不是老幺了。我太激动了嘛！一段时间不见，这小子力气是不是又大了？对了，9师兄为什么不在起风谷，而是在路边差点饿死啊？小师妹哪儿的话呀？我这是下山历练，遇到了点小意外。其实我这一路所行也算有点收获。啊！糟糕，快躲起来！那红毛小子躲哪儿去了？等我抓到，定要把他碎尸万段！要不是为了抓他，哥几个能跑这么远受这罪吗？哼，真是活腻了，连咱们迷渊岛的镇岛之宝都敢偷。啊！差点就被他们逮到了，好险！红毛小贼？二师兄，你别瞎想，听我解释。前2天我因缘际会认识了迷渊岛的2岛主，我们2个一见如故，饮酒畅谈人生理想。他听说我是出门闯荡的，还送了我1包干粮和1枚玉佩。谁想到我睡醒以后，突然被迷渊岛的宗门弟子围住，说我偷了他们的镇岛之宝天玄魂玉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躲着他们。那个玉佩就是天玄魂玉吧？你这孩子是不是太单纯了点啊？别人给你东西你就要啊？哎，路上没钱了也能把玉佩当了换点盘缠嘛。看来你是被那个2岛主下套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这迷渊岛就是一个小宗门，咱在监察院有人，到时候找老六或者老八给你摆平就行。这点小事就不用麻烦师兄们了吧？哟，监察院的走狗来了。大哥，你小点声，这可是监察院一处的。听说一处和大周皇室接触，怎么惹不起的？这人不是钟离武吗？我记得他是老六同事啊。老九，这下你的冤屈能洗刷了。啊！喂！这帮人其实早就和迷渊岛弟子暗中勾结，他们这2天一直在抓我。这小子，你先松手！你到底是惹了多大的乱子啊？不对，你小子今天一直很奇怪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
哪有？我发誓，要是有事瞒着你，那就让六师兄被马车撞死。你们都是拿别人发誓的吗？走，继续找，凡是红头发的都不能放过。嗯，慢着，你们找红头发的人做什么？哼，关你屁事啊！他们说啥呢？这灌木丛里蚊子好多，听不清啊。我们也在找一个类似的人，上头催得紧，让我们务必将他生擒回来。你们的情报网或许可以借给我们用用。咋了？他连皇室的东西都偷啊？偷东西？哎，那红毛小子是个贼呀！他把我们镇岛之宝给偷了，害得我们大老远跑来抓人。要我说，这人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贱种，让我们摊上这种晦气事儿。哼！无理小贼，给我住口！啥？他们不是一伙的吗？怎么还打起来了？肯定是价格没谈拢，这种事情不是很常见吗？马匪火拼，县长暴死，然后我们走马上任去鹅城。我说的这些睡前故事，你倒是记得挺清楚的啊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把这群人通通带走。是。何人敢伤我门下弟子？哎呀，诸位这是……切，大岛主，就是你一个不长眼的，要抓他们。岛主，这些都是监察一处的人，咱们惹不起，不如让小弟我来交涉。见过几位官爷，不知我门下弟子是犯了什么错，惹得您几位大动肝火？他们口中的红毛小贼是怎么回事？前段时间岛上来了个红毛小子，他走以后，我们的宝物天玄魂玉就不翼而飞了。思来想去，也只能是被他偷了。你说的这人长什么样子？红头发，扎个长辫子，穿的也是一身红。我见此人长相也是良善之辈，怎么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呢？扯淡！此人分别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、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金泰绝艳、举世无双、千古留名、万古流芳。他怎么可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？老大，最后两个好像是形容死人的。就是。何人在此鬼鬼祟祟的？嗨，是你，毛贼，就是你偷了魂玉啊！我这师弟为人单纯，说他偷东西，我是不信的。倒不如问问你们这二岛主，他为什么要把魂玉拱手相送给外人？完了，他竟然在这儿，太好了！这次无论如何绝不能被他抓回去。那二师兄救命，他们官商勾结，有那个树小城在，不好动手啊。你和这毛贼是一伙的，那就把你们一并宰了。都说了不是他干的，怎么那么轴啊？你是把智力点都点在武力上了吗？你先把玉佩拿出来，那个肯定就是天玄魂玉，把东西还了才好给人家解释。哦，给，这就是二岛主那天亲手送我的。是我给的，怎么了？这个不是天玄魂玉啊。那不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吗？我师弟没有偷东西，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污蔑他，快道歉！就是。这怎么回事？天玄魂玉确实不见了，不在这毛贼身上，还能在哪儿？关我们屁事儿啊！你们自家的事情别牵扯我们啊！就是啊！你吃的什么？啊，二岛主送我的干粮啊！那是天玄魂玉啊！你快给我拖出来呀！这也能搞错的吗？真是一口好牙！天玄魂玉果然在他手上，这下证据确凿了。岛主，您可得好好教训一下这帮无礼毛贼。还有，各位官爷，既然你们亲眼所见，烦请为迷渊岛主持公道。慢着，燕青说他和你把酒言欢，是你亲手把天玄魂玉送给他的。哦，那他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谁能证明我同他相识？又如何证明那天玄魂玉是我送出的？哼，那天我们在召集酒馆喝酒，店老板和当天的顾客都能证明。你有本事就跟我去当面对质。我看此事也确实有蹊跷。既然你让我主持公道，那我立刻去调查一二，如何？岛主，这小贼如今死到临头还不承认，您直接动手吧。
但这些监察院的人不是说……岛主，您还不明白吗？这监察院看似说的公道，实在处处偏心，都是向着那伙人的呀。我看他们定有勾结，不如一并铲除。老九，师兄今天就教你一个生活小窍门，当你百口莫辩的时候，就别解释了，直接干他！贼受死！我虽然长得很可爱，但你要知道，红毛都是不好惹的。这股力量，不愧是……我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。孩子大了，有自己想法了呀。小贼，哪里跑？猛吃，试试组合技。咱俩啥时候有的组合技？我怎么不知？好你！风刃！小小术法还想伤我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搞定，还是拳头用的舒服呀。好有实力，有这么厉害的人，难怪他一直留在启风谷那穷乡僻壤，不愿意离开。不过咱俩组合技配合不错啊，再接再厉啊！你这算哪门子组合技？不就是把我扔出去吸引注意力吗？二师兄，搞定了！成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我给你10秒钟时间狡辩。3、2、1，时间到了呀，都受死吧！二师兄，我动不了了。是法阵？不对，我出魔抗了呀，怎么也受到影响了？你们以为我拿个扇子就为了好看吗？这扇子是用妖兽傅灵燕的尾羽制成，可凝结出无形无状的羽毛寄生在旁人身上。方才我不过是在等羽毛完全扎根在你们身上罢了。如今时机已经成熟，我既可以用寄生羽毛控制你们，也能吸收你们的灵力为我所用。拿你们的灵力做引子炼制天玄魂玉，真是再适合不过了。不枉我费尽心思把魂玉偷出来。天玄魂玉是你偷的？是又如何？这迷渊岛主的位置也该换人坐坐了。你空有一身蛮力，却头脑简单，我随便找个替罪羊就祸水东引，把你骗得团团转。我那么信任你，你竟然……虽然出了点小插曲，不过总算是让你们鹬蚌相争，我坐收渔翁之利了。现在轮到你们受死！好吃吗？跟在鸿蒙宝库里吃的东西比起来，差太多了。你这是什么妖物？为何能把傅灵燕的羽毛给反叛？死鱼话多。敢在我面前装是不是？说那人还活着吗？说话。原来他一直觊觎岛主之位，我与他结拜为兄弟，原以为我们2人合力能将迷渊岛发扬光大，原来他早就谋划着背叛我，竟是多年真心为了狗。来，把这几个捆上。对，这几个也别露馅，动作麻利点。是。那个，有人理我一下吗？都别摸鱼啊，好好干活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把那个始作俑者从土里挖出来，快点。人呢？我这么大活人，你们看不见吗？快走快走，待会儿就被发现了。钟离武他们和迷渊岛又不是一伙的，你跑啥？我之前得罪过他们，还是走为上策吧。至于得罪的原因，不太方便说。没事，我也不想听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同行？还是算了，我的实力不够，跟着二师兄会给你们拖后腿的。我就是客气客气，你不来更好。我带的累赘已经够多了，实在不能多你一个了。二师兄怎么对老妖一点关爱都没有？你已经不是老妖了，再说老妖我也照打不误。之前你说下山历练，我看你长进没多少，还差点饿死在路边，要不还是回启风谷再练练吧。不行，我的历练还没结束。九州大陆那么大，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。我
我要用自己的双脚亲自丈量着天下，亲身感受世间的所有美好。啊！我的时间有限，但师傅既然已经准许我下山历练，所以我想去更多有趣的地方，而不是一辈子被困在4方墙内。你啊，玩心真大。算了，路上注意安全就是。我倒是挺能理解九师兄的。这一路我跟着二师兄也见识过不少有趣的事情，虽然有危险，也有无奈，但是总好过被困在一个身不由己的地方，连带着自己的人生都好像灰暗无比，没有了希望。玲玲，要不你先跟着燕青玩2天，等我拿到苏痕炉就出来找你们。不必啦，二师兄你忘了吗？我已经成长很多，更何况要是没我带路，你们怎么能找到明月山庄在哪呢？快走吧，目的地近在眼前了。那咱们下次再见，小师妹，后会有期啦。这孩子真的没问题吗？你说燕青？不是，我更担心玲玲。之前618扫描过小师妹的情况，老六也说过他们在妖王那边的经历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明月山庄为什么会排斥他呢？哦，你有这般反应，证明是那命定之人到了。时隔那么多年，终于来了。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掌控你的力量了。啊，快到了！二师兄，我带你们翻墙进去吧，走小路快一点。怕什么？咱们光明正大，要走就走正门。我知道你从小到大的心结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开，不过你别忘了咱们起风谷的规矩，要是有人对你指指点点，不服就是干。那个是……开门，有事进去。啊？你谁呀？大哥，是施玲玲。施玲玲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咱们的账还没算完呢。知道守门的是你，我还是带着二师兄翻墙了，真是晦气。谁来着？不知道，哪一级的炮灰吧？是我啊，在4项如意阵仪式上的那个呀！上次被监察院重罚，长老把我们降为守门弟子，这都是你害的。今天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我一定要让你和那个什么狗屁起风谷统统消失！我说过，你们辱我师门。打得好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揍他！小师妹经我指点以后，可是筑基期6层，你们这群废物一起上也不是她的对手。放肆！我还当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明月山庄门口闹事。三长老，原来是你这小废物。玲玲，你这丫头怎么回来了？二位长老，我这次回来是有正事要办。我记得这名弟子可是筑基8层了，施玲玲一个废灵根，居然能伤到他们。哼，正是，你个废灵根都被逐出明月山庄，自此和明月山庄再无瓜葛。你与我们有什么正事可做？我看你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想厚着脸回来吧。我不是被逐出的，我是自愿离开的。而且就算我离开了明月山庄，我依旧有见内人的权利。你想见他，可他不一定想见你呀。你，老三，过分了啊！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过分？我数3声，他们再不走，我就真过分了。本想用拳头解决一切的，但咱是回归赛，牌面还是得有。他施玲玲，起风谷小师妹，望月阁阁主恩人，缥缈宗永久 VIP， 天宝宗未来掌门人的闺蜜。起风谷是哪个门派？不过这的确是那3大宗门的令牌，看来玲玲游历在外有不少收获呀。这令牌说不定是从哪里偷来的呢。再说了，我们7宗联盟平起平坐，他是这3大宗门的贵客，和我明月山庄有什么关系？别说你是3大宗门的贵客，
今日你就算是把大周监察院的名头搬出来，也休想踏进山庄大门。啊，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，咱们玲玲还有个六师兄呢。来，小师妹，帮我打开传音符。哦，先。哎呦，你可终于舍得用这传音符了。我记得这人是白处长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多包涵。呀，小师妹呀，20集没见了呀，你有没有想师兄我呀？快来让师兄摸一个。六师兄，好久不见。施玲玲这个废物，居然是白来的师妹。哎，现在是寒暄的时候吗？有人欺负你家小师妹，你管不管？谁？给老子站出来！老子现在就带着6处给他抄了。白处长，这都是误会，没想到玲玲居然是白处长的师妹，这真是我明月山庄偌大的荣幸呢！啊，是啊，玲玲这孩子也不早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惊扰白处长了。果然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俄语的话就别说了，对我家师妹好点啊！那个灵竹棍的就算了。去，把这玩意儿给我吃了！哎，你大爷，用完我就丢啊！都听到了吧？还不把我们请进去？哎，您这边请，留神脚下，我这就为您几位安排上房。别以为有监察院罩着就能肆意妄为了，进了山庄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快看，那不是施玲玲吗？这废物怎么还有脸回来的？来，这边走。玲玲，你这段时间在外面过得如何啊？有没有受到委屈啊？哼，迟来的深情比狗都贱。是我瞎了，还是二长老疯了？他对一个废灵根这么巴结做什么？对着这么个丢人的废灵根还好声好气的，这窝囊长老真没出息。管好你们的嘴！这几位是监察院派来的贵客，若是再让我听到有人对贵客不敬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是。哎，这边请。退！诸位贵客先好好歇着，晚上我设宴，为诸位接风洗尘。退下吧。区弟子居然这么不把长老放眼里。师兄，你和大强先歇会儿吧，我去帮你们找塑魂炉。你自己能行？放心吧，你和六师兄刚才不是都给我造势了吗？而且借塑魂炉得获得大长老准许，大长老喜静，不见外人的。好，那我和大强就在这里等你。大强，走，给小师妹报仇去。哦，好嘞。就是你们欺负我们家玲玲是吧？哪里来的宵小，竟敢踹我们3院的门？施玲玲，哦，废物的朋友啊，废物的朋友也是废物。完了，小子，找死是不？小年纪不学好，搞霸凌那一套，早晚挨揍，你说对不对？是。你别怕，毕竟老夫我也不是什么魔鬼嘛，我只是初来乍到，还不熟悉，想找你打探点山庄的情报。您尽管问，小的一定知无不言。你们掌门是哪个？其实明月山庄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庄主或掌门，从山庄创立初始，就是由4大长老共同掌管的。大长老因为早些年的一场恶战伤了根本，一直闭关养伤，所以山庄内事宜都是2长老处理较多。3长老嘛，脾气不太好，总想着压人一头，而且他与大长老不和，这在庄里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4长老嘛，平常就是钓鱼养花，除非有大事发生，否则他不怎么参与。哦，分庭抗礼，相互制衡，哼，有点意思。地震，
唉，习惯就好啊。最近总有地动，这个月都第3次了。其实就是看着动静大，也没什么损伤，习惯就好啊。明月山庄也不在地震带上，怎么会地震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苏火炉丢了！是郭娃子敢抢老子的东西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叫小生，是明月山庄的侍女，今年16岁，从小到大听话老实，安分守己。虽然前天不小心把2长老的花瓶打碎了，昨天又把3长老的花给浇死了，但是我真的没干过什么坏事。不是问你这些，算了，那素魂炉在哪丢的？快带我去。好好说话，别动手。大长老，我是施玲玲，我回来了。我拜入了启风谷门下，师兄们都对我很好，指点我修炼。我已经不是废灵根了，而且还达到了筑基6层。只要我继续努力，我之后还可以做得更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有事想要拜托你，我能进来吗？3长老说的对，你果然不小青。你是谁啊？我叫施玲玲，来找大长老的。是你啊？我听大长老提起过你。真的？他说我什么？好像就说施玲玲还不够强什么的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是吗？他果然还是嫌弃我的废灵根，嫌我太弱，不配当他的。这有啥的？大长老不相信，你可以证明给他看呀。我能怎么证明？此地灵气旺盛，所以山上蛰伏了数量众多的妖兽。要是你能把这些妖兽降服，不就证明你现在很厉害啊？好像是这个道理。对，我只靠说还不够，必须展示出相等的实力，才能说服他。那就拜托你啦，妖兽大多都在山顶，祝你好运。我还要回去交班，就不跟你带路啦。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。请问你对束小城有什么看法？可以打个码吗？可以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束小城你简直是，你实在太了。你说啥？请问这算工伤吗？化为小剧场不计入正片工作时间，一律不纳入医保哦。小嘴巴子，想吃嘴巴子了是吗？怎么第一期就来演出事故了？导播，快接广告！只要打败他们，就可以证明我的实力了吧？启风谷剑法第1式上钩了，今天一定修仙剑，一起上吧，正好清理干净。我会让整个明月山庄的人都知道，我施玲玲既然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那么固执？是不会放弃的。你明明不用经历这一切的。现在你会见我了吧？执迷不悟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小山说的没错，只要我够强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么做你会死？走了。即便做到这种程度，还是躲不过我。这一战，竟让你的灵根彻底打通，难道这就是宿命？糟了糟了，这素魂炉怎么凭空消失了呀？从灵力残留来看，是大长老施染来过这里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定是施染目的不纯。我看他野心勃勃，肯定是私底下修炼了什么禁忌妖术，想把我们都杀了，自己独占明月山庄。那他拿走素魂炉做什么？更何况施染早些年因为那件事元气大伤，他这些年来很少过问山庄事务。真要有什么野心的话，
为什么一直在后山洞府闭关？死胖子这都想不明白。他伤了根基，自然要用宿魂炉修复。而且他一直因为那件事对咱们怀恨在心。就算他对山庄没兴趣，估计也想找机会报复我们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都不怕施展报复，你怕什么？看来你没少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呀。你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消消气，别伤了和气。不需要你在这里当老好人。我是让你们以大局为重。刚才的地震证明，那个东西又出现异动了，得赶紧把施展和宿魂炉找回来，不然等那个东西冲破封印，那可就是灭顶之灾了。你都听到了吗？啊，听到了。我现在就想冲进去把他们打一顿。好好的人不做，当什么谜语人？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！我看你一表人才的，刚刚还教训了程以三那群恶棍，还以为你是个侠义之人，怎么总是喊打喊杀的呀？我们启风谷的规矩是能动手就别嚷嚷，我只是在贯彻师门要义罢了。启风谷？那你是施玲玲的朋友呀？你早说嘛！啊，你也认识玲玲？我之前在后山洞府遇到她了，她是去找大长老施染的，还说想借什么宿魂炉。哦，所以施染和宿魂炉都在后山是吧？你早说呀！带路。神呢？奇怪，刚才他们还在的呀。舒小成，这里确实有玲玲的气味，能找到吗？有点难度，气息很微弱。等一下，怎么又有一股陌生人的气味？这剑招，莫非是想找人？先过我这一关。是你，天下第一剑术高手叶孤城。说了几百次了，我叫孤城叶。剑之孤城叶，他不是一直在寂静谷闭关修炼的吗？怎么今天突然来这里了？孽缘呐！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自古对打，左边输啊！哼，太有趣了！这鬼天气就需要你的冷笑话降温。舒小成，我们已经长达108天未曾交手了。这108天里，我苦心精进剑法，为的就是一举将你击败。你这话都已经说了6383次了，烦不烦？少废话，看剑，逢身。这两个人是什么恩怨啊？怎么刚见面就往死里打？说来话长，当年舒小成和孤城叶因为一件小事结下梁子，从此以后他俩见面就打，拦都拦不住。那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他们打成这样？是因为你们两个打归打，不要误伤无辜啊！想不到一段时间不见，你居然能用术法了。以前你每次都用剑招把我逼退，等拉开距离再用远程攻击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。哼，可惜你的锋刃对活物没用。那又怎样？老子照样打你！冷琛，准备组合技。你又来！舒小成，我知道你近身搏斗很强，但如果你近不了身呢？剑神无我，锋刃根本无法打破我的剑招。可你若是想靠近，最终只会被这剑光撕成碎片。冷琛，饿了吗？上！吸！什么？请问你和叶孤城什么关系？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请问你和西门吹雪谁才是天下第一？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。请问你的剑术流派是什么？是传承自我师父的天外飞仙。你果然是叶孤城。都说不是啦！这下你没见证了吧？给爷死！不好，舒小成近身搏斗很强，并且非常难缠，必须赶快和他拉开距离，才对我有利。笑月寒夜，你往哪儿打呢？什么时候？好充沛的灵力啊！舒小成，
这小子是天生极品的月华灵根，灵力充沛异常，所以他的每一个剑招上都附着了强大的灵力能量。你让我把它吞了，我就能享受这强大的灵力精华了。加油！跟我混就得改邪归正，别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。好强啊！我还第一次看到有人赤手空拳的能打赢顾成业呢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束小成打败他的第6384次了。只顾着看戏，大强，你之前说小师妹往哪个方向去了？东边，不过气息很微弱。东边，那里就是击剑谷的方向，难怪顾成业突然出关阻拦我们呢。小成，这次看你还怎么躲！天月外星，剑斩王帝！能吃，吐。不要用我的剑招干那么恶心的事情！束小成，你打算徒手接我剑招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看你已经很吃力了，还是快认输吧。错了，我单手接是因为两只手不方便做太极的起手式啊。还给你！糟糕！揍你！现在是第6385次了。他到底是怎么成功预判到顾成业的动作？都打了6000多次了，束小成估计早就熟悉了吧？束小成，你大爷！有你这么用的吗？不过你小子还真是有点东西啊！极品月华灵根都不是你的对手，本座果然没跟错人。区月华灵根，等我修仙大业完成后，我的灵根一定是独一无二，9州最强。等等，灵根？对，我知道明月山庄的违和感在哪儿了。你发现什么了？灵根分5行，在这个基础上又会有一些变种，比如战斗系灵根、幽灵系灵根。但整个明月山庄的人什么灵根都有，唯独没有水灵根。之前618给玲玲做检查的时候就说过，她的灵根和水灵根非常接近。还有老六那次看到她的能力，也像是水灵根才能使用的。不好，玲玲有危险！我不会让你去祭剑谷，也绝不承认自己会输。烦死了！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看剑！大强，帮我顶一会儿。真的假的？我打顾成业会赢的。莫非明月山庄求得水灵根赶尽杀绝？可小师妹是怎么变成废灵根的呢？而且没听说过他们对其他宗门的水灵根有什么仇恨。如果只是针对山庄内部的话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在那边。谁也别想动我启封国的小师妹！何方小贼，胆敢在此闹事？放人！也敢阻我？是你先区我的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停！束小成，别想坏长老的大事！你烦不烦呐？那我就先弄你，再救小师妹。Oh my god！ 嘿嘿，顾成业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今天咱们就来同归于尽。是决一死战吧？别挡路。那不行，我是西方第一剑士，你是东方第一剑客，只有打败你，我才能成为9州大陆最强的剑人。那这人剑合一。韩老四，帮我顶一会儿。韩师兄，你就放心的驾鹤西去吧。我一定会把这家伙打得绿水青山。成语不是那么用的，不过算了，冷吃，咱们上。冥顽不灵！明月山庄的事与你们无关，你们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哼，石莲莲入了启封谷，就是我师妹，有我罩着，我当然不能对她坐视不理。丁木头，二师兄说的对，我们启封谷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，nice good。
跟我交手还分心，这西方修士太瞧不起人了吧！你是阵法需要灵力破解，而你这蛟龙恰好蕴含大量灵力。这个没有任何灵力的凡人，内核为何如此强大？喂，舒小成，我能感受到这女人灵力很动的，好像是灵根受损，一直没修复好。这女人说不定想强摘你师妹的灵根，用来修复她自己的。可玲玲是废灵根呢？不对，难道她其实是先天水灵根圣体，需要解开什么封印？既然你已经知道，那还真是由不得你了。一开始，艾伦对自己的二师兄并不服气。你没有资格做我的二师兄，受死吧！那叫没有和受死。算了。可恶，是我鸡飞狗跳，我输了。那叫技不如人。既然输了，就乖乖接受起风谷的惩罚吧。话说，我记得你好像是意大利人吧？不要啊！求求你住手啊！我什么都会做的，你快把那个东西打开！我会让你永远离开明月山庄。撬动真格的了吗？不要，二师兄。玲玲，二师兄，我帮你。一个两个都那么倔，还真是一脉相传。玲玲，你想证明自己，不需要用那么极端的方式。她毕竟是你的母亲，别搞得你们母女反目成仇。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同姓不是父子母女就是家族宗亲，这我要是还猜不到，趁早去城外摆摊卖凉面得了。大长老，不对，母亲，我……你们两个还不住手！是。哎，可我们打的火树银花还没分出胜负呢。那叫打得如火如荼。你再不停手，我就把你打成火树银花，听懂了吗？那个小生呢？哦，吓得回去报信了。顾神夜拎着我来找你，倒是没难为他。母亲，这是我在起风谷的二师兄舒小成，他很强大。二师兄给了我很多指导和鼓励，我一直以他为榜样努力修炼。这是大强，二师兄的狗，他们都很照顾我。这个西方修士是……瞧，小师妹，我是你四师兄，来自西洋国的剑士，改天请你吃披萨。师傅他老人家怎么什么物种都收啊？习惯就好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追着你来的呀！我想和你决斗，但你只想跟二师兄打，所以我就主动出击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会决出雌雄，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九州大陆第一剑人了。顾成业和二师兄有矛盾吗？别提了，他追着我挑战，是因为那年他的灵根是你打通的。是啊，我看小师妹虽然表面上是废灵根，但其实灵根淤堵，经脉不通，就用起风谷特制疗法帮他打通了灵根，还远比其他修行者强大。不用谢。二师兄的疗法非常 nice，Demoto。你，母亲，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修炼？我知道你一直嫌我太弱小，不配做你的女儿。现在我终于一点点变强，终于能证明自己了。可你为什么还是……傻孩子，我哪里嫌弃过你？只是你这水灵根会让你丢掉性命啊！我水灵根，可我不是废灵根吗？你不仅是水灵根，而且是最罕见的9天银河，是水灵根中的极品天赋，100年难得一遇。二师兄，原来我真的是起风谷的希望啊！还以为能和小师妹抱团取暖呢，结果她这体质才是开挂风口天，只有我是真凡人体质啊！又地震了，长老，这震动越来越频繁了。玲玲，我现在用速魂录把我的灵根换给你，事成之后你就跟着你师兄离开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听明白了吗？为什么要换灵根？母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们山庄内部对水灵根态度不明，那若是你和玲玲换了灵根回去，岂不是给自己惹祸上身？而且我听说，有些长老对你怨气还挺大的，若是他们趁乱对你发难，你的下场又会如何？不行，灵根不能换。是长老，
玲玲是我师妹，我当然想帮她。可你要是不说清楚来龙去脉，我就是想帮也无从下手啊。我们山庄内部的事情就不需要外人来插手。程烨，送客。你去把施玲玲的水灵根大肆宣传一下，务必让整个山庄都知道。Yes sir。我听说你一直在找素魂炉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把这炉子捏爆，让你一辈子也得不到。坏了，势均力敌呀！此人的阴险程度不在我之下，快把那个拿出来！我知道了，要用那个是吧？我已经不行了，你不要死啊！你这种天打雷劈的好人，我本就时日无多，无法飞升。玲玲，和我经历相似，所以我把它当做我的人生希望。只要能看到玲玲渡劫飞升，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可恨，天意弄人，我看不到这一幕了。二师兄啊！玲玲，为兄马上就要去，你多保重啊！放心，我吐血绝对不是你母亲刚才打的，完全和她没有关系。好了，既然你想知道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水灵根会引导明月山庄走向灭亡，所以山庄才会对水灵根之人斩尽杀绝。程烨，这是山庄的私事。长老，不讲明的话，这家伙今天是不会放弃的。更何况，如果能有人解决这一切的话，好，我一定帮忙，行了吧？不过你得先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明月山庄封印着凶兽，而水灵根是解开凶兽封印的钥匙。那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把凶兽打死呗。你可别小看那个凶兽，那可是共工的断尾化形的妖兽。主啊，我忏悔，今天我的玉扳指没了。我想着，可能是最近安排八师弟加班太多了，他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我……那你是想对八师弟忏悔？不是，我跟他吵起来以后，不小心把他打晕了。我本来想把他埋起来，结果挖土的时候，把老七种的菜给铲了，作孽啊！你忏悔的该是这个嘛，给八师弟道歉的喂！今天我还没睡醒，就听到老六和老七吵吵闹闹的很烦，我就随手扔过去了一个东西，把他俩给打了。那你是想……他俩吵我睡觉，能让他俩给我磕个头吗？啊！我忏悔，我今天偷偷吃了六师兄的零食。那不是零食，是他的玉扳指，不要什么都往嘴里塞。睡得正香的，突然有人把我扔出去。二师兄扔的东西原来是你呀！七与颛顼争为帝，断尾化而为凶兽，名作共演，乱四方。先祖自当从血祭，安得阵法封邪祸？缘何灵根不容水，助纣为虐，虎作伥。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！这里的每个字我都看过，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能不能翻译一下？是说，很多年前共工的断尾化成凶兽共演，作乱四方。明月山庄的四大先祖合力用法阵将其封印，而水灵根，共演是水中妖兽，能和水灵根的人产生共鸣，并操控他们。所以共演想利用水灵根的人解开封印，于是山庄将所有水灵根的弟子赶走，但不论走多远，水灵根的人都会被血脉召唤回来，成为共演的傀儡。从此以后，明月山庄便对水灵根杀无赦。你们这做法真是够泯灭人性的。如果留着水灵根的人让共演逃出来，危害的将是整个九州大陆。这也是无奈之举。那小师妹是怎么变成废灵根的？是我亲手毁了他的灵根。这凶兽共演何其强悍！他只是放出一缕精魂分身，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还得让我们四人联手才能压制。
施然，把你女儿交出来！你女儿是水灵根，日后必成祸害。你们冷静点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水灵根必须死。刚才那一仗，咱们已经元气大伤，若是再被共演钻了空子，整个九州大陆都完了。可是玲玲还小，她的灵根已经被废了，这样你们可以留她一命了吧？你这又是何苦啊？9天银河，稀世罕见的极品灵根呐！事情就是这样。二师兄，这人怎么又是做幻景，又是整话剧的？他是魔术团的吗？这叫气氛组啊！那天我们合力镇压了共演的分身，但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。我的根基就是在那一场战斗中受损的。从此以后，我一直都闭关修炼，不见任何人，包括自己的女儿。我亲手毁了她的灵根，哪还有脸再见她？他们说您不愿意见我，是因为我是废灵根，让您觉得丢脸了。我懂你的心思，但小师妹在明月山庄过得一直不太好。你是做母亲的，不能只活在愧疚当中啊。可是来传话的侍女说，玲玲被人照顾得很好。施长老，我想应该是有人从中作梗。那3长老显然和您不对付，4长老倒是个佛系的，2长老总是想当理中客。根据经验，狼人往往是最不起眼的那个，所以2、4当中肯定有一个有问题。二师兄说的对，让我用占卜术看看究竟谁是幕后真凶吧。无量天尊，至圣碑了！你和隔壁李大壮一窝生的吧？真主安拉在上，天父克苏鲁说幕后真凶是2长老。需要证据。这知识呀，都学杂了。已经没时间让你慢慢调查了啊！最近地震愈演愈烈，那是封印松动的证明。共演比以前活跃很多，迟早会逃出去。所以，我才想和玲玲互换灵根。都是因为我。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呀。不对，就算把灵根换掉，你留在这里也会继续被共演召唤，那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不准那长老无礼！冷静冷静。其实当年镇压共演的先祖有5位，水灵根那位以自身为祭，才能打开法阵彻底封印凶兽。也正因为法阵内有他的灵根印记，才导致水灵根成了不稳定因素。众所周知啊，4大某某一定有5位是吧？我的师祖是当年的见证人，我师门一脉的职责便是，倘若共演出逃，便由我们斩杀水灵根之人，重新将阵法封住。大长老对我多有照拂，所以之前我才拦着不想让你坏他的事。也就是说，水灵根既是钥匙，也是锁。小师妹这趟回来，要么放跑共演，要么为了镇压共演，被拿去献祭。这横竖都是一死啊！简直天选背锅圣体。舒小成，玲玲以后就拜托给启风谷了，请你们带她逃走，逃得越远越好，永远别回来。大长老，其实我一直反对您以命换一命的做法。既然束小成能打通施玲玲的灵根，说不定他能带来什么转机呢？对啊，小师妹在启风谷的时候，灵根已经被打通了，可她一直都很正常。不是说水灵根跑再远，都会被共演操控吗？难道说山庄里还有？逃跑不是我的风格，而且我打算给小师妹上一堂人生课程。至于教课地点嘛，就在明月山庄。老九啊，我有个事儿问你。我那天在家里床上躺着，突然冲进来一辆马车把我撞了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真的。我要是说谎，就是大师兄被陨石砸死。我就是问问，你那么激动做啥？师傅被陨石砸死了啊！你瞎说啥呢？大师兄那个渡劫期的道行，能被普通陨石随便砸死啊？不是普通陨石，是究极生物。施然的女儿试图放走凶兽共演，借此掌控明月山庄，简直罔顾庄内法规。前明月山庄大长老施然，连同他女儿施玲玲，当格杀勿论。乌承业私自逃离寂静谷，助纣为虐，当同罪论处。这下他们倒霉了。至于施玲玲带进来的那条狗和那个凡人，
反正肯定是一伙的，同罪。他们背后可是监察院的人，你也看到了，还是冷静点儿。我管他监察院还是喝茶院，只要在庄内动手，就算他事后想上门算账，根本就是死无对证，是吧？谁？这力量！嘿嘿，你好啊！什么妖孽？放屁！本尊可是高贵的器灵。什么东西？谁在装神弄鬼的？快出来！该死，雾太大了，根本看不见。肯定是施展高贵，你有本事滚出来，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。午时已到。那是啥？好像是老三呢。他怎么这个姿势御剑飞行啊？不对，他是被人打飞的。什么人能把老三打成这样？小师妹，为兄教你人生第2课：当你不知道谁是敌人的时候，那就把所有人都揍一顿就可以了。小师妹，狠狠打，把你这些年受过的委屈和欺负，通通打回去。施然，你可是首席长老，孩子们不懂事，你也要跟着胡闹吗？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可以舍弃一切。嗯，今天来的都是3长老门下，难道是他？蕴藏着黑暗力量的狂风啊，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。妈妈，我要回家！救命啊！封印，解除。哟，可算是把你找出来了。Demolito，二师兄作战成功。全部线索都对得上，果然是你。幸好你们不熟悉艾伦这种西方修士，他才能作为一个骑兵偷袭成功。真的是你？你们怎么知道是我？让我来说明吧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事已至此，还有很多疑点，让我们稍作讨论。视频时长很短的，你说话利索点行吗？我很早以前就帮小师妹打通灵根了，按照你们的说法，那个时候她就该被共眼操控了。可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她都很正常。那是因为她的灵根还不足以强大到能和共眼建立联系，但9天银河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灵根，若是没有完全被废，就还有重新点亮的可能。飞天意面神给我指引了方向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卡牌上明确交代了缘由，当年有2个孩子都是水灵根，只有1个是有身份的神职，1个是平民。他到底怎么看懂的？要不我们就信老四的占卜一次，反正来都来了。只要咱们当众证明小生是水灵根，或者证明他是某个长老的眼线，那小师妹就安全了。其实没有证据也可以编造证据，反正只要咱们打赢了，就没人敢说啥。不愧是家里当海盗出身的，经典矛盾转移和编造证据。不过这办法确实可行，所以我在山庄内制造混乱，除了帮小师妹出气，还有个目的就是让艾伦趁乱突袭。你果然露出马脚，想不到当年居然有2个水灵根的孩子。来做个选择题吧，是我把你揍一顿你再伏法呢，还是你直接自首呢？我给你第3个选择，那就是通通被我杀死，我会让你得逞的，冻结。不愧是9天银河的顶级灵根，果然够强悍。不过下次记得先把你师兄拎出来再动啊！要跑？你想往哪里走？别挡路，去死吧！好凶猛的攻击，可我为何感受不到他体内灵力的涌动？倘若是灵力太弱，那他不该有如此实力。施然，太弱了，就凭你们还想镇压凶兽，倒不如把你们的力量都献给共眼。在后面，假的，这边，侍卫之狐狸毛真好用啊，能释放狐惑术化成人。哟，怎么天真可爱装不下去了，该走疯批萝莉路线了？那你知不知道，熊孩子都是要被打屁股的呀！哈哈，
我要杀了你！苏小成，四师兄，你召唤风的魔法是什么啊？是我和风之精灵沟通，让他用魔法帮助我的。我用你们能听懂的语言吟唱一遍吧。风之精灵，我们家和你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你帮个忙，在蜜月山庄吹阵风呗，我愿意用2000点灵力魔力来换。瞬间觉得不神秘了。整那么麻烦，小师妹，为兄教你东方的办法。可二师兄不是没灵根吗？土地公，帮我个忙呗。早晚有一天师妹会遭天谴的吧。苏小成，不用慌，小场面。合着你来来回回就会这么几招啊？那我就示范给你看看，所谓的远程法术，应该是这么用的。不好，我的力量正在流失，吐血被他预判到了。想跑？二师兄，趁现在！多谢你刚才的招式，让我家小师妹学会使用水灵根，这是学费。苏小成，下次能换种用法吗？看我心情吧。快，得赶紧救治！母亲，撑住啊！来，我用药王符帮你们。你啥时候懂医术了？他是不是在装死？舒小成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的灵力波动有些不对劲？谢孤城，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？喂，都说了我叫孤城。小师妹，真是好险呐！水灵根果然不容小视。原来是你！阿弥陀三清圣母克苏鲁啊，他真的是幕后黑手。老夫这中庸之道演得还不错嘛！别动，否则失灵灵可就没命了。小生是你安排的，你做这一切是想用水灵根释放凶兽？是啊，那可是媲美水神共工的凶兽，谁不觊觎他的力量呢？只可惜从我年幼起，山庄内就一直没有水灵根的人了。我等啊等，终于等来了施灵灵这个绝佳机会。我知道老三一直和施染不对付，就拱火让他逼迫施染。本意是让他把女儿叫出来，没想到他做事更绝，直接断了灵根。后来我找到了小生，可惜他太弱，根本不能打开共眼的枷锁，所以我只能继续等待机会。小生太弱，施灵灵回来了。你老年痴呆嘛？所以你给施灵灵送礼物，还安排小生诱导他诛杀妖兽，目的就是让他赶紧变强，打通灵根去开阵。不错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以血为祭，开启封印。住手！真是被人看扁了。我们启封国的小师妹要是连你一张破符纸都抵抗不了，那就太丢脸了，对吧，二师兄？是也。走，干他！就是你害得我们小师妹有家不能回是吗？今天新仇旧账一起算。数字狂妄，当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们？以血为祭，随我阵法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人心善，见不得别人自虐，帮你打断施法了。还好，只是晕过去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这雨好凉啊！不对，这不是雨，这是……这雨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小师妹的血。终于得到水灵根的血脉了。不好！这小丫头是水灵根不假，但她出生不够3天便夭折了。我不过是将几分灵力注入到这具躯壳之内，借尸还魂。你们果然蠢得毫无发觉，到头来你们还是阻挡不了我。糟了，共眼出事！放肆！不过是一群蝼蚁，也敢直呼神之名？不过是个共工尾巴幻化而成的妖兽，也好意思自称神？既然他已经出事，那就直接打！你们这群蝼蚁，真是不自量力到可笑了！开嘲讽谁不会啊？你真那么厉害，怎么当年还被封印了呢？哼，说2句就急了。大爷的，一起上，快阻止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妹，二师兄，我们的血
不受控制。陪你们玩玩而已。真以为皮肤能撼动巨树？在我眼里，你们的血和水有什么两样？水神一族最擅长的就是让水为我所用。水神为你所用？连自己是神是妖都分不清的玩意儿，你狂个毛呢？对他的气血操纵不起作用，这凡人倒是有意思，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抗议！为什么我没有打斗戏份？我申请重置。你又不是 BOSS， 就算有打斗戏份，也是被我一拳秒杀的范儿，有什么好重置的？我试试早知道。树小城，老夫定要让你知道我的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时长留着讲点别的多好啊，比如白来的故事，燕青那次，还有那天晚上我和618不小心。二师兄，说点能播的。能吃，老规矩。区区气灵，怎么可能吞噬神的能力？没用的，我说过，我可以操纵水，就算你打回来，对我也无济于事。真不巧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想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冯胜，我只是想借着这个进你的身罢了，毕竟远距离输出，我很吃亏啊！哼，这小子又来这套。不过只要被他近身了，共也就逃不掉了。冷赤，把他的灵力吸干。得嘞！这未见的气灵，竟敢吞噬我的灵力！啊，正好腾不开手呢。既然我的血和冷赤都不受你控制，那我就赌一把。冷赤，把你迄今为止吞噬的所有灵力，在他心脏里炸开！你敢！果然如我所料，冷赤就像是一个扩大器，通过它把我的血和其他灵力炸开，这样的强度才能伤到共鸣。舒小城，我们赢了吗？冷赤消耗的力量太多，已经暂时关机了。就算没赢，我也没办法再来一次。我说过，匹夫撼树，蝼蚁还妄想弑神，不怕遭到天谴吗？你烦不烦？如果杀了你真有代价，那我干脆连天道一起干翻。程烨、西洋人，你们俩过来。啊！你们干啥玩意儿？舒小城，拜托你抵挡共演一会儿，我们要结阵，将他重新封印。那不是要水灵根？彻底封印才需要水灵根为基，直接使出阵法，虽然不能彻底根除共演，但可以大大削弱他的力量。到时候再由你来打败他。我记得艾伦是水瓶座，能不能用他代替？放酷了，二师兄，你做人怎么双标啊？今日我就将你们全部诛杀！好吧，古有左伯桃、杨角哀，舍命陪君子；今有我舒小城，弑神战妖兽。灵力，现在你的灵根力量最强，由你来为阵法提供灵力。是。也不知道挡不挡得住。喂，西洋人，我刚才教你的结阵方法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念错。可是这大肘官话实在有点烫嘴。好不容易才出世，怎能让你们再度将其封印？小许大长老，石玲玲，你的血脉给我，我要以血为祭，和共演结契，我要得到共演的力量。你这个疯子！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这水灵根就给你吧。我的身体，这是水灵根。铁骨城，用你的剑。程烨，太上玄元，不周之精，混沌浩大，一气出分。不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啊！不好，少了一个结阵人，力量不够，我们都会被阵法反噬。我来，三气化劫，动摇太清，四方阵法，随武化生。巧了，这阵法我也会。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精气上腾，浊气下凝，三界内外，万圣千阵。二师兄，我们成功了！啊，
这次是真的赢了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二师兄，你偷赏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被封印了吗？为什么还在啊？士可杀不可辱！你居然把我弄成这样，我要你死！看来这法阵出了点差错，也不知道是因为法阵太过久远有些失效，还是因为你们的加入改变了性质。那不是更麻烦了吗？哎呀，这么小，烤着吃也没多少肉啊！我杀了你！二师兄，这次我也帮到你了。玲玲做得好。小师妹的灵根怎么这么微弱？换灵根的代价本就是筋脉寸断，九死一生，加上强行结阵，导致灵根受损。现在你真的成废灵根了，后悔吗？我已经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了，没什么好后悔的。以后我就跟着二师兄混啦。孩子长大了，该放手就放手。是啊，可我终究对这孩子亏欠太多。只是现下一场恶战刚结束，无暇分心，还是得托你代为照顾。好说好说，把速魂炉借我用用就行了。八师弟，别害羞啊，走，咱们去女仆咖啡馆放松一下。おかえり、可惜什么？处长，咱们还有公务在身，青天白日的，你怎么能？都说了，在外面喊我六师兄就行了。哎，听说今天来了新人，真好奇是什么样的。好兄弟咱们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四师兄呢？刚才有人把他带来的意大利面掰断了，他当场晕过去了，正在抢救呢。等速痕成功，距离塑造灵根就又近了一步。不容易啊！舒小成，速魂和幻灵根一样，都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，你务必顶住万难，直到成功为止。我明白，您快开始吧。起！这是哪儿啊？等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天地为其盘，众生为其子。可是为什么全是起风谷的人？风清月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们了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住手！快住手啊！垂死挣扎，无老罢老，所有人都会因你而死，此乃天道。因我而死？这天道，我要也罢！速魂炉爆炸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坏了！刚刚掉进去个莫名其妙的幻境，出来就把人家的炉子搞坏了。可能是二师兄体质特殊，毕竟我们上次在鸿蒙宝库也爆过一次。那到底成功了没有啊？成功与否一试便知，还差最后一步，用太白尺铸造灵根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动身去筑门。你成没成功另说，速魂炉可是我们明月山庄的宝物，你打算怎么赔呢？玲玲啊，还记得为兄教你的人生第3课吗？记得，是乔达家族的独门绝技波纹疾走，打得过就波纹，打不过就疾走。喂！Ciao， 二师兄，小师妹，我来。来得正好。那怎么行？你这是强取民男的。那叫强人所难。要变天了。二师兄，慢点，慢点。估计是又失败了，所以他憋着气呢。那之前岂不是白干了？二师兄也太惨了吧！二师兄，你别冲动。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啊！不是说你俩，我是说你俩后面那玩意儿。舒小成，你休想甩掉我！二师兄，他怎么跟我们出来了？估计是想报复舒小成吧。你烦不烦啊？你的力量被封印了，又不是我害的，别跟着我了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变得这么惨？我当然要找你报仇。去，我还要去筑门，很忙的，没空和小蚯蚓纠缠。有破绽，舒小成，
要你死！你飞得稳当点啊！要是我们掉下去了，我就把你烤着吃了。是。我这里有绝世灵草，买个试试吧。包肚谢谢我们，还有套餐优惠。一个字，躲。人呢？原来是你啊！唉，那些商贩最近是越来越缠人了，而且报价一个比一个高。下次啊，还是让阴阳离子出来买菜吧。阁下既然来了，何不光明正大现身？躲躲藏藏非君子所为，不如我们自报家门，也好让我知道你我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，居然引得你直接对我动杀心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和死人废话的习惯。口气不小嘛，居然能挡住堪比渡劫期的惊雷，倒是我轻敌了。那就雷斩摧星破月。跟他学了这么久，你就这点本事，这九州世界的力量对我无效啊！毫发无损，这怎么可能？以我渡劫期的实力，居然不能伤到他分毫。他刚才还说九州世界，难道他来自域外？受死吧！我师傅，功德之力，原来是你啊！当年师傅临走前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锦囊，原来他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可恶，根本没有插手帮忙的时机。既然你已经现身，那就证明一切都晚了。我们会找到那个人，杀了他，让你这10几年来布的局功亏一篑。作为一个炮灰，废话太多了。好，那这样你又当如何呢？秦月，先毁了这个旧人。是。秦月，记住为师对你说过的话。师傅，总算得到你的本命真魂了。当年师傅临走前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锦囊，原来他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可恶，根本没有插手帮忙的时机。既然你已经现身，那就证明一切都晚了。我们会找到那个人，杀了他，让你这10几年来布的局功亏一篑。作为一个炮灰，废话太多了。好，那这样你又当如何呢？秦月，先毁了这个旧人。是。秦月，记住为师对你说过的话。师傅，总算得到你的本命真魂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应该是错觉吧。认知能力已完全丧失，无任何主动活动，呼吸正常，心跳正常，保留生命体征，但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。已确认风清月丢失本命真核，判断为紧急情况，启用师傅临走前交代的备用程序。秦月，我给他留的纸人还是没保住他，看来计划要提前了。618，你先带清月回启风谷，和阴阳离子他们先苟一阵儿。至于小城那边，以计划为前提，见机行事。已确认指令计划，启动。原来是七纵联盟的贵客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哇，这次终于顺利了。烦请诸位先行登记，我这就去禀报。不好意思啊，赶时间，我先过去了。请留步啊！我还没有进去向门主通报呢。那就赶紧去啊！我很忙的。吵死了！二师兄，你不舒服吗？你没闻到吗？这住门空气里一股子汗臭味，就这也能加入七纵联盟？这件事一定要尽早去办。是。管事的出来说话，把太白尺交出来，不给我放火烧你们宗门了啊！二师兄，你冷静点，难得这次咱们进来的那么顺利。就算你失败了，也不能无差别攻击啊！没，我开玩笑的。奇怪，
我今天好像是有点过分暴躁了。你们就是启封谷来的吧？刚才已经有弟子来通报过了，真是稀客呀！行了，赶紧过剧情走流程，是要帮忙打怪还是找东西？快点儿，我赶时间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很好，现在更烦了。奇怪，怎么看见这小子就两腿打哆嗦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门主早年南征北战，仇家众多，他不太习惯和外人近距离接触，所以总是一惊一乍的。哦 ，PTSD 是吧？正好我也不想过去，咱俩就这样隔空喊话吧。我想借你太白尺用用，作为报酬，我会顺便帮你解决宗门里的一些疑难杂症。是什么让你如此熟练？不用，你们先坐会儿，我稍后派人去取太白尺来。别稍后了，现在立刻马上！你省省吧，他是不会把太白尺给你的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捣乱，边上玩去。那个人根本不是门主，而是妖物邪祟杀了门主，取而代之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谁？你再装！这么大个人，这么大嗓门，你没听见吗？干脆我直接把你揍一顿吧，打不死就是妖怪，打死了另说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冷静点啊！二师兄，你冷静点！把人打死就真的拿不到太白尺了。你没发现这个人一直说话，但门主根本不搭理他们。那个人好像是个游魂，不知因何缘由，只有我们能看见。证明我说的是真是假很简单，太白尺的下落只有真的门主知晓，这个冒牌货根本拿不出来。听见没？你有没有命，就看你能不能拿出太白尺了。我这就去亲自给你请来。他有东西能证明自己，你呢？总之他是拿不出太白尺的。至于证据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揭穿这妖怪的真面目。二师兄，我们就在这里干等嘛。不，你和大强去盯着柱门门主，谨防他有诈。我去调查那个游魂。二师兄今天心情不好，我还以为二师兄要失去判断力了呢。别小看我好不好？根据一贯的剧情套路，我是不可能顺利拿到太白尺，剧情的关键很可能就在那个人身上。好了，分头行动吧。那小子在哪儿呢？这不是阴阳离子的跟宠婴儿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始祖这里有一招撒豆成兵的本事，能把你们画中之物变成灵宠。好呀，我要这个。可是我不会画画。没事儿，我帮你画。师祖，我画好了。我也画好了。啊！阳离子生平第一次觉得，自己和阴离子之间产生了一道可悲的壁障。你说风清月现在正在启封谷静养，师傅另有安排，所以我不用着急，也不用回去。奇怪，我着急啥？你说因为风清月的本命真魂被夺了，凶手不知所踪，所以他才被618带回去静养的。对个屁呀！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倒是早点说呀！风清月可是半步仙人，谁能伤得了他？师傅说他另有安排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去找太白尺吗？别捣乱！没用的，我早就说过，那门主之假。等等，我们可以合作。烦死了！我现在没空管你们柱门的这些破事儿，我得回去救人。你朋友可是丢了本命真魂，你一介凡人，就算回去，也只能给你朋友收尸。住口！说得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本命真魂找回来。真魂和灵根相连，太白尺可和灵根共鸣，能帮你找到真魂的下落。我叫阿池，是门主最小的徒弟，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揭穿现在的那个冒牌货，制服妖孽。你为什么偏偏要和我合作？因为我怀疑整个柱门都被妖物控制了。以前柱门以铸造强大的兵刃武器和秘宝法器为目的，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门主总是研究一些歪门邪道的武器。这些武器散发着妖异之气，那冒牌门主一手遮天，其他柱门弟子都沦为他的同伙，只有你这个外来人不受影响，所以我才找你寻求帮助。
难怪我从踏进柱门就觉得不舒服，原来是妖气。你也能感觉到，我果然没找错人。你听好，我会提前布置好招妖法阵，你则想办法把那个冒牌货引进去。只要他进入法阵，就会原形毕露。然后我制服妖孽，然后我们给你太白尺。成交。门主真是考虑周到啊，不仅请出宝物太白尺，还要亲自为我举行铸造灵根的仪式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后生可畏，老夫一眼就看出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既如此，当然要为你保驾护航。晚辈谢过门主。不过门主，咱们非得站那么远说话吗？有吗？这不是很近吗？太远了，我都快听不见你说话了。门主说他觉得这样才是安全距离，还请您多包涵哈。首先，请您在这块血灵石上留个印，才能开启仪式。这老邓的 PTSD 也太严重了吧！我已经画好法阵了，你快想办法把他骗进来。他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，我怎么骗啊？还有麻烦你躲得认真一点，可以吗？门主，麻烦您二位也留意。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是有点耳背，咱们站近点说话呗。放心，就是测试一下你们能承受多大的灵力限制。不用了，我觉得这个距离就挺好。门主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那个女的是废灵根，那个男的是……哦，哎呀，这位小兄弟说的也有点道理，离得远说话确实很累，咱们还是站近些吧。区一个凡人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他怎么突然转性子了？是那个什么 PTSD 治好了吗？照妖镜，显妖孽，中计了！只要进了照妖阵，你就会现出原形。准备好，可能会有一场恶战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阵法，稍微紧张了一下，原来就是个照妖阵呢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还没现出原形？是不是你的照妖阵失灵了？我就知道你小子不靠谱。原来如此，你以为我是妖魔邪祟，所以想用照妖阵让我现出原形啊？不过很可惜，我真的是柱门门主啊！正好我断剑还缺几个活人献祭，你们既然来了，就把命留下吧。怎么动不了了？这不可能！门主他正直善良，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用活人献祭兵刃的地步？他看不见你，你骂了也没用。老邓，你喜欢土葬还是火葬啊？也不要这么快吧，至少给他点辩解的时间啊！从前听山庄内师姐们聊起过，柱门门主是个良善正直之辈，突然变成这样，恐怕是有别的原因。良善正直，那不就是变相说我是一根筋的傻瓜吗？曾经我确实只想着锻造兵刃法器，可是，在遇到那个人以后，我终于意识到以前的自己有多么愚钝。打一辈子的铁有什么出息？既然有着锻造神器的手段，不如拿活人献祭，练出最强的武器，为我所用，夺得一切。这些兵刃好大的血腥味儿，他们全都是以活人献祭炼制而成的。门主果然被妖人蛊惑了。追求强大不是过错，可你不该干这种损人利己的事。成王败寇，那些妓院已经死了，便是他们败了，错了。能为我的胜利添上一笔助力，是他们的荣耀。照你这歪理，只要我打败你，也就证明你错了。更何况你这还没胜利，半场开香槟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哼，一介凡人罢，拿下！再瞧不起凡人试试看呢？为什么把人踢出去还能拐弯的？倒是小瞧了你。既然如此，就用这把刀送你上路。老子现在都有神兽，教训你还需要亲自动手？给我上！李长生把阴离子的话变成根虫以后，阴阳离子出门，你在这里乖乖等我们。李长生，你们起风谷的人糟蹋我家庄稼，这事儿怎么说呀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不了，
除非你当我的上门女婿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后来还是用阳离子化的阴阳兽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动不了了？我也是。难道又是你这赖皮蛇从背后捣乱？你骂谁？你俩也太慢了，还是得我亲自动手。不对，舒小成，那都不对劲。舒小成，你的狗晕过去了。舒小成，那个人的刀好像能控制我们全都中招了。你俩一开始都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，牛得不行，怎么加入我这边以后连个小 boss 都打不过？真就棋败若3分呢。不是实力的问题，是那把刀。那把刀能控制我们的灵根，让我们动弹不得。好机会！二师兄，刚才我偷袭失败了。没事，先交手几次，就当探探这家伙的底。师兄，我来助你。明日，糟糕，忘记我是非灵根使不出法术了。用为兄教你的剑术。是。回去吧，真是不能指望你俩。下次一定修仙。还得靠我无敌的舒小成来解决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没被控制？我才想说呢，你这刀居然能控制人的灵根，还真是个令九州大陆修仙者惧怕的大杀器。刚才检测你是凡人体质，我还以为你只是资质不好，原来你小子真的没有灵根呢，难怪没有半点灵力。你这样的纯凡人体质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可你却偏偏控制不了，你最看不上的凡人！住手！别打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打出第2形态了，玲玲，咱们上！是。你跟破竹棍也敢跟我的宝刀对抗？二师兄，这个武器在吸我的灵力。混账！你敢伤我们启风谷唯一的小师妹！小师妹灵根被废尚未修复，让她用微薄的灵力来帮忙对付这老东西，还是太危险了。喂，你还有什么法术没有？帮我拖住他。好，我马上试试。群灵听吾号令。去！我的刀，既然刀对你没用，我就直接吸取你的生命力。上次有个妖王也想这样对付，你猜他后来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等会见到他问问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这玩意儿不对劲。靠纯正的力量，这玩意儿是活的，我一定要得到。这是群灵驱邪阵，快把那个东西扔过来。可恶，这东西粘得好紧，根本甩不开。快点，不然阵法就要散了。小心！去死吧！阿池，你的力量都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我要砍的明明是那个凡人，怎么莫名其妙的对着空气乱砍？混账东西！疼，好疼！你身体里那是什么？给我滚开啊！去死吧！心术不正的老东西！这一下为了阿池，这一下是为了那些无辜被炼气的人，这一下是为了风清月，这一下是为了师傅。舒小成，阿池，你还活着？我没有死。舒小成，你看看我，这是舒小成，你脚下的就是太白池。这里是你的回忆幻象？是的，祝门门主一开始很重视太白池，后来他被恶人蛊惑，连太白池都置于不顾。而我，你就是太白池的化身。只可惜门主已经走了歪路，他抛弃了太白池，自然也被神器放弃，所以他看不到我们。舒小成，你能看到我便是天意。我和太白池都被拘束在这无尽的囚牢之中。你上哪儿去？只有你才能把我们解救出来。喂，说话，不要打哑谜啊！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又该怎么救你们啊？不是，你们能不能把话说得清楚啊？嘴这个器官要用到正道上啊！喝咖啡吗？谁
喏，一杯东风手做咖啡。好的。师门真的会遭天谴的吧？祝门门主怎么被打成这样？说，太白尺在哪儿？那太白尺已经被我砸碎熔了，铸成了我的宝刀。什么？那二师兄的修仙大业岂不是？太白尺早就不存在于这世上了。舒小成，你打赢我又如何？还不是照样落得一场空？哈哈哈哈哈！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。阿芷还没有消失，还有救，还有救。二师兄，你要不看看这个？刀，对，把这玩意儿掰碎了，阿芷说不定就回来了。喂，舒小成，这刀里有和我相同的气息。你的意思是，阿芷变成气灵了，他还活着？那个小子只是自我意识，还没到气灵的程度。不过我勉强可以找到他。你需要我把他带出来不？废话太多了，你快把他弄出来！等等，这个气息太微弱了，好像是在这里，不对，这里。你找到阿芷了吗？舒小成，我找到了，但是那把刀上有邪气封印，我不能把东西带出来。那把这玩意儿毁了就行了，是吧？来，小师妹。结阵，是，封魔阵，开！又是你！啊！又是这股奇怪的力量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是没有金手指吗？怎么会冒出这个？嘿，成了！好，算你手工一件。那个真的是阿芷吗？阿芷，封印解开了，你醒醒！舒小成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真的是阿芷的声音。但是你的本体，你放心，只要神形不灭，我就能重塑自身。这也是太白尺的能力。看，成功了，怎么样？师兄，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开心就好。你们干嘛那副表情啊？那只狗的灵根受到过影响，我已经帮它修复过了。如今一切尘埃落定，还要多亏你们帮忙，否则祝门定会毁于一旦呐。可是祝门的门主和弟子都……祝门还有流落在外的外门弟子，我会召他们回来，选择品行好、信得过的人重建祝门。那就好。耶！舒小成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我现在就帮你重铸灵根，愿你得偿所愿。啊，真的太好了！这么多年的坎坷，就差这最后一步了。我会与你的筋骨魂灵相融。为你铸造出一条灵根，放心，整个过程很快，而且不痛。痛也没事儿，以前几次都说过程很痛苦，但我一点都没敢。走你！你大爷的！不是我痛吗？就你这里最痛了！嘘，专心感受你的变化。二师兄，你快看，灵根真的开始成型了。这是灵根，我不是在做梦，我真的有灵根了，我终于有灵根了。快看看二师兄是什么属性的灵根。别急，还没完全成型。成型了，舒小成，你的灵根是……哎呦我去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是灵根没长出来吗？不，他体内确实长出了灵根，但好像是因为他体质特殊，灵根承受不住，所以最后炸了。你玩我呢？二师兄，吃饭吗？今天五师姐做了麻辣兔头，虽然有点糊。阴阳离子很听话的，这几天都是他们在打理起风谷。大师兄还是那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不过还有呼吸。你的鸽子我喂好啦，要不要飞鸽传书给其他师兄？树小成，想开点儿，反
反正这也不是你第一次失败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起起落落的，习惯就好。嘿嘿嘿，祝小成，你这心态还是太差，得多失败几次，多练练。走。退！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别跟四师叔一样乱用成语，这叫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二师兄最近很消沉啊，自己塑造灵根失败，大师兄还被夺了本命真魂，哀莫大于心死。理论上来说，现在的束小成和死人并无两样。都努力了这么久，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也许真的不适合修炼吧。什么声音？可能师叔接受不了这个结果，上吊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束小成的灵根。你个没有灵根的穷小子，也想高攀我们张家？就是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妻少年穷。你连灵根都没有，无法修炼狼家秘术，弃你也是应该。啊！出来！想不到我竟获得天降机缘，一口气到了8重天境界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区区废柴，居然到了8重天！哼，属于我的修炼之路开始了，总有一天我会步入武道巅峰。哎呀！二师兄，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。没有啊，是你的错觉吧？二师兄，不要想不开啊！什么想不开？我在找师傅留给我的锦盒。还有啊，小师妹，你不要突然闯进来。风清月是病人，你这样会影响到他休息的。最影响他的不是你吗？师傅他老人家出门游历前，给我们每个人都定制了一个锦囊。风清月的是扇子上的花纹，618是一个机械零件，我的就是这个锦盒。这锦盒好像上锁了，要怎么打开呢？我就多余问。小成，见字如面，将锦盒里的东西投入到炼丹炉中炼制。困扰你的事情，自会有破解之法。师傅这么神神秘秘的，莫非是给我准备了什么法宝？二师兄，这个炉子好呛啊！稳住，火候别乱。师傅说过，只要稳住火候炼制整整2个时辰，就能获得。可以开吃了吧？不是，师傅，这好玩吗？哈哈哈！师傅，你怎么这么耍我呀？你这样真是把我逼得茶饭不思，只能含泪吃2大碗呐！就你吃的最多。慢着，这骨头上有字。这样，还有这个。前路迷茫，答案藏在天机阁。啊，天机阁？师傅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留馅儿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呗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启风谷已经上了天机阁的黑名单了。为了防止你忘记，我们和天机阁的恩怨是……不用提醒，我第1届就把他们的人给打了，所以结仇了。唉，怎么偏偏要去那个地方呀？要不要再动用一下老六的关系呢？启风谷的束小成在吗？啊，我就是。不对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在下于药师而来，因启风谷正门无人通禀，且无结界，所以自行进来了。二师兄，这套衣服他是天机阁的人。啊！本来应该开门的阴阳离子被扇到墙上当壁纸了。啊！真是说曹操到啊！天机阁的人怎么会突然来我启风谷啊？受门主所嘱，特来送上请帖。请帖不是找茬？姑娘说笑了，门主是要宴请启风谷的诸位，怎么会来找茬呢？诸位若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我这就用传送法阵送你们过去。你们门主请的是我，其他人就不必去了。啊！玲玲，你待在这里，出事了就找老六或者老八，
他俩的人际网肯定能捞你。二师兄，万一这是鸿门宴呢？傻孩子，你忘了吗？不留下个人看家的话，618做饭会把启风谷给炸了的。可是，大不了我把天机阁上下也揍一顿，都揍过那么多宗门了，不差这一个。我准备好了，走吧，就让我看看天机阁那个老头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为无主献上真魂。好，有了这份真魂，我在这九州世界不再是处处受限，这里的天地灵域终于可以被我吸收了。依属下愚见，应当乘胜追击，把那个人瞅出来，连同李长生一起斩杀。交给三世宗去做吧，他可是恨透了这几个人，巴不得手刃仇敌呢。你们东方七宿，好好辅佐他，务必让他得偿所愿。是。啥动静这么吵？舒小成，你可算来了！仙风道骨，黑道入土，造起来！走错了，你快带我去天机阁。没走错呀，阁主喊您呢，快过去吧。这个摇滚天山童姥是天机阁阁主啊！舒小成，你怎么不认得我啦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老六的资料里，天机阁阁主不是凶神恶煞的大汉吗？怎么突然换人了？师傅和你结拜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？李长生那个狗东西从来没提醒我吗？下次见面，我肯定要好好揍他一顿。阁主，孙芳呢？怎么没见他呀？哦，你说小孙呢？他狗胆包天，居然敢去你们启风谷闹事，气得我把他发配去东山挖矿了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他知道孙芳挑衅过启风谷的事儿，难道他真的是天机阁阁主？还是老六又坑我？你就算不信我，也要信你师傅吧。DNA 锁，果然是血咒令，这书确实是师傅留下的。都说了我没有骗你啊。奇怪啊，师傅有事交代，直接通讯给618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委托天机阁呢？啊！等等，这书不对劲啊！希望你能完好无损的出来呀，小子。阁主，你为啥放弃修炼去玩摇滚了呢？瞎说啥呢？音乐就是我的修炼方式，我这是把兴趣变成工作了。哦，所以你是远程攻击那种？没错，我的主要攻击方式是……好机会！天机阁阁主，老子今天就要宰了你，霸占整个天机阁！就是这样利用音乐进行远程攻击了。你给音乐道歉呢喂！是人？怎么会有人族忌乱？这都是你们吃的吗？别随地乱扔厨余垃圾啊！没事儿，你很快就会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了。天天吃幽魂小怪都吃腻了，正好换换胃口。真没劲儿，就算要打也来点有意思的成吗？不错啊，这样是给我打的呀！来的正好，就借你的力量清扫一下吧。奇怪，总觉得有种莫名的即视感。小程打得很利落嘛。啊，师傅！但是你忘了首尾工作，好好超度，他们才不会复活呀。南无阿弥陀三清。师傅别念了，不然咱们要被佛门和道门双双拉黑了。小程，你既寻得死处，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无法解决吧？师傅，弟子尝试多种办法，也无法踏上修仙之路，甚至重塑灵根都失败了，还请师傅指点迷津呢。哎呀，做人也不是非要修仙的吗？你看你现在这样子，不也挺好的？这么多妖怪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已经很强了，不需要再变强，摆烂苟着就可以了。师傅，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变强才想修仙的。修行之人皆长寿，
我若只是个凡人，最多不过享年100岁有余，以后又如何为师父养老送终？我知道，你就是舍不得大家嘛，所以一直想修仙换长寿。我是说长命。那是以前。师父，你刚才说我不用再变强，可是现在的我还不足以保护起风谷。风清月的本命真魂被抽了，我没有救他的能力，甚至连伤他的人是谁都不知道。万一对方再找上门来，悲剧重演怎么办？万一整个起风谷都……师父，我连保护好身边的人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，岂不是证明现在的我还过于弱小？所以我必须变强，强到能够真正保护起风谷。哎，小程，你有这样的觉悟是好事，证明你已经成熟了。为师可以放心把真相告诉你了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师父，你居然还有事瞒着我！但是接下来要说的事情，可能会对你的三观产生冲击，你可得撑住。师父，我不会是您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吧？少贫嘴，自己看。这是灵力，我原来是有灵力的。不，这是九州的天道碎片。哇哦，所以这才是我隐藏的金手指了。小程，你天生不凡。当年我捡到你的时候，就发现你体内蕴含着强大的力量。经过天象推演，我发现那竟然是天道碎片。啥东西？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清楚。师父，你又诓我。你听为师解释。所谓天道碎片，来源于整个九州世界的天眼之道。九州世界的灵运守则、天眼推算，乃至万事万物的规则，都包含在这份力量当中。那如果把九州大陆比作一个游戏世界的话，这天道力量就类似 GM 喽。由天眼之道幻化而出的碎片，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，甚至凌驾于整个九州大陆之上。这样神奇的力量，为师又怎会知道该如何使用它呢？真的？比你的命都真。你发誓啊？至于这么强大的力量是怎么化作碎片，又怎么进入你体内的，为师至今不得而知。你多审了呀，喂！师父，你心虚了，你果然还是有事瞒着我的。别打岔。总而言之，这天道碎片导致你体质特殊，以至于你体内无法诞生灵根，更不会有灵力，这就是你一直不能修炼的原因。所以我体内的这份力量凌驾于九州世界的修炼体系之上，约等于我是高维度生物，这才适应不了低维度的修炼方式。师父啊，那你明知道真相还不告诉我，天天看着我为了修炼鸡飞狗跳的，是觉得好玩吗？哎呀，为师这不是怕你还不够成熟，过早知道真相会节外生枝吗？言归正传，这么多年来，为师也是一直在寻找能让你顺利修炼的办法，最近倒是终于让我找到了。真的？您老又想说什么说辞糊弄我了？拿着。干啥？现在才进行龙傲天男主的经典剧情赌石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感觉体内有一股控制不住的力量。师父，您这是给了我什么神秘法器啊？我好像一瞬间找到了有灵力的感觉。这就是为师找到的办法。此物是真理之门的一部分，它能与你的天道碎片产生共鸣，所以你若是想修炼，就必须进入真理之门，寻找道法真理。那您老快带我去？哎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有心无力呀。现在的真理之门被混沌之主把控，旁人轻易不得接近呐。合着您这里也有固定剧情是吧？所以，那个混沌具体是啥玩意儿啊？铁铁们，想听什么歌随便点。这一款抱枕是限量的，需要的亲们抓紧时间，点击右下角黄色小车。望月阁特产龙爪花，现在购买套餐还有优惠，家人们千万不要错过！等我3、2、1上链接呀！明月山庄休整重建，找天宝宗买了很多东西，我来这边送货。要不明天让监察院整改一下直播间吧？处长，请您不要给人增加工作量。自盘古开天辟地之际，混沌之主就已诞生。他强大又神秘，靠吞吃各个大小世界的天道力量壮大自身。如今，他盯上了九州大陆，
如果不加以阻止，一旦九州的天道被他吞吃，整个九州世界都会覆灭。等一下，那我是……小程，我窥探天机，得知混沌之主觊觎你体内的天道之力，便带着你在启风谷隐姓埋名地苟了很多年，直到你能独当一面为止。我出门游历，不仅是为了寻找帮你激发天道之力的手段，也是在寻找消灭混沌之主的办法。那您找到了吗？快了，只是线下我这边出了点意外，不能及时赶回来，所以我将自己的3分灵魄和重要之物封印在这本书中，等待你来发现真相。师父，小程，去寻找东方的那7个星宿吧，他们掌握着开启真理之门的钥匙，终有一日，你会获得完整的天道之力，去行你该行的路，尽你该尽之事。等一下，师父，师父，阁主啊，我刚刚有了个新的调子，你听听，这样行不行？呀，出来啦！怎么样，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？哎，是不是没找到，所以自闭了？哎，年轻人嘛，有点迷茫很正常。穿越了那么久，老子总算有主线任务了。真理之门是吧？混沌之主是吧？我束角城来啦！呵呵，年轻人很有干劲啊。只待天雷落下，我就能激发天道之力了。我还是觉得引天雷激发2师兄的潜力是个不靠谱的方法。计算显示，不靠谱的概率是100%。风速5级，风向正常，约3分钟后将有闪电和惊雷落下。纵观古今，渡劫天雷都是最强的能量源，用它来激活我体内的天道碎片，再合适不过啦！哈哈哈。你这体质也引不来天雷吧？来了。2师兄，这雷有问题，怎么还带风啊？你总算忍不住现身了。检测到非友善目标，危险系数持续上涨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家伙就是袭击风清月的凶手。根据风清月遇害的时间来看，那会儿正是我使用速魂炉后没多久，而在柱门里，我已经隐隐使用过天道碎片的力量，这就证明你们可以追踪天道碎片，所以才用那个确定了我们的位置。那不对啊！既然如此，他们应该先来找我们，为什么受害的是大师兄？风清月身上一定有他们需要的东西，对他们来说，得到那个东西的优先级甚至高于天道碎片。难道是因为大师兄的本命真魂很特殊？你呢？不打算为我们解惑吗？动手！我以为你还是要单挑来着。我单挑个仙人板啊！一切恐惧都源于火力不足，用人海战术干的是最有效的。所以2师兄才要大张旗鼓的引天雷假装修炼，其实是要把敌人引出来。现在敌暗我明，这是最直接的办法。我们在旁边埋伏的都快睡着了。哎，我已经把监察院的精锐全都调出来给你了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可得兑现啊！我又不是你，才不会言而无信。舒小成，我们的攻击对他都不起作用，大家小心！618，你保护好他们，这家伙的目标是我。我魔抗点满，你的法术攻击对我不起作用。2师兄，他的攻击能伤到我，可天道碎片让我有别于九州大陆的修炼体系，这里的任何攻击应该都对我无效才对啊！难道他也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？难道他也是穿越者？启风谷一起出动，只留阴阳离子看家，他俩能照顾好大师兄吗？放心，风清月对于他俩来说重如生父，他们会好好照顾他。大家可怜可怜吧！父亲走得早，就留下我们俩兄弟相依为命。今天赚了好多，明天再带师傅来吧。
不好！哎，居然有人能伤到二师兄！哼，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能把束小成打成这样，是除了师父以外的人。把老子惹急了，降维打击了不起是吧？师父，你管不管呢？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欺负我宝贝徒弟？师父，你果然在，不枉我特意挑了一处您修炼过的地方。我留在这儿的小纸人已经通风报信，情况我都知道了。小成，现在为师教你慢慢调动你体内的天道之力。不是，来不及了，你直接上吧。原来是这样！错了，你这力量用太多了，收着点啊！没收住力，我再来。傀儡，难怪他一言不发。还是小乔对面了，他们的本体应该正躲在某处呢。这傀儡只是派来试探的。小成，天道碎片的力量你要谨慎使用，万万不可过度消耗啊！是，徒儿明白了。这种力量不是越用才能越成熟吗？为什么师父让我谨慎使用？而且既然只有天道碎片的力量才能伤到他们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攻击。白忙一场啊！人也没抓到，情报也没问到。情报还是有的，我可以利用视觉暂留技术，投影出这具傀儡之前看到过什么，把当时的影像1比1复刻出来。还得是你，比小成有用多了啊！你再说一遍！别打！你好好看情报回放啊！积水豹，你看这傀儡跟你一样丑，怎么不按照你自己的样子捏一捏？打头阵这种事，当然要你们来吧。好了，小洛和小豹不要吵了。别这么喊我，怪恶心的。臭男人就会打嘴仗。最近都没什么美少年，我都要枯萎了。威花虎角木蛟，你们俩说句话呀，一声不吭怪吓人的。这两人一天天跟个巨嘴葫芦一样，闷得很。总比某个聒噪的家伙好，一把年纪了，装什么小孩？你们很悠闲啊，看来是以为得到了风清月的真魂以后，就觉得万事大吉了。见过三世宗大人，大人，我们并非居功自满，而是……废话就不必多说了，这是给你们东方七宿的任务，各司其职，在九州大陆潜伏下去吧。三世宗大人，我们何必要躲躲藏藏的？积水豹已经得手，剩下的也都是囊中之物罢了。你们既然掌握着真理之门钥匙的碎片，就该明白最终目的并非杀死他们，而是有更重要的计划。谁若是贸然行事，打乱了布置好的一切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是。那就先用这个打探一下他们的情报吧。结束了，能获得的回放只有这些。东方七宿、三世宗，这次的敌人居然是一个组织，人数还不少。想什么呢？真理之门的钥匙碎片在他们手上，而且既然这是一个组织，那就证明他们全都来自不同维度或者域外世界，所以只有天道碎片的力量能伤到他们，情况有些棘手啊。而且这帮家伙看起来对咱们挺熟悉的，这下真是敌暗我明，路不好走了。他们怎么会了解起风谷的呀？难道是因为咱们师门有内奸？我说错话了吗？别说了。师傅，束小成是你的宝贝徒弟，那我们算啥？捡来的吗？什么话？束小成也不是为师生的呀。那我觉得你老人家对束小成挺偏心的。胡闹！为师一向刚正不阿、铁面无私、秉公办事、持论公允、明镜高悬、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区别对待？所以那个谁，你懂了吧？为师绝对没有偏心。这话您留着骗鬼去吧。小六啊，你叫啥来着？他们怎么会了解起风谷的呀？难道是因为咱们师门有内奸？嘘，别说了。现在事情办完了，
二师兄你可得说话算数，履行承诺啊。六师兄，你又要骗二师兄给你打白工啦？为国家大事分忧，怎么能叫打白工？不日皇宫要举办国宴，万邦来朝，彼时人多眼杂，若是有人想搞出什么乱子，往小了说，这关系到咱们启丰谷的未来；往大了说，大周国的国运那是万民之本呐。大叔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主要是东方七宿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我得去追查他们的下落。那也得靠监察院的情报网吧，只是最近监察院可没那么好调动了，恐怕你想调查也是困难重重喽。六师兄是监察院6处的处长，调动监察院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？唉，小师妹，你还小，不懂官场上的险恶。陛下卧病在床时日已久，继位的争斗开始摆到明面上来了。我们白家作为肱骨之臣，被朝中多方势力针对，就连我平时做事都多有掣肘，只有想办法在这场纷争中脱身，我们才能保全自己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帮你把政敌干了，你才能继续动用监察院的权力，是吧？我也不强迫你，你自己选。哎呀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六师兄真是总有办法把二师兄拿捏得服服帖帖的。那启丰谷，我和阴阳离子留下看家，并照顾风清月，并且启丰谷已经按照师傅的吩咐启动了防御程序，目前是对外隔绝的状态，外人很难找到。顺便说一下，我这是全息投影，我们的本体正在后厨煮饭呢。快拦住他！我好像听到厨房又爆炸的声音了。都御书在京城等着我们呢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启程吧。我还没去过京城呢。希望618不会把风清月毒死。小师妹跟紧了，当心走散。嘿，好。八师兄，京城一直有那么多妖族吗？那倒也不是，他们是为了宫宴才赶来京城的。这种宫宴向来是万国来朝，想和人族交好的神魔妖仙自然会来参加。哇，还有青丘狐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示威。咱们还欠他一个内丹，真要见了面不好交代啊。好说，把二师兄赔给他。有人当街闹事？不对，那个人是……什么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揍一顿就老实了。二师兄，你又随便打人。我打的从来都不是人，这家伙刚才骂我是凡人，态度这么恶劣，我当然得好好教训他一顿。你好大胆子！四皇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经典剧情，主角初入京城招惹了皇室贵胄的走狗是吧？那我就再把这走狗打一顿，直到他出来见我为止。二师兄，别打了，这个人就是四皇子。你不早说呀！都大人，按照大周国律令，谋害皇子是什么罪名？你应该清楚吧？还不快把他们抓起来！皇子怎么了？皇帝来了，我也照样打。你，天子脚下，岂容你如此放肆？都御书，你还不动手吗？老八，咱俩师兄弟一场，你总不能抓我吧？唉，事已至此，看来只能……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吾等监察院更不应当徇私枉法。二师兄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老八哪儿都好，就是太耿直了。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道德败坏吗？二师兄，这下咱们怎么出去啊？莫慌，自有人来捞咱们。你是说八师兄吗？不是他，是老六。咱们进局子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啊！白来留信指明让我在特定的时间和地方揍一个人，还说这是大计划的一部分。那个人就是四皇子。原来二师兄只是假装被激怒了呀，我以为你修仙失败，彻底失心疯了呢。所以老六迟早会来捞我们的，等就是了。坑爹呢这是！二师兄被骗那么多次还不长记性呢。没事，等我出去就帮老六和老八把戏办了。二师兄，八师兄向来这样铁面无私嘛。
是啊，整个启丰谷基本都被他管过。聚众赌博，处长，你跟我走一趟吧。寻衅滋事，四师兄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可是店老板在披萨里加菠萝，那也不是你打人的理由啊！无证经营，而且售卖非法书籍。武师姐，你跟我走一趟吧。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师傅师兄们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是你们太不让八师兄省心了吧？白爱卿，先前朕还觉得你不够稳重，如今你倒是愈发有祖上的风采了。谢陛下，白家对大周向来是一片赤诚之心，臣自然也不例外。朕要早点为大周国的未来做打算。此次宫宴关系不小，更不能有什么闪失。宫宴的一切事宜便交给你了，你可莫要让朕失望。是。微臣见过二皇子，哼，您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不忙着在外面花天酒地了？家国大事，孤自是要费心的，倒是白处长才算稀客。平素你在监察院日理万机，如今怎么有空造访？还没当太子就自称孤了，我看你想当皇帝是想疯了。哼，瞧您说的，监察院不都被您抽调走了吗？我当然落得清闲。时候不早了，您和陛下慢聊，微臣就不打扰了。看来你当真是不记得。二皇子不妨有话直说。哼，大爷的，整个京城就属你看着最让人不爽，早晚找个借口让老二把你揍一顿。谁骂我？二师兄是不是受寒了？我可是悄悄把你们带出来的，你们都小心些，我惊动了其他人。好好好，老钟啊，你说有人想见我们，才把我们捞出来，那人是谁啊？在哪儿呢？首先，我姓钟离；其次，那个人你认识？原来二师兄在皇宫也有老熟人呀！别诽谤我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二师兄，是你吗？呀，老九，嘿，真巧啊！你怎么也被抓过来了？啊，哈哈，说来话长啊。你这次是不是把皇家玉玺给吃了？二师兄，其实我……当心！啊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这玩意儿有实体，能打，问题不大。当心，他又要来了！不对，快追！什么声音啊？听起来毛骨悚然的。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宫中竟然混进了这等凶恶的妖物！别让他跑了！啊！之前那个就是他！能吃，出来干活！给爷死！啊！天道碎片！能伤到我的只有东方七宿那群家伙，所以这个东西是……究竟是巧合，还是他们确实追到这里来了？太惨了，他们的心都被吃了。近日确实听说宫中有失踪事件，但没想到宫内居然能进了妖魔。这是那个东西留下的，徐林还是蛇灵？二师兄，钟离武说这里他来处理，让我们先离开，免得惊动其他人。哦，好，你也有话要对我们说是吧？走吧，路上说。是。唉，当官真烦，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。老八巡查去了，不然非得让他帮我加班不可。话说二皇子那老淫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哪来的小贼还想偷袭我？亲爱的六师弟，好久不见呐！有你这么打招呼的吗？啊，九师弟和小师妹晚上好。六师兄变脸好快，打你都算轻的，
我按你说的去打了那个四皇子，结果当场被老爸送进局子，左等右等不见你来捞我，最后还是钟离武把我们放出来的。说，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哎呀，四皇子最闹腾，宫宴上如果少了他，会安静很多。就这么简单？那当然不是。哈哈，你这么坦诚的时候倒是少见啊。大事在即，我也没工夫和你扯皮了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陛下会在宫宴上宣布立太子继位一事，所以这场宫宴注定不太平。继位！大周公古之臣白来的一天，白天寻欢作乐，都有赏。哇！晚上寻欢作乐。提问：既然六师兄很闲，那监察院的工作谁来做呢？这个嘛，既然我在岁月静好，那必定是有人在替我负重前行了。加班爱我，我爱加班，加班爱我，爱加班。杜大人，还有这些文件待审。谁来救救杜玉书吧？如果我所料不错，陛下会在宫宴上宣布立太子继位一事，所以这场宫宴注定不太平。咋了？他要驾崩啊？你少说点会被九族消消乐的话。不过你也知道的，天道有规，人皇得龙气，国运护体，但寿命不得超过1甲子。眼看着陛下也确实快到时候了，所以有人也跟着蠢蠢欲动了。如今这些皇室血脉当中，除了大皇子早年渡劫失败死亡，剩下的二皇子对皇位虎视眈眈，三皇女人淡如菊，一心礼佛，而四皇子纯属是个草包。只有五皇子深得陛下疼爱，最有可能继位，一场夺位之争在所难免。听你这意思，你觉得二皇子和四皇子会在宫宴上逼宫？二皇子倒是藏得深呐，四皇子已经拥兵自立了。哼，不过这人实在没什么脑子，又菜又爱玩，还不如借你的手让他提前下线，免得节外生枝啊。那为什么偏偏是他？因为二皇子行踪不定，不好抓；三皇女信佛，不爱出门；只有这四皇子雷打不动的，每天出来吃喝玩乐，闭着眼睛都能抓到。其实我让你如此高调行事，是还打算吸引二皇子的注意力。这样一来，他会分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你身上，方便我布局策划。可惜八师弟下手太早，事情还没闹起来就把你抓了。六师兄，你要谋划什么呀？老六，事关重大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喂，我们白家世代清白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呐！哼，我只是想借力打力，拥护五皇子，牵制一下二皇子罢了。你俩到底什么矛盾啊？很简单啊，白家在朝堂中向来是中立，不跟风不站队，八面玲珑。但二皇子秉承着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的原则，对我家颇有打压。最近更是过分，监察院那边就是他在搞事，我都快被架空了。要不是有我老爹的面子，这6处我都捏不住啊。那你扶持五皇子，是觉得他胜算更大？不止，主要是他挺单纯的，好骗。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！反正这局你已经入了，二师兄，就算你不想，咱们启风谷现在也都是五皇子的势力了。行，那你带我们去见见五皇子呗，我看看这人究竟有多好骗。他一直在你们身边呀。您说是吗？五皇子宇文彦卿殿下。你是。二师兄，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呢。难怪那次你和钟离武的态度那么奇怪。我还以为九师兄也是被抓来的。咱们启风谷还有多少惊喜是别人不知道的？二师兄，我不是故意骗你们的，我
就是担心我说了实话，你们会区别对待我。不是，五殿下，放着好好的皇子，甚至大周国未来的皇帝不做，干嘛去启封谷当牛马呀？我只是觉得太累了。从小皇兄们就把我视作眼中钉，这宫中尔虞我诈太多，我只是为了活着就已经过得很艰难了。这皇宫的围墙太深太高，就像无尽的枷锁，我就算能逃，也永远无法走出这灵雾，因为这里锁的是我的灵魂。加入启封谷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我喜欢这种普通却又平静的日子，喜欢大家一起说说笑笑。确实单纯好骗。白家需要扶持一位继承人牵制二皇子，五殿下正好也受不了宫中繁文缛节，我便有意结交，牵线搭桥，引荐他入了启封谷。我加入启封谷是六师兄的故意算计。燕青拜入启封谷时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师傅，我给您找了个新徒弟。这不是大周国的皇子吗？小六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听说最近咱启封谷缺钱呐，殿下您快表示表示。不像话！李氏一直教导你们不能争名逐利，更不能为金钱迷惑。你把大周国的皇子带来，分明就是在侮辱启封谷的气节。我们启封谷自有风骨，断不可能为了这点钱折腰。我都说了，这点钱想让我折腰是不够的，还得再加。师傅，您差不多得了，再演下去就浮夸了。我只是渴望一份纯粹的感情，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呢？我真的很累了，你们不要拦着我，我需要一个人静静。去！大人商量造反大事呢，小孩一边玩去。都说了不是造反，小心九族消消乐。根据我安插在二皇子那边的探子来报，他一定会在宫宴上动手，到时咱们见机行事。提醒一下，既然你能在他身边安插探子，说不定他也把白家渗透成筛子了。随便他渗透吧，只有二师兄你才是我最大的王牌。有你在，对他们可不就是降维打击？对了，我们来之前遇到有妖怪吃人，不过那妖怪看起来像是东方七秀手下的。那这宫宴你更要来了。我如果是反派，也会选择在这种大场合闹事的。干嘛如果啊？你本来就跟个反派一样，天天想着搞事儿。啊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形象吗？喂，我好歹是夺嫡的主角吧？你们真的不理我一下吗？九师兄，这么久了，你还没看透师门的本质吗？皇帝居然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去当那乡野村夫了。皇兄说话何必如此刻薄？燕青回来便是好事。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还要来啊？真是有多想当皇帝。都安排好了。八师弟那边我也让他带人布局了，应该是万无一失。真晦气，偏偏遇到你了。啊？怎么？咱俩有仇吗？好狗不挡道。喂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心我参你一本啊！六师兄居然也有被针对的时候。朕这身子真是大不如前了。父皇龙体欠佳，不宜操劳过度，就让儿臣扶您回去歇息吧。不必了，其实今日朕是打算……父皇，你年纪大了，也该退位了。来人呐，帅妃为号，给我反！我也不演了，来人呐，帅佛珠为号，给我反！真是好一场酣畅淋漓的夺嫡大事啊！哪来的蛊虫？这烟雾好像有毒啊！陆小生，
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景很熟悉啊？是啊，想不到这里还有南越国的事儿。走，咱们该去会会老熟人了。张强，你都敢把主意打到大周皇室来了？又是你！不过这次你可别想坏我好事，我请来了南越国的3大巫蛊祭司，注定让你死无葬身。果然还是仗势欺人的降维打击舒服。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就算是你，也不可能从3大祭司手里全身而。热身运动结束，该动真格的。逆子，你疯了！父皇，您的皇位坐太久，也该让位了。南越国对我大周蠢蠢欲动，这一直是朕的一块心病。想不到，逆臣逆子竟然与他们勾结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姑借助南越国的兵力夺得皇位，待朕登基后，会把南越巫蛊尊为大周第1国教，彼此互利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愚蠢！你怎知他们不会背信弃义？父皇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愚蠢的中原人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摔杯为号这种老土的方式？我们南越国早就用更高端的虫洞通讯了。虫洞？首先使用蛊虫发动信号，虫洞会负责捕捉和接收信号，然后发给另一只蛊虫，得到信号反应后，蛊虫就会发出指令讯号。对面的蛊虫会把杯子推下去，杯子摔在地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行动了。脱裤子放屁！城外还有南越国的重兵死士，以及各种巫蛊傀儡。如此内外夹击，我倒是好奇，燕青和他那不入流的小门小派如何反抗。你带了南越国的兵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？千秋功业注定要有人牺牲，若是连这点胸怀都没有，如何继承大统？二哥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好啊，就去死吧！哎呦，二殿下，如今你是连演都不演了。二殿下意图谋反，这下我们白家作为肱骨之臣，可不能假装看不见。您说是吧，陛下？就凭你？就这！别说树小城了，我都能和你过上几招。哼，二殿下，看来你这天眼术修炼的不到家呀！造反就凭这点本事可不行。城外有老八带人挡着，会客都有小师妹和大强保护撤离了。树小城再被那几个祭司纠缠，我只要在他脱身之前稳住二皇子就行。我修的可不是天眼术，而是……六师兄，小心啊！我记得天眼术里有个分类是……皇室宗亲有龙脉护体，运不可夺，但夺了你的气运，让你惨死于天机推演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靠！你这老阴货！这啥？原来如此，竟是夺了他的运。哼，倒也无妨，以他的气运为引子，整个青丘湖的运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你是二皇子是吧？那仨老祭司还挺能揍的，我打了半天，现在终于可以来锤你了。二师兄，你快看，六师兄的情况不对劲。老六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？有东西出来了！在下是为了寻求妖族和人族的和睦而来，两军交战还不斩来使呢。喂，你不喜欢听，在下可以不说，别吃我呀！哎呀，你这人族还挺有意思，都怕成这样了也不动手。难道
身是为和平而来的？啊，你是？本姑娘是青丘狐族的公主，你喊我小九儿吧。这小九儿听起来像女子闺中小字，在下可不敢乱喊呐。可我母后他们都喊我小九儿嘛，他们说我是唯一一只九尾。你这个人族倒是蛮有意思的，居然敢擅闯青丘狐的地盘，要不留下当我的仆人吧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离在下太近了。别怕嘛，我又不会吃人。你刚才真的差点吃了我呀！好无聊，你们人类每天都要看这么多书的吗？这不是书，是公文。那感觉那只蟒妖的骨头做成烟斗特别衬你，我亲手做的，送你。好，那蟒妖都快化焦了吧？他就这么给宰了？哎呀，不愧是唯一一只九尾。地显悠悠，天显长，金陵王气应瑶光。哎，这句诗听起来不错。好，以后我的名字就叫瑶光了。别瞎看，那句诗不吉利，叫小九儿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，在青丘他们都叫我小九儿，我想有个人族的名字，是只有你知道的，独一无二的名字。六师兄，哦，你的发型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呀？这个嘛，自然是有特殊用处的。起风骨暗器，揍你！还能这样用的吗？小光，妖族觊觎我大周领土，带兵来犯。现如今青丘的小公主已死，妖族败退，我军大胜。二皇子威武！二皇子威武！你会美诗的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治。白来，天有寿命，这是你我的因果，是我们的缘，也是我们的孽。别说话，撑住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。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会守着你，直到你我的因果不全，直到天道轮回，万物归一，千秋无阻，听令。从今往后，见白来如见我，凡白家眷属亲朋，不得为难，不得。有光，白来，我不后悔，愿你余生一再庇护我。有光，白公子，此战你亦有功，父皇一定会重重嘉奖你的。混账！我杀了你！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，脑子和心里缺了一块一样。既然你心有迷茫，那就来我起风谷修炼，寻找答案，如何？修道啊，反正闲得无聊，也行吧。有光！哇，二师兄，你还没搞定啊？烦死了！好强的气运，等我夺了你的运，别说是大周国，就是整个九州天下，我也唾手可得。想夺走我的气运？好啊，那就来试试，吃不吃得下这天道吧？糟了，这气运太强，我控制不了。老六，还是个爷们儿的话就站起来，给他最后一下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古是天子，是大周的皇帝啊！唉，算了啊，算了，
你就这么圣母心发作了？虽然我与他有血海深仇，但这可是二皇子，皇室宗亲，真龙血脉。唉，就算有造反的大罪，也是皇子。我只不过是区监察院的小官儿，哪敢杀他呀？哼，真窝囊啊你！唉，所以我只能把他关起来。那一天凌迟车裂，灌铅活埋，无法伺候了。你这样还不如让我死了呢。二皇子，请放心，臣保证每天只会把你打个半死，然后用最好的药把你救活，再接着受刑。看到师兄们的道德水准还那么低，我就放心了。燕青，你扶朕一把啊！父皇，您小心。也就只有你最让朕省心，也只有你最适合让朕续命啊！二皇子修炼体系是天眼术，这种修炼方式以占星推演为主，初期靠占卜聚灵，后期则是观星改运。大成者可以推演万物，悟道成仙。同时，天眼术里有个刁钻的分支是夺运，可以夺取他人的气运，帮助自己修炼，但不能夺高于自己的或者有 buff 保护的，比如皇室宗亲有龙脉护体，不能夺。三皇女是单修，四皇子则是气修。五皇子燕青进入启封谷后，知识学杂了，什么都修。听说老二的修炼体系听起来就这么高端，我们俩的就这么敷衍。就是，看不起炮灰吗？其实，你的修炼体系放在我老家还是挺让人闻风丧胆的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单修啊。好冷的谐音梗。老九，闪开！二师兄，我的手还是被抓着。可恶！哎，束小成，你居然谋杀一国之君！少在那边说风凉话！燕青，躲开！不是我不想躲，我手松不开呀！二师兄，别打偏了！哇！误伤皇子，罪加一等。再废话，我先打你！真是后生可畏。本尊直接把你吸干，看你怎么蹦的！空的！舒小成，不对劲！这狗皇帝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！胡诌！普天之下，除了束小成这样的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修行之人没有灵力的，除非是修炼了邪术的师拔，对吧？啊，父皇，你道有规。人皇不得成仙长生，朕是紫微星降世临凡的真龙天子，凭什么要看着自己一点点老去，直到化作枯骨还无能为力？既然天道不允，那朕便弃了这修行法则，转投别的办法。啊，西北放逐之地的施拔邪术本是禁忌，你又怎么能修炼？啊，算了，我都忘了你是皇帝。这普天之下，有什么你想要还得不到的？哼，真是欲壑难填呐！朕得不到的东西可太多了，臣子的忠心、长生的寿命、天道的允许，乃至一个合适的儿子。啊，修炼这种邪术以后会变成施拔，需要吸食人血为生。所以那些人其实都是这狗皇帝害的。不止，狗皇帝不是求长生吗？这种邪术虽能做到，但是需要吸食至亲之人的血脉精魄才能续命。难道大哥当年并非渡劫失败而死？他的血味道不错，可惜还不能为朕续命。叶青，你是朕最得意的人选，只要有了你，朕就能续命100年。拿亲儿子当血包，真恶心！朕是大周的帝王，若朕能长生不老，必定能继续为大周开疆拓土，功在千秋。既然如此，牺牲1个2个皇子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其实根本就是自私自利的伪善。你这种人当皇帝，别说开疆拓土了，没把大周祸害就不错了。喂，你别只顾着义愤填膺，倒是动手啊！我倒是想，燕青还在他手里当人质呢，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啥时机？你还有后手吗？那当然是天降奇兵了。雕虫小技！监察院的，这还真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了一口。师兄住手，要吐了！殿下，多有得罪了！二师兄，营救成功！辛苦你们了。既然人质没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论力气，18可不比你这凡人小。阴阳怪气，先掐死再说。城外南越国的乱子已经全部控制住了。老爸，你和束小成都打了皇上啊，这可是死罪，要株连9族的。你刚才不也一口一个狗皇帝的喊？别聊了，我们快去帮二师兄啊！你还没习惯束小成啊？就你爹那2下子，根本伤不了他。是啊，我们上去也是添乱，不如提前做好善后工作。这是，糟了，这是尸毒，虎毒还不食子，那狗皇帝居然给你下毒！哈哈，想不到吧？父皇也是反派，你们还是拥护孤当天子吗？让你当天子有啥好处啊？孤会给出一个你们无法拒绝的条件，取消调休。我自愿加入二皇子阵营。二师兄，你的骨肉相连呢，不能轻易投敌呀！那叫骨气，不是骨肉相连。孤会取消所有菠萝披萨。Emir Padrino， 咱们起风谷还能不能好了？尸毒总算发作了。二师兄，李长生的老不死的，竟然转化龙脉气运给你护体，所以朕才一直不能吸收你的血脉精魄。朕只好费点时间，用尸毒把你的血脉转化，破了龙脉气运。如此一来，终于能彻底吸收了。你这凡人师兄的血醇厚无比，倒也适合为朕延年益寿。现在就等它转化完成了。束小成，你这不靠谱的，居然阴沟里翻船啊！小师妹，学过清心咒吧？快给殿下念，遏制住他体内的尸毒。是，九师兄，你撑住啊！无趣！还以为西风谷有什么天大的能耐，结果除了李长生，也就那个凡人有点本事，剩下的都是些青黄不接的东西。燕青，过来！我的身体不听使唤。九师兄，别去！为朕续命是尔等的荣幸。燕青，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献给朕。是父皇，朕的大业，哈哈哈哈，成了！你居然摆脱了尸毒的控制！既然你说我被龙脉护体能挡住你的尸毒，那反过来，我也可以用自身精血为引，利用这份气运对付你。朕是你的父皇，你竟然敢反抗朕！师兄说的对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置他人于不顾，难担其位。师兄师妹们，动手啊！狗皇帝敢看不起我们起风谷，干他！天道除魔，结阵！你们乱臣贼子，挡住！挡住！糟了，咱们境界不够，阵法压不住。你们高高在上，说什么天道除魔，实际不也是贪生怕死之辈？你们这样为了一己之私，又和朕有什么两样？朕乃是人皇天子，自当与天同寿，谁也别想拦我！老子真服了！这些反派整天说什么天道、天意、天命难违，正好天道碎片在我身上，要不
你们来问问天道本尊的意见。没被师徒转化，这怎么可能？天道本尊的意见就等于我的意见，至于我的意见嘛，老铁也死！出来！哎呀，竟然被发现了！不才亢金龙见过诸位，我就说有哪里不对劲。如果是九州大陆的原住民，他们的攻击根本不可能伤到我，更何况还有刚才那玩意。果然是你们这群东方七宿，在皇宫里作乱的是你吧？你早就杀了宇文帝，附身在他身上吃人。哦，鄙人身体不好，吃点人补补怎么了？哼，反正于我们而言，这里的人全都是低等的存在，和牲畜有什么两样？鄙人如此，携带天道碎片的你也是如此啊，束小成。你本来就是高于他们的存在，又何必在意这些蝼蚁的死活？老子乐意。倒是真性情之人，可惜没什么用。你这天道碎片的力量虽然醇厚，但并不成熟，你也不会运用。倒是方便让鄙人偷袭了。谁偷袭谁，你不一定呢。亢金龙对于食材的挑选有着毒辣的眼光。但即使最上等的食材，也要细心处理，才能保留食材本味。好在亢金龙拥有足够的耐心，蒸汽在面条间隙蜿蜒穿行，恰似江南梅雨季的绵密呼吸。这是最古老的分子料理，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。在水火相济的哲学里，食材机理的本味化作唇齿间天人合一的震颤。Cheers！ 你这做人好像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啊！打不了你，我还牵制不了你吗？傻了吧？刚才的都是幻象，可别小瞧我家瑶光留给我的狐惑术啊！倒是不才小瞧你们了，不过没关系，鄙人真正的法宝尚未祭出。刚才明明有月光的，天怎么突然暗了？鄙人身体不好，就是因为用真元滋养着法宝啊！这是天阶，不，极品天阶法宝。不对，这群家伙不是九州世界的人，他们的法器根本不可估量。无我无相。快跑！大道无相，天地无相，束小成可承受得住？故弄玄虚！就你这把破伞，还想困住我？被我抓到了，我一定连人带伞给你打烂！你我都懂，凡是能被抓到的，皆是有形之物。能碰到就能击打，这就是你的想法吧？压在你身上的这股力量，却是无形。你连天道碎片都掌握不了，又如何对抗这空之虚无的力量？鄙人这法宝遮天蔽日，如今所有人都被笼罩进了伞的无相空间。不只是你。其他人也在备受煎熬。若是你跪下好好求我，鄙人便考虑放了其他人，只对你，如何？未道体虚我，故能包容生万物。今合于道，故有而若无，日而若虚。论道法，我比你懂得多。想让老子跪，哪儿都没有！给我破！
着那么厉害，到头来还不是照样被我……啊！树小成，你不会以为这伞中空间只有那么点东西吧？实话告诉你，这伞中共有7749个无相之境，而每个境中共有9981个小世界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不如留在这里玩玩如何？啊！开什么玩笑！树小成，你急什么？啊！这么多3重天小世界，你打得完吗？莫慌莫慌，待鄙人慢慢同你捉迷藏。树小成，你必须动用天道碎片的力量，才能打碎每个小世界。如今你才打坏7个，体力已经消耗殆尽，哪里还有精力再打其他的？我说过，你我皆是更高的存在，芸芸众生不过蝼蚁，何不同我一起，利用天道的力量，开创更伟大的未来？这怎么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在想天道碎片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打碎了7个小世界，剩下的怎么可能？哦，我想着你这些小世界应该相互之间有所勾连，所以找那些交接点花了点时间，打的时候也顺道注入了不少天道碎片的力量，这才造成力量消耗过度。如今看来，这个选择划算。也不知我这身子还有几年好活。死鬼，过来吃饭。小豹呀，今天小何有跟我说哦。头长，他说你算个屁。啊！我有时候觉得你身体那么差也是活该。人生苦短，多多犯贱才能找到乐趣呀。醒醒！天亮了。不是，是你师兄来了。二师兄，搞定了。应该搞定了。我注入了那么多天道碎片的力量，伞也打破了。不过我这力量续航暂时跟不上了，需要休整一下。怎么回事？这风不对劲！不是吧？这都炸不死？树小成，我用真元神魂滋养的法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。真元不灭，法器无悔。也就是说，把你的真元打没了就行，对吧？起方谷上下天令，一起把那小子的真元神魂给打爆！烦死了，还真是神魂不灭，不死不休啊！你们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二师兄，天狼阵完成了。上！这种程度的法阵，也想击败我？树小成，鄙人无意自夸，但你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。树小成，你方才在伞中消耗了太多天道碎片的力量，现在怕是已经支撑不住了吧？就这种程度，如何灭得了我的神魂？是啊，这种程度还不够，所以，我只是负责转移注意力，使九尾狐借着天狼阵接近你，再依附在你身上，等待发动致命一击。哼，这是瑶光留下的残魂，我们碰不到你的神魂，但他可以。现在你的神魂已经被撕开一个缺口，只要往里灌注力量，就能把你打得魂飞魄散。撕开缺口又如何？树小成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连一丝天道碎片的力量都用不出来。要知道，你们这个世界的灵力根本伤害不了我。二师兄，龙脉气运已定，你接好了。谢了，这份力量正好能帮我恢复精力。记好了，我们起风谷打团战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有人摸鱼划水，这是战术。连我都打得那么狼狈，
还有东方七宿的另外6个在等着你，你又要如何应对？二师兄，听他这口气，他好像是最弱的那个，连这家伙都那么难打了，那剩下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二师兄，对吧？二师兄，好啊，殿下，你谋害师兄啊？不是啊，我真的没用力。总之，这个丹和这个都是用来帮助师傅渡劫的。小师妹和老六吗？肯定万无一失。怎么在讨论渡劫的事情？师傅也要渡劫了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快我清晨啊！二师兄醒了。哇，还好是梦啊。你整整睡了3天，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。是啊，我都以为要完结撒花了。你是不知道呀，老八和老九到处讲你死了，我差点就劝大周发讣告了。别叫唤了，吵死了，我好着呢。虽然那只是一个梦，但仔细想来，多少还是有些后怕。不过他们怎么那么像老六和小师妹啊？而且说帮助师傅渡劫的东西，又是什么？墓碑？你们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告诉我你们真是太想我，所以无聊在石碑上刻字玩。不愧是二师兄，这都被你猜到了。那个纸钱你要怎么解释呢？买来剪窗花用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们气风谷穷，得寻门副业。你们真当我睡了一觉把脑子睡坏了呀？不要小看我和瑶光之间的羁绊啊！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像那个……哪个？御兽宗的御兽师。你是在跟我认真的吗？这是我的御兽大强，看来你和我一样都是犬科训练家呢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我老婆，不是御兽。说话就好好说话，能不能别求我尾巴？小心福瑞控啊！你们真当我睡了一觉把脑子睡坏了呀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醒了就好啊。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忙死了，各种善后，好几天不合眼呢。明明是你把工作都丢给老八了。好啦，二师兄没事就好了。喏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啥？是师傅让我炼的丹药。师傅他老人家来过？没有。你昏迷的时候，师傅用了传音符联络了六师兄，他说总让你硬扛也不是个办法。怎么搞得跟上供一样？起风谷特色。为师那不省心的徒弟们，快递签了，拿去炼丹，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化吧。对了，小六，快递是到付的，你把钱付了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小师妹一直用师傅送来的药材给我们炼丹，让我们开启新的修炼方式，以后帮你对战东方七宿。那不就跟我造灵根是一个思路吗？哎呀，有灵根就是了不起啊！你们吃点丹药就行了。我之前可是折腾了很久啊。而且师傅正式把我收入启风谷了，以后我也是由启风谷正式编制的人了。没有五险一金吗？五险一金，那是什么啊？是5种险境里捞金子的试炼吗？师傅没有让我做这样的试炼。哎，算了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师傅特意让我们给你留的，说帮你义气补元。知道了。之前师傅不让我滥用天道碎片的力量，难道就是他知道这样会过度消耗我的体力和精气神？看来我还是得要继续变强，直到身体能适应这种强度的力量。对了，你睡觉的时候右手一直死死握着，掰都掰不开。啊？这应该就是师傅提过的真理之门的钥匙之一。不好了，陛下又自枪了！什么？那老登不是被我杀死了吗？怎么还有个陛下？哈哈哈哈！哟。哎呀，陛下别闹了，你这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我真拿你没办法。我把二师兄带来了，你有什么事跟二师兄说吧。
陛下，小心啊！这柱子可是镀金的，别刮花了。我不要当皇帝啊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哎呀，你皮糙肉厚的，摔不死！二师兄救我！他们不讲武德，非要让我当皇帝。皇帝怎么是他呀？啊，你那个一脸疑惑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就剩他一个皇子了，他不继位，谁继位？也是，那国家大事，我们这群闲云野鹤就不掺和了。啊，二师兄，你不能抛下我！二师兄，你不要走啊！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离老子远点儿！这鼻涕都要蹭到我衣服上了。二师兄昏迷的时候，好像也没见九师兄哭得这么伤心。把好像去掉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俩做会儿作业吧。二师兄，你随身携带这个，这对吗？这可都是师傅精心编写的练习题，起风谷弟子都得学。有这书吗？好好听就行。已知函数，已知函数 f 等于都御书的平方减3风清月加618。求函数 f 可导。白来跑起瞬时的速度为4米每秒，经过10秒后的瞬时速度为8米每秒，但依然没逃过束小城的掌心。求白来逃跑过程的平均速度是……你这邪了鬼才看得懂啊！二师兄，你别抛下我！行，奴子啊，你再不放手，别怪我动手了。喂，束小城，这可是大周国的新皇，你这么动手动脚的，当心旧族消消乐啊！我连先皇我都敢打，我还怕这个？大不了先皇新皇一起揍，凑个双黄蛋。反正二师兄的九族也包括我们和陛下本人啦。我们去牢里看看那些南越人的情况。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我都快愁死了。真是服了你们了。所以，我睡过去的这3天到底什么情况？先皇已死，但毕竟是皇家丑闻，所以我们封锁了消息，对外只宣称他因病去世，其他皇子皇女皆已伏法，只剩燕青一人，自然由他继任大周皇位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他本人不太乐意啊。一个皇朝不能没有皇帝，正如江河不能没有源头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皇帝拥有最高决策权、无尽财富，还有资源，以及至高社会地位，还能给我们封个爵位玩，这不挺好？九师兄，你到时候当了皇帝，我就能搜罗全大洲的药材，给二师兄炼丹了。到时候也别忘了我也能天天吃上好吃的。这么优越的条件，你为啥不心动呢？我哪里会做皇帝呀？我只想出去玩，多见见世面。管理一个国家太恐怖了，我根本学不会啊！光是那些奏折公文就能把我埋了。我只想跟着师兄们去东海抓蛟龙，或者去西域沙漠挖灵石矿。我从没学过管理，政事一窍不通，学也学不会。要是哪里没有做好，肯定会被万人唾弃，这根本就不适合我。嘿嘿，这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太傅院和监察院会双管齐下，用非常规手段把陛下你培养成一个德才兼备的明君。我讨厌学习。学呗，以后启封谷也算有个皇帝做靠山，挺好啊。重点就是这个，二师兄，我要是真的当了大周皇帝，不仅修炼之路要中断，以后我肯定也要和启封谷分别，我舍不得你们啊！虽然你们个个都当我傻，可我真的好喜欢和你们在一起。我们说好一起去看大好河山，寻找世间上的真善美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别乱讲，我没有说过这些话。而且你也就是个猪机器，连火球术都做不了，修炼断了又不可惜。是啊，天下哪有不上的宴席？分就分了。太傅院和监察院都准备好和你深入交流了。
在你们心里，我就那么无所谓吗？你也知道师兄们的性子，他们就是嘴硬而已。九师兄，不，陛下，他们要是不这么说的话，你只会更舍不得同启风谷分离的。九师妹，你也不喊我师兄了，你变了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可悲的壁障了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身在其位，必谋其职。你之前说过你想追求自由，这没什么错。但身为大周国的皇子，你享受了权益，那么守护大周是你摆脱不了的责任。啊，我没错，所以你不能再含糊其辞，蒙混过关了。难得看到两位师兄意见一致的样子呢。这是你的人生，你得自己选。是放弃启风谷和自由，做一个勤政爱民的明君，还是就此和皇室一刀两断，此后自力更生，彻底成为启风谷的前老幺？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昏迷的这几天有发生什么吗？好像也没什么。大师兄还在昏迷，不过有阴阳离子在，不用担心。五师姐又炸了一次厨房，不过我已经习惯了。哦，四师兄每天都在给二师兄你祈祷占卜，不过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六师兄每日带着瑶光在启风谷散息，我从没见过六师兄这么温柔哎，大概这就是爱情吧。八师兄嘛，最近监察院的文书又变多了，不过现在有九师兄一起陪他。不要当皇帝了。看来没我的日子，你们也过得很潇洒呀。不过我还是很担心二师兄的，特意给你筹备了丧葬一条龙服务。师兄们，我想好了，我太稚嫩，还不够成熟，无法对大周国的百姓负责。就算继位当上皇帝，恐怕也是个万人唾骂的昏君。我会寻找一个有能力、有担当的人来治理大周。行啊，那这皇位就不做了。反正这个位置坐起来也不咋舒服。你这不是坐得挺舒服吗？啊，我以为二师兄你要鼓励我留下，努力当一个好皇帝呢。我都说过了，这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你既然已经有了选择，我们当然不能随意干涉。哼，正视自己的不足没什么不好，这也是成长的体现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老九，你虽然不是当皇帝的料，但也有很多优点的嘛，比如，不是，你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优点，你提这干嘛？好不容易起来的气氛。翻车了吧？坏了，这孩子除了饭量大、力气大、牙口好以外，还有别的优点吗？哎呀，你快帮我想，不然我圆不回来啦。他跑得快，上次偷吃烧鸡，师傅追了3条街，愣是没逮着。跑得快，这也算优点？再说师傅他老人家真想要追，你以为他跑得掉吗？都说了让你少灌点鸡汤，这下好了，出意外了吧？再好的人进了启风谷以后，也近墨者黑啦。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找到我的优点，是吗？总之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。你选了启风谷，以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啊！你接下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们看好你的表现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九师兄，你会在这个世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放心，新皇继位的事情就交给我了，我可以伪造圣旨，拥立其他王爷继位。你天天提醒我小心九族消消乐，结果你自己干的是最容易灭九族的事儿啊！哼，我这叫忠臣谋略。但这样一来，燕青你必须假死换个身份，从此以后你就是个普通人，甚至算得上是无依无靠的孤儿。你当真不后悔吗？谁说我无依无靠了？嘿嘿，我有英俊潇洒的二师兄。花人怎么还带特效的呀？温柔善良的小师妹，嘿嘿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还有大强，大强，没词了，你还提我干嘛？
总之还有启风谷以及启风谷的各位师兄师姐。哎麻烦又多了。又来了，这种煽情剧情我不擅长应对啊。所以，你们南越国有个宝物神龙骨，能得此物，神魔难伤。有这么厉害？你该不会是在诓我吧？我说的千真万确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可以从轻发落吗？有何凭证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神龙骨也算是南越国公开的秘密了，你实在不信可以去派人去打听嘛。派人去查一下那个神龙。白来，你不是人！这二公子小点声嘛，我镜头很少的，他都快把我的戏抢了。是。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啊！说实话，不然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要救你们乔宗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，相信我呀！南越国的宝物，我猜二师兄用得上这个神魔难伤。神龙骨，何必让我失望呢？哎呀，本处长好无聊啊！最近有新牌子送上来了吗？处长请过目。让我看看今天宠幸哪个呢？天意如此啊！来人，今天给二殿下施以火刑。白来，你不是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，得给他多加点料。好虫串，又香又脆的，好虫串。好多人啊！大强快看，你要是学会了，我们就不愁吃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啊？为什么？是天生就不喜欢吗？啊，师兄，那里。老板，住店。哎，好嘞，客官，您稍等啊。余额不足。我这可是大周国的至尊金卡，怎么可能余额不足啊？却说那绝命毒师身形魁梧，手上鬼毒穷凶极恶，2、3下就干掉了最精通蛊毒的老国师。九师兄，你说这个绝命毒师和二师兄相比，谁更厉害啊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二师兄。不过，其实咱们启风谷也有个用毒高手，他是逮到了，抓住他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今天逮到你了，你就别想跑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喂，光天化日，别欺负人啊！师兄，你这样不问清楚情况，直接把人扔出去好吗？这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还围着一个女子。可是二师兄说，遇到这种英雄救美的情况，有多远跑多远。哼，管他的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啊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们。最近几天总是有人来找麻烦，我都是躲着他们走，想不到今天还是撞上了。嘿，要不我们护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你们？今天真的很感谢。再见啦，告辞了。走吧，师兄，我们去找二师兄，他那边应该已经弄好了。哎，二师兄，你在这里啊？我们正要找你呢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刚刚路见不平，行侠仗义了。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破产了，今晚睡桥洞。睡桥洞？我不要啊！啊？为什么？你不会把钱弄丢了吧？把你弄丢，我都不会把钱弄丢的。以前白狼往卡里打钱都是用五皇子的学费做借口，现在五皇子查无此人，还怎么从国库里挪钱啊？
哎呀，早知道应该保留一下这个身份呢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不会真的去睡桥洞吧？年六，你联系一下老六，让他往卡里打点钱。对方正忙。咦，二师兄，我刚刚看到传单说西边有个矿场缺人，嘿嘿，要不要去矿场打工赚钱？反正咱们力气大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别唧唧歪歪的了，不然你连草都没得吃。哼！打工挣住宿费嘛。这乌灵矿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么热门，那么多人都来采金。你们从外地来的吧？这种矿石里有神龙骨的力量，虽然很微弱，但很有效的。哦，神龙骨就是你们南越国那个传说中的镇国之宝。你还挺有见识的嘛！乌灵矿里有神龙骨的力量，可以磨粉入药，保佑使用者不受蛊毒侵染。这就是我们南越国人可以驾驭蛊虫的秘诀。啊，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我是说，你知道神龙骨在哪儿吗？那你得去问王上本人。全国估计只有他和他的亲信知道神龙骨的下落。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去接触一下那个王上了。我听说他们的王上西兰乌娜是个女孩子。二师兄，要不我和九师兄假装劫匪把她绑架，你再去英雄救美，留个好印象。或者我们引外敌入侵，然后二师兄你挺身而出，保护南越国，直接成为西兰乌娜的心腹权臣。我也是想给你找找办法嘛，我感觉又不是不行。这里不是大周国，咱们连皇宫和外敌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不能直接冲老家。有妖魔邪祟在吃乌灵矿啊！好啊，机会这不就来了？二师兄，你去降妖除魔成为热点，这样就能推送到西兰乌娜女王面前啦。你们真是没救了。二师兄为什么不能英雄救美？救人我有4不救：长得帅的不救，长得美的不救，是男的不救，是女的不救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在漫画里面只有主角长得帅，只有女主长得美。综合以上，你觉得会在漫画里需要被人救的还简单吗？他们肯定有天大的麻烦，要是遇上了，肯定要有多远跑多远。啊，二师兄原来这么稳健的嘛！救命啊！让一让，除妖英雄来了。二师兄，轮到你表演了。这思路倒是对的，但我怎么感觉这么套路呢？而且那个怪物的叫声，我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？算了，过一下剧情吧。风日，苏小成，你来了。怎么，这个你也要吃吗？怎么是你们啊？你们怎么在这吃石头？这玩意儿狗都不吃啊！跟了你以后，一天饿9顿，我俩吃个自助不行吗？就是，一顿好的也没吃到过啊！我就说，怎么感觉这叫声这么熟悉？还吃？少你们来了！苏小成，你大爷的！这个破石头你也要管？大家快看，我二师兄把妖魔邪祟收服啦！大家不要太感谢我们，其实你们只要帮忙引荐一下，见到你们王上就……啊，这玩意儿本来就是你们的跟宠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2个妖魔长得这么丑，一看就是反派。我们一身正气，一看就是正派啊！你们说话声音这么大，聋子也知道你们是一伙的。虽然我只是一个龙套，但你们也不能把我当成傻子。现在进大牢就像回家一样熟悉。娘了个西皮的！今晚我就把这俩玩意儿给端了。啊，我们还能出去吗？要不找6师兄，2国外交官交涉一下。丢人丢出国了，还是别麻烦老六了。难得这里包吃住也挺好的。燕青，师兄今日来考核一下你的修炼成果。二师兄倒是从容啊！啊，在这里吗？是啊，来，你用灵力扫一下这个2维码，咱们建立灵力共享。这个2维码是认真的吗？这真的能用吗？
他要是能拿出一张正常的符，我觉得才有问题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你自己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要试一下你的能力啊。可是九师兄现在已经放弃皇位了，他还能使用大周龙脉的力量吗？龙脉和皇室血脉相连，燕青又不是 DNA 重组了，当然还能用。老九的龙脉灵力虽然不能直接补充天道之力，但能促进人的 HP 值和蓝条快速恢复，也算是间接给天道碎片充能了。这出门在外，充电宝还是得备着啊！二师兄，你没有灵根还能吸收灵力呢？不是我，而是我体内的天道碎片，也算是我吸收天地灵运的一种方式吧。啊，话说要吸收多少呀？先简单试试吧。什么动静？爆炸！怎么又有爆炸？哇，好多乌灵矿！这应该是最大的乌灵矿了吧？正好把这个送给南越国的王上，我不信他不心动。我们把它矿炸了，真的不会再进去吗？啊，二师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啊，被我们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了。数量还不少，要准备战斗了。哎，二师兄，这是意外吧？并非意外，我故意的。毕竟只要我用了天道碎片的力量，那群家伙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来的不是本人，而是泥土傀儡。我有点失落呀。你们是以为用这种东西就能打败我吗？真是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现在才是真正的实践。老九，小师妹，可以去试试师傅教你们的新技能了。遵命。遵命。二师兄，你一直吸大周国的龙脉，不会把它吸干吗？不会，龙脉类似天地灵运，不会枯竭的。而且龙脉与大周国气运相辅相成，明君在世，好好治理大周国，就能让龙脉的力量更加旺盛。那大周国的龙脉一直不断，岂不是很厉害？世间万物皆有阴阳平衡，大周国里当然也有作为阴的那种人来平衡气运。这种人往往和明君形成对比，道德非常败坏。那这种人就是各类造反的叛贼喽？不，是启风谷。启风谷真的这么不堪吗？再见！真是好久没活动筋骨了。啊，师傅教的新训练方式真的有用啊！别分心。这帮家伙数量太多了。二师兄放心，就当刷题了。乖，这样太费时间了。听师兄指挥，你们都站到大墙旁边，然后师兄教你们一招万物一拳。哇，二师兄好帅啊！老子忍了70多话才换来这么美的特效，这么用不帅才怪。师兄，有人来了，好像是矿场的负责人。来的正好，我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这南越王也该见见我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二师兄计划好的？没错，我一早就让大强根据乌灵矿的气味找到了最大的矿石，再用天道之力挖出来，这样既能用现矿的机会见南越国王上，又能利用天道之力把藏在暗处的东方七宿调出来，一举两得。嘿嘿，嗅觉超强，石头的味道也能闻出来哟。啊，那二师兄是故意被抓的了？这个真是意外啊！我本来是打算直接动手的。不过我们这次动静闹这么大，不会又被抓起来吧？又是你们，跟我走！哎，你谁呀？我去，不会又要蹲牢房吧？我叫扎瓦，欢迎你们加入光荣的起义军。啥？宗上，诸多地方汇报，乌灵矿供应短缺的情况已经越来越频繁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南越国民的正常使用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鬼毒侵扰。刘家，乌灵矿的开采验收一直是你在负责，为什么不向我汇报？这个，我想这都是小事，若是汇报上来，只会给您增添烦恼。
皇上您尚且经验不足，还是不要为这种细枝末节耗费精力。尤家也是为您好。够了，这种说辞。传令下去，继续开设矿场，绝不能断了乌灵矿的供应。啊，可是什么？王上息怒，我们马上去吧。皇上，您该歇息了。这种小事交给尤家去办就好。您只需要像刚才那样，做一个暴力无情的冷血君王就够了。这位英雄在矿场制服了不明邪祟，还挖出了最大的乌灵矿。他是个有能力的人，我自发的向他宣扬了咱们起义军的理念后，他就被我骗来了。所以你们这个起义军到底是干嘛的？打算造反吗？才不是呢，我们只是想要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这些矿场一直在拖欠工钱，我们夜以继日的拼命干活，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组成了起义军。这一次，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好熟悉的话术啊！这哥们儿是不是重生小说看多了？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希望渺茫，但是那位绝命毒师加入后，我们就有了与王上抗衡的力量。现在有了你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怎么样，英雄，愿不愿意加入我们，干一番大事业？绝命毒师，怎么那么耳熟啊？无量天尊上帝阿门，求保佑师父早日魂归故土。早登极乐。真是我贴心的好徒儿啊！保佑师叔们一帆风顺，早日学会师父精魄。阴沟帆船，早日寻到。早登极乐。你俩有这本事，怎么不去念叨东方七宿啊？有了绝命毒师，再加上英雄你，我们一定所向披靡。这个绝命毒师听起来比二师兄还要厉害呢。什么味儿？不会吧？啊，是我们的绝命毒师正在为我们研制秘密武器呢。二师兄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听到路边有人讲话本子，这个绝命毒师是个下毒高手。这个味道毛骨悚然的，有些熟悉。是啊，熟悉的让我有些想吐。我不是说了不要来打扰我吗？还真是，是黑暗料理，快闪开！当心，这暗器碰上了就会中毒。肉丸子，我还以为是毒镖呢。居然真的是他！哎，你们认得绝命毒师？难道二师兄曾经和这个绝命毒师交过手？不愧是二师兄，处处都有他的传说。不是，其实是……退下，都退下！不要来打扰我的研究。做饭的时候脾气还是那么大。这东西居然需要二师兄使用天道碎片的力量才能挡住。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接下毒师的攻击还全身而退。英雄，你真是太厉……滚！海兰，二师兄，这个绝命毒师看起来真的很不好惹啊！我们不会已经中毒了吧？别研究了，再研究还是黑暗料理。你不要命了！二师兄，还有九师弟，是你们啊！哎，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到师兄师弟以及新入门的小师妹，真是缘分呐！我日常被遗忘。原来英雄是绝命毒师的师兄，难怪你们都那么强大。习惯。老七，你做饭难吃这事我知道，但是你怎么就成南越国的绝命毒师了？哦，别提了，二师兄你是了解我的。当年我下山游历，本想锻炼厨艺，发扬我爹厨神的名号，但是我做菜的水平一直没有长进。我游历到南越国，在本地最大的酒楼饭庄打工，结果做出来的菜难吃死了客人。你这水平不减当年，为兄很欣慰。
七师兄一身厨师的打扮，难道他不会做菜吗？怎么说呢？七师兄做出来的所有菜不但难吃，而且有反噬作用。连二师兄和师傅都顶不住。谁想到那家伙是南越国的老国师，所以我就被下了通缉令，只能躲在矿场附近。你还挺厉害的，在大周国不鸣则已，在南越国竟然一鸣惊人，创出自己的名号了，对吧，绝命毒师？二师兄，你就别笑我了。我本意是继续做菜锻炼厨艺，但是总有人吃我做的菜出意外。当地人都用蛊毒，所以他们以为我也是用毒高手。再加上他们把我毒死老国师的事情添油加醋的编成话本子，以讹传讹之下，我就成了绝命毒师了。这孩子就是话本子听多了，所以拉我入伙的。这外号倒是没给错，你确实有这能力。人家也想继承父亲的意志，成为九州小当家嘛。继承意志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咱们先去做主线任务，去皇宫见西兰乌娜，然后抢，我是说拿神龙骨。哇，英雄，你终于回心转意了。二师兄，会不会太突然啦？不会，我这储物界里现在有最大的乌灵矿。西兰乌娜要是愿意体面，这个就是咱们和他心平气和谈判的条件。可他要是不体面，正好咱们起风谷人多，可以帮他体面体面。所谓的可颂，就是南越国本地的官职统称，类似于咱们中原的大臣、官员等概念。我倒是知道古代少数民族的官职是土司。等一下，土司对应土司，难道这可颂就是对应可颂吗？啊，挺饿了。二师兄，你严肃点。可颂这个设定是很严谨的。可颂根据官职大小，他们会划分种类等级，比如蛋麦可颂、抹茶可颂、巧克力可颂、单黄可颂。到底哪里严谨了喂？我看就是制作组想吃可颂了吧？皇上，这位就是挖出了最大乌灵矿的树小城。丹麦可颂，你先退下吧。丹麦可颂，这地方还挺中西结合的。舒小成，你是个爽快人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你想用这么大的乌灵矿，从我这里换什么？既然王上如此，那我也单刀直入了。神龙骨可否借我一用？借神龙骨？你是怎么知道？几位贵客，请喝茶。哎，是你啊！你们认识？嘿嘿嘿，这就是我们见义勇为救的人。真巧啊！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早知道姐姐你在皇宫，我们就找你帮忙啦，还绕了个大圈子。尤佳，你懂不懂规矩？我在和他们商量正事，你上什么茶？还嫌自己不够碍眼吗？皇上恕罪，我只是想帮忙，求皇上开恩。变脸好快啊！皇上，小孩子好奇，要不让这位姐姐带我家师弟师妹四处转转吧？多谢皇上开恩，尤佳遵命。他怎么这么害怕西兰乌娜？请。他不是人。都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？二师兄说了，他先去智取，取不动再强攻，我们负责在外接应，只要等他的信号就好。我好像闻到神龙骨的味道了。不远，就在皇宫里。你都没见过神龙骨，怎么能确定是这个味道啊？因为那个乌灵矿是受神龙骨力量影响形成的嘛，而且这个气味更浓烈。那我们现在冲？还是等师兄的信号吧。很奇怪吗？他是我们南越国的守护圣兽，本体是一条巨蟒。啊？那你对你们的守护圣兽还这个态度啊？因为他……南越皇室世代短命，尤佳一直照顾我们家族，是我们最信赖也是最熟悉的存在。这是什么以毒乱回啊？不过他刚才的表情有些奇怪。
方才你说要借神龙骨，那你知不知道神龙骨对南越国的意义？曾有毒妖作乱，神龙降世临凡，镇压毒妖，留下守护圣兽。其骨也化作宝物神龙骨，继续镇压着南越国地下的毒妖。若是没了神龙骨，毒妖定会失去牵制，出来作乱。这等镇国之宝，我可不能轻易借人。巧了，这二位，一个是穷凶极恶的气灵，一个是古神断尾化作的妖兽，现在都被我打服了，乖乖当吉祥物。如此凶神恶煞的妖兽，竟被他收服在一个普通的竹棍之中。区区一个毒妖，要是真出来了，我帮你做个全套消杀便是。这个人，说不定真的能击败毒妖。恕尤家多言，此等家国大事，皇上还需多加思虑。不如请贵客先回去，明日再议如何？态度变了，这两人是怎么回事？而且这尤家好像不希望这西兰乌娜和我交易神龙骨啊。行，那就明天再说，告辞。看吧，英雄救美不是这么好救的。看尤家那神出鬼没的样子，绝对是一个大 boss。嘿嘿，二师兄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注意。比英雄救美的次数还少吧？情债难还呀！还好我只是只狗。燕青，社会险恶，下次遇到这种事让大强先生，毕竟他狗。知道了，二师兄。喂，虽然我是狗，但你怎么比狗还狗？王上啊，王上，你太让尤家失望了。尤家，你竟然……王上，你太软弱了。一国之君应当杀伐果决，以武力扩张疆域，可你居然是主和派。我本想以身为饵，将您培养成一个暴力的君王，激发你的血性，可你还是不肯。这样的你根本不能扛起南越国君王的大任，那我只好把你杀了，重新选一个继承人。尤家，不要！谁？南越国的圣兽就是这么守护皇室的？闲事！有这么一个定时炸弹放在身边，难怪南越国皇室世代短命呢。住口！尤家对南越国忠心耿耿，岂容你这样亵渎？外来人妨碍南越国的，统统得死！众言，这是你的同类，出来干活！不玩呀！别敢来碰死老子！正好找燕青充个电，吃我一击天道之力。停！没反应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东方七宿伪装的，不对，就算是东方七宿，也抵挡不了天道碎片的力量。我用剑骨拦住他了，你们快去后山镇魂殿找神龙骨。事到如今，只有神龙骨能拦住发狂的尤家。哎，可是刚才大强说他闻到神龙骨的味道在皇宫里啊。神龙骨被尤家带回后，就一直存放在后山的阵法里。那个神龙骨是假的，真的一定是在……当心，这是尤家的毒物！我早该想到的。大强嗅到的气味，尤家这个神魔难伤的特性，真正的神龙骨，其实在尤家身上。神味太重，我早就发现你了。哼，都是小瞧了你。但是你已经被困到这毒雾之中，不消片刻便会化为血水。瓦蝶骨，显然无năng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？我找，3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哇！其实不用跑，我能打。那个尤家变脸也太快了，还刀枪不入。咱们先撤退，想想对策也好。尤家总是莫名其妙的激怒我，甚至要逼我动手。
似乎想把我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暴君，而在发现我并不想对他动手后，他甚至会用蛛丝骨操纵我，达到我对他实行暴力的目的。他图啥呀？所谓的培养血性吧，怪不得你之前的表情反应那么奇怪，原来都是被迫的。他一直这样吗？他是半年前才变成这样的，但是听尤家的口气，他以前好像都是这样辅佐历任君王的。那你们历代君王都是这么忍下来的？他有神龙骨护体，一般伤害对他肯定无效。我的母亲不想我重蹈覆辙，以心头血饲养了古王，此物或许能与他一战。轰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当心！师傅啊，这2个人晕倒在启风谷门外了，是被毒晕的。下毒的人心狠手辣，用的全都是我没见过的毒药，非常棘手。我看看，小伙子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叫李小武，我爹是天下第一厨神，我身为他的儿子却只能做黑暗料理，所以我想四处拜师学艺。路上太饿，我吃了自己做的。这是中了名叫土真剂的毒药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中了名叫复毒鸡的毒。那小伙子做的饼，当真有如此奇毒？我倒要试试。哎，师傅，我好像得道成仙，舍弃肉身嘞。傻孩子，咱们这是被毒死了，趁着黑白无常没发现，赶紧把自己的魂塞回去。轰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当心！暗器，手擀面。搞定！这也太黑暗料理了吧！等一下，这壁画后面好像有东西。刚刚那是尤家的再生蛇骨，难道他……西兰乌娜，别躲了，该去和你的先祖团聚了。圣地外有结界，你怎么可能进得来？一个合格的君王，不该有那么多问题。你只需要安静的死去，为新王让位就足够了。话真多，把神龙骨给我，仆街！我国的圣地！别管圣地了，当心被二师兄误伤啊！这后面还有一层壁画。等等，这毒药怎么有点像油？神龙骨与毒药融合，诞生了守护圣兽，这才是尤家的真面目。闭嘴！闭嘴！我已经改了壁画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把它找出来？我是诞生自神龙的守护圣兽，我对南越国忠心耿耿，本有的血海深仇永世不忘。我要毁了南越国，统统化为灰烬。但是毒药的意识和神龙骨的意识并存，所以他才和人格分裂一样，又想要毁灭，又想要守护。这鳞片倒是能被攻击，所以神龙骨只保护它的本体吗？我会守护南越国，我要毁灭，连同你们一起。尤家的骨仇都是会无限再生的，我只能挡住一时。坚持一会儿就好。冷吃，去吃他的灵力，光眼去正面袭击缠住他。至于其他人，替我解阵。是。二师兄，可以了。行，进法阵就老实了。假的。这化点火当瞬移传送技能可太好用了，快开阵！你这狡猾的中原人，就陪我一起入阵吧。其实真正的法阵在我手里，你要试试吗？哟，周你！起风骨独创阵法，作茧自缚。我没灵力啊，不可能手持法阵的。刚刚那是用冷吃吓唬人而已。道理我都懂，为什么法阵长这样子啊？
可能是因为我在法阵里保留了一点糯米团子啊，能吃吗？这可是绝命毒师的特制法阵，上面的毒素会一点点腐蚀你的血肉，只要你把神龙骨交出来，我就解开法阵，饶你一命。这是什么反派发言？做梦！这遗骨乃是神龙赐福，除非杀了我，否则你们休想取走它。别以为我打不到你就不敢打你啊！神龙骨早已与我融为一体，只有杀死我才能取走龙骨。但龙骨可保我神魔难伤，你们就算把自己的灵力耗尽，也休想伤到我。那真有毒！看我传送！你这传送安不安全呢？放心，很安全的。真的吗？那边的2个都晕传送了喂。师兄，大强好像消失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强哪去了？你好，请问南越国怎么走？哥们儿，能说鸟语吗？嘿，谢莱乌娜，把我传过去。碍事儿，这话还给你。谢莱乌娜！真好啊，闪现都没 CD 的。尤佳刚才在一瞬间，活生生的化成了血水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毒？长话短说，这家伙来者不善，他的目标是神龙骨，他不是你们能对付的。让我来。喂，神龙骨在我这里，有本事就来和我单挑。你话很少啊，跟那个亢金龙真是天壤之别。哼，既然你放技能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。水克火，凤眼出来。知道了。赢！妖兽了！我居然克水，倒反天罡啊！看来你这种原住民对他的攻击还是不起作用。不是，你快躲呀，要被烧了！躲什么躲？这不是有神魔难伤的神龙骨吗？神龙骨是我的了。假的！愚蠢，这种攻击对我毫无用处。能挡住你的视线，掩护小师妹他们逃走就足够了。单挑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当然得让孩子先走。逃吧，外面有惊喜。你说什么？是，我的爆炸换魔起效果了。按照二师兄的计划，咱们带着神龙骨先撤。他和那个人单挑，化魔是这么用的吗？你们中原人的食物好可怕呀！没时间吐槽了，快跑吧！七师兄，你为什么突然停下？我们今天大概是出不去了。你们南越国的东西更可怕！在锋刃上附魔了天道之力，这样倒是能劈开他的火球了。原来就是你偷了南越国圣地的蛊虫啊！这种鸡鸣狗盗、鬼鬼祟祟的作风，和你们东方七宿倒是很配的。冷彻上！五子亮丽，声东击西，百试百灵。这招可是我的拿手好戏。天真，不好，中计了！舒小成，你阴沟里翻船的！龙为者，为星也，多凶相，主斗杀。我以自己作饵，让你得意之下，按照我安排好的轨迹行动。结尾出动，向来从不失手。谁是诱饵，还不一定呢。给我一拳！有点使不上力气了，这毒比老七的黑暗料理还要带劲儿啊！小看你了，以身犯险，
倒算得上是勇气可嘉。但我的蝎尾是带毒的，纵然你有天道之力护体，又能撑多久？为火虎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戴着面具的安静人设。喂，为火虎，你也说2句啊！这件事就是地土河的不对。哎呀，好烦呐！你们怎么每次吵架都要我主持公道啊？要我说地土河。摘了面具以后，则是超级话痨。有点抗击龙啊！纵然你有天道之力护体，又能撑多久？担心你自己吧，居然用毒针溶解自己的血肉和经络来困住天道之力，哪怕暂时控制住了，你也会被蔓延的毒素腐蚀。完全中毒之前干掉你，足够了！起风骨剑法，看招！哼，来吧，我有神魔难伤的神龙骨，不怕你！救命啊！这骨头怎么不灵了？这只蛊虫太强，不能强攻只能智取。时间紧迫，快告诉我你们都修的什么道法，我好安排你们扬长避短，排兵布阵。这个……别追我！你到底来干嘛的呀？怎么办？我的蝶骨也用完了，只剩下这只残骨了。啊，蚕长大不是蛾子吗？你一直用的到底是蝶骨还是鹅骨啊？等一下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干嘛只追我呀？没人告诉我这骨头还要激活呀！七师兄，你逃！师妹，你确定这招？龙脉之力加蚕丝，等于天罗地网。我赌对了，九师兄的龙脉之力果然能放大蛊虫的力量。啊，不是大周国的皇子也能用龙脉之力吗？经过师傅的特殊训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回去帮二师兄吧。可二师兄说过，让我们优先保护神龙骨。喂，我还被蜈蚣压着呢，能不能先帮我刨出来？师兄，让小爷看看你这面具下藏着一张怎样肮脏的脸！小程，别来无恙啊！师傅，奶奶的，居然敢冒充我师傅，找死！你忘了为师在天机阁与你说的话了？天机阁，书中世界，你真的是我师傅？可你怎么会？因为你我其实和混沌之主他们没什么区别，都是高于这九州世界的存在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何不顺应天意，将这些低等世界当做我们的垫脚石？可，小程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无非是正义和公平。可是，弱肉强食乃天道法则。当我们面对轻易就能踩死的蝼蚁时，谁会讲究公平呢？没关系的，小程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难以接受，为师给你点时间，好好考虑。好烂的易容术，不过我倒是蛮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天机阁的事的？哎呀，这可不是易容，我修炼的一门心法，可以让自己的脸保持某种幻术的状态。当有人看到我的脸时，眼中所见会是你们最思念之人的模样。所以我这张脸本该天衣无缝，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呢？和脸没关系，因为我师傅虽然是个中老年妇女之友，但他真的很喜欢看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走上自己的路。这样啊，可你还是失算了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不躲吗？当然是故意让你打碎面具，露出这张脸了。抗议！为什么每次我们都是当球一样被打出去啊？就是，爱护蚕宝宝以及冷吃协会表示强烈谴责。那下次扔出去。哎，舒小成，你看看，小师妹都跟你学坏了，这太暴力了。走，
咱们这是个玄幻漫画，就不能用点更符合故事设定的方式吗？比如用法术把我们飞出去？也不是不行，那就昏昏倒地。爱与正义。师兄，有人给我们寄律师函，说我们侵权了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不躲吗？当然是故意让你打碎面具，露出这张脸了。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这张脸都能拖住你。我等的就是这个毒发的时间。冷赤，来了！舒小成，我把迄今为止吃过的所有灵力都注入到你体内了。白费功夫，舒小成的体质吸收不了九州大陆的灵力，你这样做有什么用？谁说我要吸收了？我是当肾上腺激素提神用的。还有，你这家伙，不准用我师傅的脸说风凉话！你这个疯子！那你就好好享受我最后给你准备的大礼吧！二师兄，不好，他这是中毒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有没有办法解毒啊？那人的毒太凶狠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毒素，谈何解毒？我来！正所谓以毒攻毒，这个蜈蚣的毒性很强，我烹饪一下就能做成李氏独门解药了。啊，好，那七师兄你需要煮多久？我们先照顾着二师兄。煮杀煮，解药的最好烹饪方式是吃刺身。师兄，还真管用啊！毒是这么解的？那个韦活活死了，我记得他刚刚说什么最后准备的大礼，我想着他是不是抱金币或者抱陈庄了。二师兄，这个是刚刚和你一起掉下来的，里面好久没动静了，我们真的不用进去看看吗？稍安勿躁，我们要等毒师的信号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矿山的方向，矿山爆炸了！经过查证，是尤家侵吞了国库银钱，意图筹备养兵屯粮，进行他疯狂的战争改革。目前，我已经派可颂将工钱还给所有矿场工人，并给了他们补偿。只是现在，整个南越国的乌灵矿都被那个韦火虎炸了，没有乌灵矿，南越国的所有国民都失去了对蛊毒的抗体。若是不想办法解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别吃了，要吃也别吧唧嘴。你刚才说的都是你们南越国的国事，跟我们中原人没关系。圣地被毁，你们还拿走了神龙国，导致我国不再有乌灵矿出现，此事你全责，赔钱。南越国的事情总算解决了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主线任务。不过其实我很费解，那个韦活虎为什么在临死前不是想办法给我致命一击，而是不惜一切也要毁掉乌灵矿？啊，为了不让南越国好过，为了让咱们和南越国反目成仇？或许这个乌灵矿有个重要用途，他不想让我们得到。重要用途？难道说……冷吃出来，别睡了，有事找你。吵什么吵啊！刚打完一架就不能让我歇会儿吗？好困啊，舒小成，你叫本座做甚？吃了多少？给老子吐出来！让你大爷！真的吐出来了。处长，南越国发来一封信，是以二师兄的名义送来的。哦，他居然寄信，真意外啊！让我看看二师兄都写了什么。由于贵师门损坏本国皇宫和圣地，特列出赔偿金额，等候支付。去，让二皇子把这个账单吃了。还是赶紧找户部拨款吧。吃了多少？给老子吐出来！让你大爷！没想到冷吃还藏着一块乌灵矿啊！还好没被他消化完。
舒小成，你这个狗，再也不和你玩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无灵矿应该是炼化神龙骨的关键，这是炼化神龙骨的阵法要诀。你们两个为我布阵，看看这无灵矿到底是不是关键。起阵。孤王前请公来相助。孽畜，还敢放肆！命定有数，天意难违。起！二师兄，成功了吗？场面这么大，应该成了吧？二师兄，怎么了吗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只是刚刚发生的一切太快了，太多令我迷惑的东西涌进我的脑子里。要不过两招？你们俩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是吧？二师兄，多说无益，接招吧！起风流暗器之斗之，起风流暗器之醋鱼。你们真的是有点什么阴招，全往队友身上使啊！这个距离还太远，等近一点再来。刺痛防御，这么厉害！二师兄，我们还有呢。不是，你们从哪儿掏出来的？这打团的时候也没看你们用啊！啊！居然一点事都没有。还有，这感觉太神奇了。这神龙骨不仅是单纯的被动防御，还能配合我的行动化成类似铠甲的东西，甚至能与天道碎片的力量共鸣。哇，二师兄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有了这个东西，无论东方几宿都敌不过二师兄了。以前敌人多我挡不住，现在我有了神魔难上的神龙骨护体，还有燕青这个究极充电宝，我们何不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爆力量，把他们都引过来，直接速通？既然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肯定要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避免伤及无辜。但也不能太与世隔绝，不然东方七宿找不到。而且这个地方最好没什么天地灵运，避免他们吸收了反过来对付我。那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地方满足你的要求了，就是大眼妖族的无尽之域呀。无尽之域？这又咋了？二师兄，你现在好恐怖！小师妹，别说了。啊！滚开！别拽我小辫子，真的会吐的。什么妖魔鬼怪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嘿嘿嘿，就不，兽性自大，我回去复命了。装完就跑很刺激吗？让我抓到你！二师兄，这是请起来。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还请师兄弟来大眼盘丝洞一叙，大强在此恭候。这个大强是谁啊？怎么和大强同名？防毒面具、手套，还有热武器。哼，再打一会儿，我都怀疑你们要掏出蘑菇弹了。你们装备挺齐全的呀。师兄，这南越国到处都是毒气和毒物，带这些很正常吧？那西湖醋鱼和豆汁儿呢？你别说这两样东西能解毒啊！嘿嘿，师兄，我京城人嘛，平时就好这口。鱼是上次去杭州顺手买的，本来想当夜宵。哦，那你们俩还挺会享受啊！等等，师兄，我们可以解释。别说师兄不给机会，你们俩选一个。选什么？西湖醋鱼拌豆汁儿，还是豆汁儿泡醋鱼啊？别呀，师兄，我们就开玩笑，你这不是没事吗？这个大强是谁啊？怎么和大强同名？这个大强其实是师傅收的第3个徒弟。啊，那他就是3师兄。他不配。啊，二师兄，你冷静点儿。小师妹还不知道当年的事。她投靠了大眼妖族的魔女，大伤师傅叛出师门，早就不是起风谷的神了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还是第一次见二师兄这么生气。其实一开始二师兄和3师兄挺要好的。你小心了！走！你这个金刚不坏之身是特意针对我练的吧？
皮糙肉厚的根本打不动，真讨厌。二师兄太废了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养的狗，叫大强。你故意的是吧？你这逆徒！师傅，老三，那妖女给你下了什么蛊？你疯了吗？为了一个大眼妖族的妖女，重伤师傅，背弃师门，背弃正道。大眼妖族又如何？师傅常教导我们应博爱世人，又为何不容他？不必劝。从今日起，我姑苏大强退出师门，从今以后与你们再无瓜葛。行，算你有种。不好，快躲开！师兄弟一场，在起风谷，在师傅面前，我不会杀你。好，今天这一棍，我记下了。但只要你踏出这个门，我保证，从今往后见你一次，我杀你一次。终于到了。哇，这里就是大眼妖族的地盘吗？风景还挺美的。当年大眼妖族退至九州边境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王国——大眼盘丝洞。此地不受九州律法管束，因此不仅妖族，还有很多穷凶极恶之徒会逃至此处安身。无论精魅鬼怪、人魔妖魂，大眼盘丝洞照单全收。这种地方鱼龙混杂，一个不留神就会遇上危险。我也不可能时时将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，所以你们自己也得多加小心。听懂了吗？是。不过这里怎么什么也没有？奇怪，那个请帖上说的地址是这里没错。既然称作地下王国，难道在我们脚下面？难不成要学地鼠打洞？你说的不无道理。大强，你先挖个10几米深看看。你真把我当地鼠啊？或许要什么口诀呢？妈咪妈咪哄，芝麻开门之类的。唉，还是再找找看，多留意留意吧。是之前的没见，我把它收在储物戒里，它怎么自己出来？这法阵看着像个入口，而且在吸收周围的灵气。师兄救命啊！法阵吃人了！进来了。这比稀兰乌娜的铁骨传送还刺激。哎呀，是凭借信物进来的几位贵客呀！欢迎诸位来到大眼盘丝洞。盘丝洞，三师弟真会取名字。二师兄，这名字有什么说法吗？这我知道，说的是有一师徒3人误闯盘丝洞的故事。洞里住着7个蜘蛛精，故事里面的二师兄被……大强，这一集是不是台词给你整少了，嘴又开始痒了啊？要不要我帮帮你啊？二师兄，瞧你说的，我这不是帮大家缓解下紧张的气氛吗？还有，在这不许叫我二师兄。欢迎诸位来到大眼盘丝洞。让大强滚出来见我。你骂人记得连名带姓啊，不然就好像骂我一样。胆子不小啊，龙脉也敢吃？啊，三师兄！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这不是二师兄和九师弟吗？我说过，见你一次就杀你一次。咱们不是全灵相不能死人吗？二师兄真是言出必行，只是二师兄似乎忘了，每一次经历死亡，我的金刚不坏之身都会更加纯熟。你永远也杀不了我。三师兄是不死之身吗？算是吧，他修炼的功法就是金刚不坏之身。可是别人家的金刚不坏之身没有他这样的呀。
他比较特殊，除了特别抗打以外，还自带回溯法诀。每次濒死状态下，都会重新塑造一层金身，让人从濒死状态活过来。九师弟又夸我呢，大点声，别害羞啊！有种王八妖精就是这样，次次被杀，次次不死，王八壳子还会越来越痒，导致越来越难杀，烦死了！哪有这种妖怪啊？你想骂我也别那么明显好不好？无尽之狱你戒不戒？不戒我再捅你一次！哎呦呦，二师兄，你求人办事就这个态度啊？你威胁我也没用，这里毕竟不是我的地盘。你知道的，盘丝洞现在的主人是现存最强的那位大眼妖族九哥殿下，就是那个你不惜叛出师门也要拼死保护的九哥。哼，你可真是个死恋爱脑。你这话就太暧昧了，我只是九哥殿下的保镖打手而已了。哦，那我直接去找到本人谈谈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人闹事！哦，大眼盘丝洞基本就是个灰色地带，九州大陆各国都没有人想要来管这里，居然还有人敢来这里闹事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二师兄，借你地方可以，但是按照大眼盘丝洞的规矩，你也得拿出相等的条件来和我交换。有你不死，这个条件怎么样？二师兄，冷静冷静，大局要紧。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这边来了个闹事的，你要是能把那人处理了，我就把无尽之域借给你。对二师兄来说，解决区区一个人族很容易就能做到。解决区区一个人族，哭诉大乔，你说的倒是轻松。你没说这人是杜月笙啊？八师兄是来看三师姑苏大强的吗？不是，其实当时救九哥的就是八师兄，他也对九哥一见钟情。但是后来他把九哥带回师门以后，三师兄就被迷惑了。哦，二师兄，还有师弟师妹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不在大周国帮白来辅佐新帝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正好来这儿附近出任务，想着顺便来大野盘丝洞看看。你也是个死恋爱脑，气死我算了。九师兄，怎么感觉各位师兄除了你外，都有一段和女人脱不开关系的事呢？把感觉去掉，毕竟他还小，以后有他好果子吃。嘿嘿。啊，果子？什么果子？现在可以吃吗？大强说的是，你之后也会和师兄们一样掉入女人的陷阱。啊！不要啊！小师妹，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？你可以学学二师兄西格玛男人，你看他面对这么多漂亮的姐姐都不为所动，心里只有对灵根的渴望。哦，这就是二师兄这么强大的原因吗？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呀！二师兄，你们是不是已经见过姑苏大强了？唉，你们想喊他师兄就喊呗，我又不是不让你们喊。那狗东西说外面有人闹事，找我出面解决，就把无尽之域借给我。大爷的！那家伙肯定知道是你，所以才故意让我来的。既然他非要这么恶心我，那我直接带你们拆了他这个盘丝洞。都闪开！姑苏大强，你居然搞这一手偷袭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地土河积水暴，树小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东方七宿怎么会追到这里来？是姑苏大强给你们通风报信的。哦，你说那个傻大个儿啊？你不知道大眼盘丝洞上下早就投靠了无主混沌，以寻求我们的庇护吗？什么？话说那个人好像曾经是你师弟来着，都是一个师门出来的，他就比你们聪明多了，知道以后无主会征服整个九州世界，所以他提前投靠表达忠心，这可比在你们那个破师门里苟延残喘轻松多了。休得对启风谷出言不敬！就这，可恶！他就是在故意激怒我，别上他的当。我的目标是树小成，对你们这群蝼蚁没有兴趣。
蝼蚁就该待在你该去的地方，别来碍我的事。放到我身后，风声！糟糕，小师妹，还有老八、老九、大强，你把他们弄去哪儿了？别紧张，我说过我懒得对这种蝼蚁动手，我只是做了个隔绝空间，让你我能好好打一架，不受外界干扰罢了。至于你的师弟师妹，哼，有积水豹陪着他们玩呢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能撑几个回合。还真是难为你费心了，为了跟我打一场煞费苦心，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你这么一个狂热私生饭。因为我喜欢强者，弱者总是轻轻一碰就死了，很没劲儿，所以我喜欢挑战强者。只有把强大的人活生生打死，才有一种真实感，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。迄今为止，我杀了很多人，其中不乏你这样的所谓天选穿越者。穿越法则不是应该只有我自己知道是穿越者吗？这家伙怎么也知道？就算他是反派，这也违反穿越定律了吧？所以我真的很想和你打一架，只有这样，我才有活着的真实感。好啊，等我教育完天不怕地不怕的熊孩子，就出去和小师妹他们会合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会被积水豹杀死呢。我们启风谷教出来的可不是你这种只会说垃圾话的家伙。别误会，我不是在关心你，我只是觉得，既然你不会被这种无聊的小事分心，那就证明你可以全力以赴和我打一架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重申，这哪来的怪力正太啊？只凭惯性力就把我弹飞出去那么远，幸好有神龙骨护体，要不然刚才那一下，小命真要不保。陆小成，别躲！怎么痛痛快快打一架！下盘不稳呐！可恶！现在是流行让力量型的角色把敏捷度也点满吗？陆小成，我知道你打架的时候总爱自说自话，其实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分散对面的注意力，让自己有时间思考下一次的行动吧。这种耍小聪明的做法或许有用，可惜根本上不得台面。像我们这种人，战斗时凭借的全是下意识的肌肉反应，这种多年累积的战斗经验，并没有啊！现在小孩也太难带了吧，打又打不得，骂又骂不过。哼，明明是你们大人敏感多疑，情绪不稳定。刚是谁喊打喊杀的？嘿嘿，我只是和你这个没灵根的凡人开个玩笑罢了。我让你个！可是，老子有作弊工具啊！知道我有神龙骨还敢近身？说到底，你只是个得意忘形就轻敌的熊孩子。我把神龙骨所有力量集中到一起，才能把它弹开。虽然费了点时间，不过好歹是来得及。有神龙骨才好啊，这样你才能耐打一点，不会轻易被我打死。热身运动结束，接下来杀了你哦！我要宰了这个熊孩子！啊，那个是……等等，那个角，《龙类图鉴》第7页记载的东方蛟龙特征，错不了的。原来你是龙啊！喂，你一定是衣冠禽兽的东方龙吧？我们罗伯特家族世代屠龙，所有人在成年时都要屠杀恶龙，切下他们的龙角当自己的成年礼。我已经有西方龙的角了，就差东方的。我死缠烂打的畏惧，能把你的龙角送给我当收藏品吗？哦，你要送我龙珠吗？也行，我不挑剔的。哎，不给也别丢啊！Oh no！ 东方龙怎么是玩水的呀？这家伙越打越起劲了，速度也更快了。这就是天道碎片吗？竟能让你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连我都想拥有它了。话真多！你这熊孩子手短腿短，只怕你够不着啊！
给我！现在看来，是你的有效距离更短呢。冷赤，共演，干活了！我操！我让你把所有灵力都放出来引爆，怎么就这么点动静？上次打那个维火虎的时候，灵力都用完了，就这点还是我硬挤的呢。喂，九州大陆的灵力不是对他们没用吗？干嘛还搞这一出？这个地土合一时肉搏，我怕他和前2个一样，都藏了什么法器之类的，所以我得打个出其不意，把他的真正实力炸出来。公眼怎么变得这么小？舒小成，公眼这是被吸走了灵力？不对，不是灵力，而是……哼，低贱生物的味道果然很差，真想赶紧吃到更美味的东西啊，比如天道之力。是命！舒小成，公眼被那小子吸食的不是灵力，而是生命力。是啊，我天生就要吸食他人的命，正因如此，我的生命力总是过于旺盛，静不下来，总想找个人好好打一架。舒小成，他靠吸食生命力恢复体力。没错，所以无主派我来狩猎你啊。原来你的特殊能力是这个，也就是说，近身有被吸食生命的危险，但近不了身，我很能发挥全力揍你一顿。你不会以为那些傀儡都是我为了好玩才捏的吧？哎呀，就这样吧，我玩腻了，你们去把寿小成耗死，等他力竭时再吃掉他的天道之力。龙不都是喷火的吗？为什么他会玩水啊？没听说过，东方龙族向来是喷水的。我们罗伯特家族屠龙300年，新手教学第一课就是注意防火。屠龙也讲究专业对口的嘛。有没有可能你们祖先只见过西方龙啊？所以东方龙其实是消防员。冷吃，在撑死之前，给我把这些泥巴人通通吃干净。这么多啊！一夕之间就把我们都传送出来了。你们是一起送死，还是按先后顺序来？大师兄，给我争取点时间，我要为大师兄报仇。放心，妖孽休得猖狂，今日便把起风谷的新仇旧账一起同你们清算。就这点本事，去！刀法，天斗定星。星盘，原来你是……师兄们，火化好了。八师兄，动手！好，提请天道赐法。这法阵是功德之力。成功了！不枉我把那么难的符背下来。这个阵法需要大强起阵，用燕青的龙脉之力当做力量源泉布阵。要是换成小成他们，不仅会被倒扣功德，还会因为功德之力太少，根本发动不起来阵法。师傅说这个阵法对东风七宿绝对有效，那个起水豹应该死了吧？八师兄别乱说，有言无上定律你知道吗？别乱理棋子。没事儿，只有主角有这待遇，我们又不是反派。我们不是吗？不是吧？就是兄，快躲开！当心！八师兄！李长征的功德之力尚且不能重伤我，就凭你们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，还想引天劫对付我？哼，真是狂妄！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把你的星盘一起献给屋主。是，赶上，总算赶上了。这是乔木胶，这是乔木胶的脚，他竟然
背叛我们。小木匠，不得好死！与无主作对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大家都醒醒啊！大家全都是死不足惜的好人，不要家和喜剧，跑下我一个人吃满汉全席哇！烧鹅，留给我。小师妹，我们之前才见过，你不要英年早逝啊！死不足惜不是夸人的。哎呀，算了，你这官话还是老样子。师兄，你哭得像半白似的唢呐成精了。我看都看累了，你们还在苦苦坚持什么？你的师弟师妹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没有人会来救你，放弃吧。喂，苏小成，其实那家伙有一点没说错，你现在毕竟是肉体凡胎，这傀儡无穷无尽的，等把你耗得力竭，照样难逃一死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可这熊孩子真的很不好对付。我还没碰到。苏小成，罩子碎了！我们起风谷的没那么容易败北。混蛋！有人触动了我的千象万劫，是谁？究竟是谁？他们还是挺能干的嘛。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来帮你啦！我只是想用这个把二师兄挖出来，居然真的成功了！角木蛟知道他被当洛阳铲用吗？角木蛟的角。没想到这个角不仅能攻击，还能破防御哇！不仅如此，我还发现了它的其他功能。你拿它做了什么啊？这个角可以挠痒痒，角的幅度还很适合当开瓶器。还有，它非常硬，可以当磨刀石。角木蛟知道你对他的角做了什么吗？角木蛟，怎么会？你的战斗经验不是很充足吗？别分心呐！虽然我很想听你说说那个千象万劫是什么东西，不过时间紧迫，还是下次吧。喜欢吗？这可是你梦寐以求的天道之力啊！寿小成，你大错特错了，这股力量我照样可以吸收。等你的力量耗尽，天道之力就是我的了。谁说我力量会耗尽的？大周快递专属充电宝送到。这股力量，我本来能承受住的。角木蛟，你这混蛋断了我的心象！你积水豹还有滴土河的星象暗了。计划很成功呢。尔等星宿皆与天地齐驱，若是不用天道之力除之，唯一能威胁你们的，便是利用星盘断其自身星象，触发各自的千象万劫。若是连星盘都没有，就只能用星宿自身的本命真魂充当星盘去影响其他星象了。角木蛟，断角为营，辛苦你了。你都能冒险假死脱身了，更何况这角还能长出来，一切都是为计划行事。二师兄，我们打败那积水豹，给大师兄报仇了。就是可惜，大师兄的本命真魂不在他手上，我们没抢回来。你们辛苦了，放心，我们很快就能救回风清月的，我保证。不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欧缪迪，这可真是说三道四，那叫说来话长。因为我想做点家族传统手艺屠龙嘛，正好路过这附近，看到海边有一条化成人形的东方龙，我就想问他要个龙角做纪念。结果那家伙上来就用奇怪的武器搅动海水打我。耶稣弥勒的三清在上，这可真是太突然了。他立在浪尖上，青山都没沾湿半分。我刚笑着喊道：“龙爷，借个脚！”他只见那柄三叉戟突然嗡鸣起来。你见过海贝跳起来吗？不是浪，是整片海被那柄器搅成了透明的墙。
我抬头就见2丈高的水幕压下来，耳边全是水响，连喊误会都被冲散在风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焦木饺子，是咱们的敌人。咱们有这个敌人吗？他说的是角木蛟吧？东方七宿的那个？对。然后呢？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 Demoto，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那奇妙的引力了。有个白衣飘飘的仙人降临，阻止了焦木饺子。二师兄，我想正是因为引力，才让我与仙人相遇。在危险时刻有世外高人相助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带鱼吧？那叫主角带鱼。也是修炼的世外高人出手相助吗？说不定也是师父留下的分身，但是艾伦没有认出来。Oh my deal！ 你们绝对不敢相信我经历了什么。当时我离变成海鲜浓汤只差0.01公分，突然一道圣光唰的劈下来，我抬头就看到那位仙人白衣飘飘的站在浪尖上。你确定不是被水呛出幻觉了？他对着焦木饺子咔吧就摆了脚，还对我说：“拿好，可以克制豆腐七宿。”这一定是 God， 不，玉帝，不对，三清派来的天使。你信仰能不能统一一下？信仰的事能叫咱嘛？这叫国际化。不管怎么说，得救了是好事。没有错，那个仙人还摆断了焦木饺子的龙角送给我，说只要用这个对付豆腐起秀，就可以打败他们啦。Oh no！ 我的龙角为什么用过2次就坏了？随便便就把龙角掰断了，越听越像师傅的作风啊。对了，二师兄，那个焦木饺子还让我把这个给你。这不就是那个真理之门的钥匙碎片吗？其实他就给了我3个，还有一个是刚才打败那个骑士堡以后出现的，我一起拿给你了。你这家伙是什么欧皇附体啊？二师兄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岂不是把所有钥匙碎片都集齐了？哇，超额完成任务哎！太顺了。二师兄，不管帮助4师兄的是什么人，角木蛟肯交出钥匙碎片，都显得很可疑。说不定他们动了什么手脚。我知道，但我也真的需要钥匙打开真理之门。师父说过，只有进入其中寻找道法真理，才能击败混沌之主，救回风清月。试了可能遇到危险，但不试就永远没有机会。这种挖坑逼着我不得不跳的点击羊毛，可恶啊！被人捏住命门一样的感觉，真令人不爽。师兄放心，起风谷上下一定。胡说大想！各位师门同胞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对，刚才二师兄力气过猛，这里好像要开始坍塌了。老爸撑住，你别睡，师兄带你回家。跑快点！九哥殿下和姑父大人都不在了，我们是不是被抛弃了？八师兄，你不要死啊！太玄魂烧、天武令宗、天机灵柱、涤荡八荒，已经提前做好了。还得是你，做的和真的一样，整个九州也只有你能做到。我也不确定能瞒住多久。足够了，走，该去找咱们的新东家混沌之主了。从小到大，最关心我的，除了二师兄就是八师兄了。可是他，这到底是钥匙还是鞭子呀？这个鞭子，总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我好像见什么人用过，到底是谁呢？不过这既然是东方七宿的身体里掉出来的东西，那用天道碎片的力量，应该能触发吧。是一道门？难道这就是真理之门吗？事不宜迟，二师兄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谁也别跟过来！可是你不能过去，快回头啊！
走进去吧，只有踏进这道门，你才能知道真相。可如果这是变强拯救大家的唯一办法，别过去，别过去！都闭嘴！后悔的！闭嘴！这不是我在明月山庄塑魂时看到的幻境吗？还有姑苏大强，师兄，别骂了，过不了审。第8遍了，二师兄的词汇量好丰富啊！没人劝一下吗？山下的住户都来投诉二师兄扰民了。哎呀，8师兄杀青太突然了，没一点心理准备就领盒饭了。二师兄为他打抱不平很正常。二师兄，我冤枉了，我发誓都是制作组逼我的。一个也跑不了！这里是……你本就根基不稳，这场大战又伤了你的魂魄，你只剩一缕残魂了呀。这个人，他是……长生，混沌之主此次重创我洪荒世界，他虽也元气受损，但仍是不能小看。所以我找到了这个，此方世界名为九州大陆。师父已得全新的肉身，我会将师父放在其中滋养，但他残魂不齐，还需要注入天道碎片为其补全。你们师徒的仇敌燃灯已经投胎转世，还投靠了混沌之主。你让你师父转世投胎，修成天道碎片的力量来对付他，这件事你有几成把握？天帝，您老是了解我的，如果没有9成8的把握，我是不可能动手去做的。这一战大家都损耗太多了，而且洪荒世界还需要我们守着，不能亲自陪你师父去往九州世界。我们已经用仙家灵韵融合各自的宝物神器，化形成人，一起投放到了九州大陆。这样，作为师父的护道者，外加洪荒世界的暗桩，足够了。师父，我们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师门，会在九州世界同你再次相遇。师门叫起风谷，听起来是个充满希望的名字。这次我化身起风谷扛把子，给您老人家当师傅，这可真是倒反天罡了。而且我不小心混入了点自己的意识进去，导致您老人家可能有点思维混乱。这也是没办法嘛，毕竟您是彻头彻尾的洪荒原住民，而我才是那个真正的穿越者。那就九州世界再见了，师父。舒小成，九师兄你也……二师兄，开什么玩笑？什么暗桩？什么穿越者？什么转世投胎？不要随便给人塞这种乱七八糟的记忆啊！是，被自己的徒弟欺骗至今，如今发现了真相，这滋味如何呀？你的精神，不，应该说是神龙骨拿回来了。真是难为李长生，为你规划好了这许多劫难，让你活生生成了个画本子里的人。到如今，你却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我就是九州世界的舒小成，从头到尾都是舒小成。你是谁，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现在要杀了你，让你的师父道心再一次崩塌。你的精神太脆弱了，如何扛得住我这无上修为？混元金斗，给令，开！所以你们也知道了。二师兄，我们也看到了真理之门带来的真相，真是好大一场骗局啊！真是难为李长生，一个个把你们搜罗起来呀！到此为止了。
这是哪儿？这里是他的识海世界。二师兄现在是肉体凡胎，没有识海，看来只能靠我们了。拜托你了，哦，四师兄。被你喊师兄什么的，真别扭。县青，你做什么？可恶，身体根本动不了。县青，等等，你们究竟是？起！进！神针、混元金斗、哮天犬。没想到我们也是站起来了，居然有帮到二师兄的一天，没让启风谷丢脸。嘿嘿，我居然是定海神针呢！变大变小，变大变小。为啥我变身还是条狗？大强那可是最厉害的狗，哮天犬呢。小师妹也不错的，你可是混元金斗，堪称凶兵宝杀呀！不管怎么样，这一次是我们保护了二师兄。嘿嘿。哼，垂死挣扎罢了。那小龙的龙珠撑不了多久，看你能撑到几时！区一个畜生也敢来偷袭我！二师兄，那灯芯是三师宗的命门，灯芯不灭他不死，但这灯芯并非凡物所能制服。定海神针、混元金斗、哮天犬，不该是这样，不该是这样的呀！你的打神鞭是唯一能打落他灯芯的仙家神兵，小师妹已经献祭自己，请出混元金斗，你快打落灯芯，用混元金斗将其吞噬。献祭，所以燕青、小师妹还有大强，他们全都像风清月和杜玉书一样，都回不来了吗？是啊，看看你自己吧，你走到这一步，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，他们都是为你而死啊！你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二师兄，不能再拖延了，我们真的撑不住了！一群蠢货，你们都是被李长生的混蛋骗了。现出原形后，你们的仙家灵运耗尽，就再无复生可能了。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些为你而死的人何其无辜！你应当以死谢罪，用你的命换他们的安息吧。二师兄，不要被他的妖言蛊惑呀！我到底是谁？你们？树小城，你永远是树小城。我就是树小城啊！来得及，只要灯芯落地，我就能遁走。妖孽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连令！可恶！混账！我饶不了你们，饶不了！该死的树小城，竟然浪费了我一条灯芯，白白丢掉甚多修为，新仇旧恨，定要一并清算。还请三师纵大人稍安勿躁。如今他们需要祭出仙家灵宝，才能勉强打落您一根灯芯。如此不成气候，何须担忧？哼，你倒轻松，修为损失的又不是你。恕属下直言，此次根本不需要您亲自出马，下次断不可如此莽撞行事了，太冒险了。大仇未报，我自是寝食难安，哪里像你这般悠闲？哎呀，大人别急，您瞧，李长生已然现身，只是依属下愚见，我们还需再等等才是。老四，那死鸟被我打没了，现在你快告诉我，小师妹他们，阿伦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！这灵力是收。是。哎，我都不知道现在我到底该喊你师父还是徒弟了。为保洪荒世界，为对抗混沌之主，徒儿欺骗在先，还请师父原谅。不孝徒儿李长生，拜见恩师姜子牙。师父，等挫败混沌之主，徒儿任打任罚，全听候您的发落。世界怎样跟我有个屁的关系？师父，我只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复活他们。
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古师叔，我突然觉得好孤单啊。很抱歉，我虽然有数据储存和感官模拟，但我是体会不到泪这种自然情感的，所以我无法给你建议。师傅丢了本命真魂，八师叔没了，师祖和其他师叔都不在，偌大的疾风谷只剩下我们，二师叔也不打我们了。疾风谷大丧，丧个头啊！奶奶，玩老子就干翻他们！三世宗是吧？混沌之主是吧？宋志成，这笔账老子跟你们算定了。